天娘子自尽了。萧家大小姐萧令月迷恋一王，利用卑鄙手段算计，成为他的一王妃，却在大婚当天割腕死于婚床。再次醒来，是现代医毒世家传人重生而来，一种异样的感觉从体内燃起。他意识到这不是失血反应，是这具身体被人下了虎狼之药。难道原主割腕不是为了自杀，而是为了放血来减轻药效？都给本王待在门外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进来。萧令月，你竟敢在本王新婚当日自尽，这么想去见阎王？本王现在就送你归西。这个混蛋，当真要活活掐死我吗？萧令月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憋住一口气，找准穴位，战北寒瞬间被点了穴，浑身一僵倒在地上。萧令月，你敢偷袭本王，好大的胆子！真是搞笑，你都要送我归西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偷袭你？你一个废物大小姐，从哪里学来的点穴之法？我劝你最好省点力气，这点穴之法没我解开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冲开。话还没说完，萧令月眉头紧皱，这具身体没有内力，体内的药效快压不住了，如果迟迟不解，他要活活憋死了，眼下只能靠他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有没有睡过女人？萧令月，你放肆！叫那么大声干嘛？我就是礼貌性的问一下，先问清楚，你睡过几个？我这人有洁癖，不喜欢别人用过的脏东西。本王杀了你！生什么气啊？要不是我中了媚药，能便宜了你吗？反正我们都成亲了，新婚之夜，我们干点是人都喜欢的事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你敢碰本王试试？我就碰了又怎样？你再喊得大声一点，让你们王府的人都进来围观。小宝贝，你就乖乖从了我，大爷我会好好疼你的。他明明满心屈辱抵抗，身体却诚实的不受控制。情浓一夜，蚀骨欢愉。当男人醒来，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已经不见踪影，留下的却是一纸休书。本人萧令月，丈夫战北寒，因夫妻感情不和，故立此书休夫。此后一别两宽，各不相干，以此为证。萧令月，你最好祈祷别落到本王手里。一刻钟后，无数士兵倾巢而出，封锁京城各个城门。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龙灵卫都出动了。老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听说昨天刚进门的一王妃早上离奇失踪了，还留下了休书，说要休夫。这一王殿下都气疯了，不惜调动龙灵卫，掘地三尺也要把萧令月抓回来。萧令月不是割腕自尽了吗？宁死也不嫁给一王殿下，莫非是因为一王殿下不太行？一时间，各种离谱的传言满天飞。萧令月站在隐蔽处，嘴角抽搐。不就是睡了一晚吗？至于这么兴师动众，明明是他自己也不想娶我，我还特意写了休书撇清关系，他居然封锁整个京城，派龙灵卫来抓我。臭男人，提起裤衩就不认人，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想抓我，下辈子吧。萧令月既是现代的医毒世家传人，也是敌国南燕的少将军，名震七国，重活两世，区区一榕树又算得了什么？9个月后，挺着大肚子还被士兵追得满山跑的萧令月悲愤不已。什么鬼？都这么久了，为什么还在抓我？站住，别跑！女人怀胎9月却身形矫健，被士兵追得满山跑。我又不是傻子，不跑，等着束手就擒吗？几番闪躲后，萧令月熟练地甩开追兵，躲进一处隐蔽的山洞中。连续9个月，抓扑他的通道一刻都没停止过。本想远走他乡去避难，却没想到这一怀就是双胞胎。现在身体素质太差了，体内还留有太多毒素，亏损的厉害。要不是我精通医术，怕是活不到现在。正苦恼时，一阵痉挛般的疼痛从腹中传来，2个孩子似乎已经等不及了。此时此刻，山脚下聚集了一堆抓扑他的士兵。一王殿下，人呢？整个山间都已经被团团包围，龙灵卫正在快速搜查。你的意思是，到现在人都还没有找到？请王爷恕罪，萧令月身法敏捷，轻功一流，而且他似乎很了解龙灵卫的调动规律，屡次逃脱，属下正加派人手，务必将他活捉。你说他会武功？是的，殿下。不可能，萧令月虽然出身将军府，却是出了名的废材一个，连只兔子都不敢下手，怎么可能会武功？但是这是几百名士兵亲眼所见，属下不敢谎报。另外还有一事，属下也是刚刚知晓，据士兵来报，萧令月在逃跑的时候，腹部圆挺，疑似有孕在身。真是棒极了，难怪他要跑。传令下去，想尽一切办法抓捕萧令月，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本王挖出来。遵命。报，南边山洞发现异常。经历2个时辰的阵痛，萧令月平安生下一对双胞胎。哥哥身体健壮，哭声嘹亮；弟弟身体明显虚弱许多。忽然，洞口外传来异样的响声。以战北寒的性子，势必会猛追到底，总不能带着2个刚出生的婴儿到处躲藏，必须想个办法，彻底斩断他的心思。王爷，山洞里有血，根据痕迹判断，萧令月可能是早产了。孩子呢？没有找到，应该是被他带走了。给我仔细搜查。萧令月设计将战北寒引到断崖前，但怀里只抱着刚出生的哥哥。萧令月，你想干什么？都给我站住！你们敢再往前一步，我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。你想寻死？战北寒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从始至终我都没想过要算计你。战北寒冷笑，不屑回答。眼前的女人令他厌恶至极。
我已经身中剧毒，时日不多。就算你再不相信，我也没有骗你的必要。无论你我之间有多少的恩怨，但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是你的亲骨肉。临死前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好好将他抚养长大，别让人欺负他。你说够了吗？身中剧毒，时日无多，这种鬼话你也好意思拿来糊弄我？像你这种狡猾的女人，这次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本王警告你，别耍什么花样，立刻束手就擒。要是落在他手上，只怕会生不如死，两个孩子也别想平安保住，必须忍痛取舍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我知道你不信，但这次是真的。话音刚落，萧令月将怀里的哥哥抛向战北寒，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悬崖。战北寒心神一震，僵硬地站在原地，似乎感觉到娘亲的离去。怀里的哥哥忽然放声大哭。半个时辰后，一身伤痕的萧令月抱着另一个虚弱的弟弟，艰难地走出山林。没有人知道她怀的是双胞胎，她只能这样做，才能带着孩子远走高飞，与他彻底了断。新婚王爷与王妃滚了床单，9个月后意外生下双胞胎，为了孩子转身跳下悬崖。一晃5年过去，地上躺着受伤的男子，身边女子绝望地哭喊着：“救命啊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吧？”一辆马车缓缓停下，下来一个头戴面纱的女子。娘亲，娘亲过去看看就回来，外面风大，你乖乖待在这里，不许出来。好的，娘亲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？我是南阳侯府的3小姐沈婉，受伤的是我的贴身侍卫，方才路上遭遇土匪，为了保护我，他伤得很严重，求姑娘救救他。南阳侯府，可真巧，那不是我继母的娘家吗？男子伤势严重，已经昏迷不醒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失血过多导致昏迷。3小姐不必担忧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大夫，这2瓶药，一个外用，一个内服，过不了多久他便能醒来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你是沈家的嫡女，从小养在乡下，何来的贴身侍卫保护你？姑娘，你认识我？不认识，但有所耳闻，似乎沈小姐从小身体孱弱，又背着克父克母的骂名，从小寄养在乡下，从未回过京城。话音刚落，沈婉忽然跪在地上。我刚才撒了谎，他不是我的贴身侍卫，而是我的未来夫婿。父亲突然要我回京嫁与高门，没想到家中姨娘狠毒，竟半路派人劫杀我们。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求姑娘放过我们，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见过我们。你想跟他远走高飞，私奔可是会坏了你的名声。父亲宠妻灭妾，姨娘又心狠手辣，我根本斗不过，只求能跟父郎平淡生活。萧令月心中一动，这次回京正好缺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你愿意放弃沈家嫡女的身份，隐姓埋名，与他白头偕老吗？是的，我愿意。好，我可以帮你，代替你回到南阳侯府，替你应付那些虎狼亲戚。但是从今往后，你就不再是沈家的千金，只是一个平民。你还愿意吗？可是我们长相不同，而且我脸上这块明显胎记，你要怎么代替我？我会易容，你不必担心，只要你不自曝身份，我保证沈家人不会再来烦你。沈婉点头同意，将代表身份的玉佩和信件交于萧令月，搀扶起男子相伴走远。看够了吗？再不出来，草丛里的毒虫可是会致命的。哼，你吓唬我！萧令月猛然一愣，眼前的男孩简直就是战北寒的缩小版，与北北更是一模一样。他就是我当年被迫留下的另一个孩子，北北的孪生兄弟。他长大了。你一直盯着我看做什么？难道是小叶长得太帅，把你迷倒了？是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小小年纪就知道迷倒女孩子了。我实话实说而已，难道我长得不帅吗？好吧，帅气的小少爷，那你一个人来这荒郊野岭做什么呢？怎么没有人跟着你？我才不要他们跟着呢，我离家出走了。为什么离家出走？是你爹爹对你不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爹爹的？你认识他吗？我猜的。这时候，一道软糯的声音传来：“郎谦，你在跟谁说话呢？他是谁呀？”萧令月一时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。他是娘亲偶遇到的孩子，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小韩寒。小韩寒，战北寒的寒，他怎么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？叫着不别扭吗？你叫北北，东南西北的北吗？是。他是你娘亲？是。你们也是京城人吗？不是。他怎么那么多话呀？像只蚊子嗡嗡的，好聒噪。你们是要去京城吗？我家就在京城，我带你们去玩好不好？你不是说要离家出走吗？不走了，反正也找不到。你在找什么东西？我找我娘亲。爹爹说他跟着别人跑了，不要我了。我想找他问问是不是真的。战北寒，你个混蛋，在孩子面前这么抹黑我。来，沈婉，你还想往哪跑？快出来挨揍吧！沈婉，南阳侯府3小姐，也是萧令月如今的新身份。哪来的宵小之辈，敢在小爷面前叫嚣？眼前的壮汉们根本没把韩寒放在眼里。大哥，就是他，
我的个亲娘呀，这丑八怪还挺能跑，可算被我们逮到了，都给我上，带他回去领赏。你敢动我们试试，小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是华姨娘找来的，她给了你们多少银子？既然知道我们的目的，那你就痛快点，让哥几个把你砍了，好让大家省点心。这主意不错，那不如你们主动献出脑袋，让我也省心。不识好歹，大家一起上啊！萧凌月身法灵活，奈何这帮匪哥哥实在太大，一瞬间就被团灭。他竟然会武功，好厉害！我娘亲是最厉害的。趁着萧凌月不注意，匪大哥拔腿就想跑，韩寒用力吹响跑场，下一秒，一道黑色身影从天而降，匪老大就这样被制服。参见世子。叶七干得好，特别帅。世子过奖。不是说一个人离家出走吗？原来身边带着暗卫，难怪胆子这么大，敢挑衅匪老大。我可没有说我是一个人哦，他叫叶七，是我从小到大的好兄弟。叶七，他是我刚认的弟弟的娘亲，我姓沈。沈姑娘，娘亲，你没有受伤吧？我要抱抱。我也想抱抱。属下可以抱世子。不是要你抱，你好厉害呀，比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厉害。你做我娘亲好不好？世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才没有乱说，我也想要一个超级厉害的娘亲，你可不可以做我娘亲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可以把爹爹分一半给你。我不要，我不稀罕你爹爹，你也别想抢我娘亲。你分一半娘亲给我，我分一半爹爹给你，这样我们都有爹爹和娘亲了，你还多了一个我这样的好哥哥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谁稀罕你保护了？我有娘亲就够了。娘亲，我们走，我跟你们一起走。听着两个孩子的吵架声，萧凌月心里又好笑又温暖。世子，您要去哪里？王爷交代过，您不能离开京城太远。我知道，我跟娘亲和弟弟一起回京城，你别担心了。这下叶七更担心了，这么快就开始喊娘亲了。萧凌月感受到叶七的不信任。我是南阳侯府的人，晚点你来侯府接他就行。南阳侯府在京城虽然算不上顶尖，但也是一品侯府。那就有劳姑娘费心了。大约1刻钟后，王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世子呢？叶七不敢有所隐瞒，将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你是说那个小崽子自己认了个娘亲，跟着陌生女人就这么走了？其实也不算陌生，他是南阳侯府的人。那他叫人娘亲是怎么回事？世子遇到危险时，是沈姑娘出手相救，世子觉得他很厉害，所以就没出息，将那些人送去刑部好好审问。我倒要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，敢动本王的儿子。南阳侯府正厅，老侯爷笑呵呵坐在主位，今天是他的60大寿。侯爷带着夫人小姐来给老爷子拜寿了。儿子祝愿父亲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祝愿老爷子长寿安康。你们都是有孝心的人，都起来吧。老侯爷看了一眼几个孙女，怎么不见三丫头？不是已经派人过去接她了吗？怎么还没到？沈婉虽被弃养在乡下，但毕竟是嫡女，又有婚约在身。爹，儿子半个月就派人去接她了，可能是路上耽搁了。老爷子见谅，妾身听下人传话，沈婉在乡下自由惯了，不愿回侯府，我们派人去接，她竟然偷偷逃跑了。果真如此，太不像话了！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就该乖巧真静，真是在乡下养出一身野丫头的脾性。祖父别生气，三妹她不听话，接回来好好管教就是。您不还有我们吗？孙女祝愿您长寿安康，快快乐乐过大寿。一番甜言蜜语，哄得老侯爷眉开眼笑。这才是我沈家女儿该有的乖巧模样。等沈婉回来，你们必须严加管教，可别让她把乡下丫头的坏毛病带到府中，教坏其他姐妹。儿子谨遵教诲。华姨娘嘴上笑着，心里却十分得意。沈婉那丫头估计都到地府报道了，管教让她短命的亲娘好好管教。不好了，老爷，三小姐拖着个死人闯进来了。萧凌月拖着肥老大来到正厅，南阳侯和华姨娘脸色变得难看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擅闯我们侯府？父亲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养在乡下的沈婉啊。萧凌月摘下面纱，露出脸上丑陋的胎记。这沈三小姐也太丑了吧！听说跟镇北侯府的小侯爷有婚约，可怜的小侯爷，谁说不是呢？你回来就回来，为什么拖着个死人？今天可是老爷子60大寿，你这不是故意搞事情吗？父亲，他可不是死人，肥老大，你抬头看看，这里有没有你熟悉的人？就是他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说自己是侯府夫人。4天前在城外破庙里花了1000两白银，要我替他杀一个人，事后拿着脑袋去领赏。胡言乱语，我从未见过你。
你是听了谁的指使在这里信口开河？申婉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父亲，你应该问问华姨娘，我今天刚到京城，就被一群匪哥哥拦路，他们可是说是奉了华姨娘的命令来取我的脑袋，我只能活捉了他们，带回来跟姨娘当面对质。满堂的宾客也不是傻子，到底谁在说谎，一下就看出来了。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，我与三小姐无冤无仇，她又养在乡下，我有什么理由非要杀她？为了三小姐的婚事，我记得你亲口说过，你跟三小姐的生母有仇，万一她嫁进高门，得知真相就会报复你。南阳侯不敢置信地看着华姨娘。这时，京兆尹接到报案，带着一队士兵赶到，就要带走匪老大。赵大人，这人你不能带走，他是沈家的家丁，只有我们沈家才有资格处置。沈侯爷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的。南阳侯一口咬定匪老大是沈家人。雷远，将南阳侯沈志江姨娘华氏给我拿下。传令下去，南阳侯府即刻封门，许进不许出，全部看守起来。一瞬间，原本喜庆的南阳侯府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太子、义王、襄王、成王匆匆赶到，经过一番盘查，终于真相大白。华姨娘脸色惨白，捂着不稳的胎儿有了小产迹象，母凭子贵不再追究，但也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。传本宫命令，华氏有生之年，南阳侯不可立她为正妻，所生子嗣也不得继承南阳侯爵位。寿宴正式开始。祖父见谅，孙女在乡下过得清苦，没有准备贵重的礼物，我能想到的寿礼只有一件，还请祖父不要嫌弃。那是你的孝心，自然不会嫌弃。你说会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战北韩着实不想理会莫名其妙的太子亲哥。祖父请看，我的寿礼来了。只见两个小家伙一起走到老侯爷面前，不少见过韩寒的朝臣露出惊恐表情。这是我儿子，祖父第一次见，只怕是有些陌生。5年前我已经嫁为人妇。荒唐！堂堂侯府嫡女，竟无媒无聘，随便嫁与他人。既然孩子都带回来了，那你的丈夫呢？他死了，上山采药的时候不小心滑落山崖。老侯爷简直要被气死，扬手就要教训萧令月。韩寒和北北同时站了出来。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一个老头子欺负我娘亲算什么本事？你不要这样叫，这是我娘亲。你是我弟弟，你娘亲就是我娘亲，我把我爹爹送给娘亲做夫君，以后看谁还敢欺负他。娘亲说爹爹早死了，我才不要你爹爹。你爹爹不是去世了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是时候拥有一个新爹爹了。韩寒，这句话不是用在这里的。老侯爷瞪大眼睛，这个孩子跟义王殿下长得太像了。战北韩一腔怒火直接撒到萧令月头上。沈三小姐，你到底给本王的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敢哄骗他认你当娘？义王殿下，说话是要过脑子的，无凭无据就污蔑我，未免有失公允吧？义王殿下，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导致我娘亲名声受损，请问这个责任是你来承担吗？我娘亲从未主动招惹你儿子，是你儿子非要缠着我们，我很不喜欢，麻烦你赶紧带他回去，不要总想着抢别人的娘亲，我讨厌他，你们父子俩都不是好东西。韩寒呆愣在原地，北北说的话像是一支利剑，狠狠扎在他的心窝。是我要认娘亲的，你凭什么怀疑他？我不要你当我爹爹了，你找别人当儿子去吧。韩寒气愤地跑出宴会厅。娘亲不许去追他，我不想看到他，更讨厌他爹爹。两个亲儿子闹起来，一个哭着跑嘛，一个不许他追，这可怎么办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侯府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，管家将这对母子带下去。老侯爷的寿宴泡汤了，他恨透了沈婉母子，命令管家将人安顿在刚翻新的翡翠楼。没见识的乡巴佬，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奢华的院子吧？管家的轻视与不屑，却没逃过萧令月的双眼。管家，小少爷身子弱，衣服面料都要用最好的，雪貂狐裘什么的，多来2套。要是少了东西，我拿你是问。管家离开前还不忘呸了一口老痰。什么东西？一个乡下寡妇，还真把自己当作千金小姐，我呸！娘亲，我们以后都要住在这里吗？北北不喜欢沈家吗？不喜欢，这里的人勾心斗角，连个下人都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跟我们乡下比，差远了。乖，我们暂时忍耐一下，等娘亲给你找齐了药材，我们就离开这里回家。在萧令月的心里，最对不起的就是北北。前世的萧令月被人下了多种毒药，机缘巧合，体内残留的余毒都被北北吸收，导致他从小病痛缠身。如今只有京城才能找到所需的药材。娘亲，那个韩寒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年纪、身高都差不多，而且娘亲对他的态度甚是喜欢，他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娘亲知道你是最聪明的，所以也不想瞒着你。韩寒他确实是娘亲的孩子，也是你的哥哥，你们是双生兄弟，所以长得一模一样。因为某些原因，你们从小就分开了，这次偶然相遇，娘亲也很意外。我跟韩寒是兄弟，
那他爹爹其实就是我爹爹，对吗？我想知道娘亲跟翼王殿下又是什么关系？萧令月正准备好好跟他解释事情真相，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，原来是韩寒。听说他们住在这里就跑了。来了怎么不进屋呢？站在外面做什么？我怕北北看到我会生气。韩寒，北北并没有怪你，他当时也是一时气话，我替他向你道歉好不好？不用道歉，都是我爹爹不好，他实在太过分了，换了是我也会生气的。韩寒虽然身在王府受尽宠爱，但心性确实很好。你都听到了什么？我什么也没听到，只有说话声，但是听不清楚。我发誓。韩寒是个粘人精，看北北已经不生气，顿时眉开眼笑。他真的很喜欢北北。北北，你为什么要吃药？是生病了吗？北北身体弱，需要慢慢调养，平时除了吃药，还得配上针灸。我爹爹的库房里有很多名贵的药材，我去拿过来给北北用，反正放着都被老鼠啃了，还不如用在北北身上。萧令月苦笑不得，这家伙生怕好东西送不出去，王府的库房怎么会有老鼠？韩寒，我冒充沈婉的事，你要保密，谁也不能说，包括你爹爹。我保证守口如瓶。寿宴上，战北寒冷着脸，大哥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早就跟你说过要跟韩寒好好沟通，你就是不听，他的性子也是跟你学的。跟我学？那我也没教过他追着女人跑啊，连爹都不要了。你明知道他喜欢沈三小姐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疑人家居心不良，韩寒能不生气吗？他懂什么？那个女人花言巧语，就他笨得要死，追着人家喊娘亲，本王的老脸都被他丢尽了。所以你生气是因为太丢脸，还是担心韩寒被骗？大哥看我笑话好像特别开心。那是当然，好久没有人能把你气成这样了，别怪大哥没提醒你，明天可是韩寒进宫给父皇请安的日子，你要是不赶紧把他找回来，到时候我可不会帮你说话。这时派出去找人的侍卫悄悄回来，王爷，人找到了，但是世子偷跑进了后院，属下不方便跟进去。你去找侯府管家，传本宫的话，让他安排嬷嬷或者丫鬟去后院把世子带出来，他一定是去找沈三小姐了。是，殿下。你少惹韩寒生气，小心他找父皇告状，到时又催着你给韩寒娶继母。你府里那个侧妃，韩寒一直不喜欢。再说咱北倾国也没有女子守寡就不能再嫁的规矩，大不了你把沈三小姐娶回家，做个妾室也挺不错。就他那张脸，泡污了本王的眼睛。管家安排李嬷嬷来翡翠楼接人，突然用力的敲门声，把2个刚睡着的小家伙关住。好家伙，区一个侯府下人，竟敢尊卑不分，未经小姐同意就私闯闺房，被韩寒肿着猪头脸跑回院子，谁知李嬷嬷不长记性，一看到人就颠倒黑白的哭诉：奴婢奉太子之命去接小世子，没想到三小姐多加阻拦，奴婢不过多劝了几句，他就把奴婢小世子在他的竟然要将奴婢。大人，您一定要给奴婢做主啊！李嬷嬷是替太子去办事，沈三小姐分明就是打了太子的脸，我会如实禀告太子殿下，你也不必太过惊慌，就在此等候吧。李嬷嬷心中暗喜，最好是太子殿下重重惩罚他，看他以后怎么嚣张。侍卫如实转述了李嬷嬷的悲惨遭遇，听说儿子不愿回，战北寒愤怒不已。那个沈婉一开始就没安好心，大哥，你仔细想想，韩寒身边一直有暗卫保护，哪一次离家出走遇到过危险？可偏偏那么凑巧救了他。你不会怀疑这沈婉是敌国的探子吧？本王也不是无缘无故怀疑他的，疑点实在太多了。守寡多年的女子带着孩子生活在乡下，生活穷苦，但他那个儿子，而且他还会武功，凭一己之力打败10几个土匪，身手绝对不弱。这么说来，本宫确实得让人好好查查。如今天下7国，能与我北秦相抗衡的，只有南燕和东齐。前年选秀，要不是本王及时发现，南燕国的奸细美人早就安插在父皇身边了。父皇下令不再选秀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战北寒精通兵法战术，又是武学高手，6国恨不得将他除之而后快，但又束手无策。自从5年前开始，战北寒身边出现了唯一的软肋，那就是韩寒。不管沈婉究竟是什么人，有你和本宫在，韩寒不会有危险的。等寿宴结束，再找老侯爷聊聊这件事。萧令月正哄着闹脾气的韩寒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敌国奸细的怀疑目标。娘亲不用再劝我了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你就这么讨厌你爹爹吗？爹爹脾气坏，又霸道又固执，还自以为是，他只会相信那个满肚子坏水的丑女人。你说的那个女人，她是谁？听管家说，在我1岁多的时候，爹爹就把她带回府了。虽然是侧妃，但所有事情都由她管着，时不时的就用一些不上台面的手段，动不动就摆出一副要哭的样子，还要给我立规矩，说我不学无术，任性顽劣，丢了王府的脸面。每一次爹爹都只会相信他，不信我说的。萧令月心疼不已，自己拼命生下的孩子，
竟被人这样作践。韩寒虽然在王府锦衣玉食，却过得并不快乐。不想回去就不回去了，留在娘亲这里也好。北北平时都是一个人闷着，你俩正好可以做个伴。这是他第一次对韩寒承认娘亲这个称呼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娘亲你不赶我走了。我何时赶过你？你喜欢待多久就待多久。那我今天要跟娘亲一起睡。不行，你都多大了，还要跟娘亲一起睡，你害不害臊？那我跟你一起睡，反正我们都是男孩子，这总没关系吧？我不。寿宴结束后，一大群人浩浩荡荡的来到翡翠楼。两位殿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不知道二位有何贵干？沈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请世子出来！他想出来的时候，自然就会出来；不想出来，又何必勉强他？说不定这里有他不想见的人，才不愿意出来。祖父这么着急是做什么？这女人说的人，难道是本王？明明是他哄，不肯走，现在还有脸倒打一耙？你胆子太大了，竟敢动手教训太子殿下的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祖父说的可是李嬷嬷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翼王才是世子的亲弟，自己儿子自己不管，反倒让别人来操心，只怕是堂堂亲王，位高权重，这儿子是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。如今兴师动众的来接人，这是吓唬谁呢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本王的儿子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是轮不到我说什么，但作为一个父亲，亲生儿子宁愿跟着陌生人走，也不愿多看你一眼。翼王殿下难道就不该反省自己吗？你这亲爹做的也太失败了。放肆，沈婉，这话也是你能说的？家门不幸啊！你是疯了吗？还不赶紧跪下向两位殿下认罪！你有什么资格代替本王儿子说话，指责本王不是一个好父亲？你觉得你配吗？两个人针锋相对，气势不相上下，颇有几分硬碰硬的架势。一屋子的丫鬟都在抱头痛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华姨娘打了。哭什么哭？我姨娘还在这里躺着呢。三小姐好狠的心，明知道主子有孕在身，还一直咄咄逼人，害得主子差点。这可是老爷心心念念盼来的孩子呀！如果华氏和肚子里的孩子有什么闪失，我绝不轻饶。爹爹所言极是，沈婉分明就是不希望姨娘生下弟弟，这样的人留在府中，日后必定是个祸害，不如趁早将他赶出去。想把他赶出去谈何容易？老爷子特意派人接他回来，就是为了他与镇北侯府的婚约。爹爹就等着瞧吧，沈婉守寡还带着孩子的消息一旦传开，到时镇北侯府一定会派人上门退婚。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，祖父绝不会再留他。就在这时，李嬷嬷哭哭啼啼跑进来，直接跪在地上。二小姐，老奴伺候姨娘这么多年，一向忠心耿耿，现在被三小姐这么欺负，你和姨娘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一个奴才多干了几年粗活而已，就以为自己有脸面了，说话也不觉得可笑。李嬷嬷，我也想替你做主，可是现在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，想要沈婉付出代价，我倒有一个法子，就看嬷嬷你敢不敢冒险了。二小姐有事尽管吩咐，只要能把沈婉赶出侯府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，老奴在所不辞。沈三小姐，韩寒是翼王唯一的儿子，更是北秦国的皇孙，身份尊贵。你若要一意孤行，恐怕会连累整个南阳侯府。你们不准欺负他！韩寒一脸委屈地走到萧令月身边。我如果再不回去，父王和皇叔都会问罪娘亲的。我不想连累娘亲被欺负。萧令月听后，一颗心就像被揪住了，又难受又心疼。明明这么乖这么体贴，为什么战北韩对他那么严苛？难道是真的厌恶他？就因为孩子是我生的吗？翼王府，侧妃谢玉蕊在院子里已等候多时。世子回来了，以后可不能这样任性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万一遇到什么危险可怎么办？我遇到危险也不关你的事，轮不到你来说教。世子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万一遇到坏人。韩寒被刺激的差点发火，碍于爹爹在场，一声不吭地往屋里走去。王爷您累了一天，妾身已经让人备好热水，王爷不如先去沐浴一番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什么身份？本王说过，用不着自称妾身。别忘了你的侧妃是怎么来的，需要本王提醒你吗？王爷，当年韩寒误食点心，当场中毒，命在旦夕。你不过是一名打杂的罪奴，主动献出家传药方，救了韩寒一命。你当时什么都不求，只求父皇让你入住翼王府，照顾世子长大，这才免你罪奴身份，赐你为侧妃。我们有名无实，你也没资格安排我的衣食住行。王爷，求您别说了。好好掂量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记住，世子终究是世子，你一个宫中罪奴，还轮不到你来管教他。谢玉蕊满脸泪痕，无力地跌坐在地上，下意识摸着自己的小腹。如果我能跟王爷顺利在一起，生下子嗣，他战景睿算什么？一个生母不详的小崽子，还不得乖乖把世子之位让出来？一定要想办法除掉战景睿，早晚都会有机会的。据属下探查，沈婉的身法武功十分可疑，有南燕那边的味道。
哦，你也看出来了，看来本王并没有冤枉他。战北寒想起沈婉那双眼，他的眼神像极了那个人，似乎在哪见过。查，有关于沈婉的一切，给本王查清楚，不准有一丝遗漏，包括他身边有没有出现过男艳人。他有预感，这个女人身上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书房外突然传来通报声：王爷，不好了，侧妃派人过来说，小世子在库房那边闹起来了，还请王爷过去看看。整个翼王府唯一能压制世子胡闹的人，也就只有战北寒。你先下去吧，有任何消息随时上报给本王。偌大的库房里，韩寒孤零零地站在角落，叶七护在他身前。王爷，您可算来了，快救救我吧！世子说要干了我。管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王爷，小世子带着人来库房找药材，说是要送人。接着侧妃娘娘就来了，问世子要送给谁，世子不搭理他，侧妃就让丫鬟彩云去拦，结果不知咋地，彩云打翻了世子的药材，世子一怒之下就叫了暗卫，然后就闹成这样了。王爷，我也是想关心他，才多问了几句，没想到世子喊了暗卫就想干我。你胡说，是你的丫鬟故意打翻我的药材，还上去踩了2脚，满嘴的阴阳怪气，我才让叶七动手的。世子说话可要讲证据，这么多人都看见了。我知道世子不喜欢我，明面上打的是我的丫鬟，其实就是想打我的脸。看着韩寒泛红的眼睛，战北寒的怒气也渐渐消散。韩寒，暗卫是用来保护你的，不是给你拿来欺负人的。我没有欺负人，是他们在欺负我，叶七才站出来保护我的。在战北寒的眼里，谢玉蕊虽然有点自己的小心思，但对韩寒却是很好的。折腾了一天，他也不想追究这样的小事。你不用管了，先下去休息吧，本王会跟他说的。谢玉蕊很不甘心，但在王爷的眼皮底下，他也伤不了韩寒一根头发。你去库房找药材，是为了送给沈婉吧？你不说，本王也猜得到，他倒是很会哄人啊。不是娘亲让我送的，是我主动要送给他的。侧妃照顾你这么多年，就算你故意胡闹，他都不计较，也没见你喊他一声娘亲。沈婉到底有什么好？韩寒不想反驳，在爹爹的心里，他总是跟那个女人过不去，就算解释爹爹也不会听。你们万药楼是怎么办事的？本小姐每个月都要买的蜂王蜜，你竟然敢跟我说卖完了？实在抱歉，这个月确实没货了，都被一位姑娘买走了。是谁买走的？就是门口那位姑娘。好丑的女人！嫣儿，你小声点，别被听见了。我可以去结账了吗？可以，您这边走。站住！就是你把所有的蜂王蜜都买走了，麻烦算一算总共多少银子，我赶时间。丑八怪，本小姐问你话呢，你敢不搭理我？丑八怪在叫谁？当然是叫你。哦，原来是丑八怪在叫我，你有事吗？你敢耍我？这位姑娘，耍人可不礼貌，麻烦你道个歉吧。耍人不礼貌，丑八怪挂在嘴边就礼貌了。萧二小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善良。你认识我？萧如兰是萧家二小姐，出了名的伪善白莲花，萧令月同父异母的庶妹。蜂王蜜是不是被你给买了？快拿出来，那是我的。于姑娘，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下次出门记得带上。你敢骂我没脑子？云儿气得拿出鞭子就要抽过去，只见萧令月身形一晃，一脚将他踹飞出去，在了大街上。嫣儿，怎么是你？襄王哥哥，嫣儿被人欺负了，摔得好疼，你要给嫣儿讨个公道。襄王这人可不简单，整个京城，但凡有几分姿色的姑娘，就没有他不认识的。是谁打了你？男的女的？女的。鱼儿可是京城闺秀里出了名的小阿娇，连她都敢打，难道又是一位火辣美人？哈哈哈！见过襄王殿下。萧二姑娘也在呢，倒是巧了。襄王风流倜傥，身份尊贵，不止于婴儿一人倾心，就连萧如兰也爱慕他。襄王哥哥，打我的人就在里面，他不但抢了我的蜂王蜜，还对我出口恶言，你一定要狠狠教训他。要真是这样，本王就给你做一回主，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笑。襄王瞪大眼睛，里面走出的萧令月让他惊恐不已。我丢，这不是沈家的母夜叉吗？襄王哥哥，就是这个女人欺负了我，你快狠狠教训她呀！于姑娘可不能胡说，本王岂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？哼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不是你说要给我讨回公道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可别胡说，讨什么公道啊？我多打不过这个母夜叉，讨个屁！你一向最疼嫣儿的，而且这次可不是我胡闹，是这个丑八怪先招惹的，我不管，你一定要帮我教训他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要吵架一边去，别挡着我回家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嫣，看在本王的面子上，就当今天是个误会，千万别放心上。算了。什么误会？他都对我动手了。那是你先对沈姑娘动了手，他才还手的。你竟然帮他说话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什么意思？阿美，襄王殿下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吵起来了？萧令月循声望去，脑海传来一阵刺痛，属于原主的画面冲入脑海。萧轩，整个萧家唯一对他好的人，却也是毒害他的人。沈姑娘看起来似乎在哪里见过。我们确实见过，原来萧公子还想着我呢。
真是荣幸。萧如兰闻言赶紧挡在两人中间，警惕地看着萧令月。沈姑娘可别开玩笑了，我大哥一向洁身自好，不近女色，怎能与你见过？可不要毁了我大哥的好名声。就你长成这副丑模样，也敢肖想我大哥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心吧。麻烦你搞清楚，是你大哥先说跟我眼熟，你们萧家真是说谎大王。你大哥要是真的不近女色，那当年的云芝又是怎么死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认识云芝？你跟她是什么关系？云芝怀着你的孩子，被你母亲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不知道真相吗？哼！至于你们萧家谎话连篇，走着瞧吧。萧轩猛然一震，一把抓住萧令月，准备逼问事情真相。拥挤的人群中，一匹骏马飞驰而来。三弟，这可真是巧了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一天不见，你身边倒是不缺男人。这跟翼王殿下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一个闲人，出门逛逛不可以吗？倒是殿下你平时军务繁忙，连亲儿子都没空管，倒有空关心别人了。韩寒要见你，跟本王去一趟翼王府。我得回南阳侯府，现在去不了。理由？我儿子病了，要赶紧回家监要照顾他，最近几天都没时间出门。既然如此，本王跟你一起回南阳侯府。二哥，你闲来没事，陪本王走一趟吧。临走前，萧令月回头看了眼萧玄。如果你真想知道，不如自己去查。不过等你知道全部真相的时候，反而会后悔。有时候被人蒙在鼓里当个棋子，也未必不是一件幸福的事。萧轩还想再追问，却被萧如兰紧紧拉住。一行人刚走到翡翠楼，就看到门口挤满了人，里面传来怒骂声和东西砸碎的声音。我的脸好痛啊，快来救救我！此时屋内已经一片狼藉，地上跪着几个丫鬟，青罗也在其中。沈玉婷满脸是血坐在一旁。你还知道回来看看你养的好儿子对玉婷都做了些什么？娘亲，北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娘亲出门后，沈玉婷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带着丫鬟打伤了青罗，又想用开水烫我。我趁她不注意，用娘亲给我的药粉撒了她的脸。看着沈玉婷受伤，沈侯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抓我治罪，我只能用药粉威胁他们，这才拖到娘亲回来。站在门外的襄王听到后，都不由竖起大拇指。这小不点遇到这种事情却沉稳冷静，还能镇定的叙述过程，真是不简单。如果是韩寒，他那小暴脾气早就炸锅了。看看再说。北北，你做得很好，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，还能利用毒粉自保，娘亲很满意。申婉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父亲吗？你儿子犯下此等大错，你竟然还夸他做得好，真是气死我了。父亲刚才也听到了，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自保，要不是沈玉婷不怀好意闯进翡翠楼，想用开水暗害我儿子，他至于毁容吗？很明显就是自作自受。他胡说，我只是听说他生病了，才好心来看望他，他就用毒粉害我毁容。沈玉婷一激动，露出被抓得鲜血淋漓的脸颊。我丢，好丑呀！是谁在外面偷听？还不赶紧给我滚进来！沈之江以为是府里爱嚼舌根的下人，没想到是翼王和襄王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翼王殿下，襄王殿下，下官不知两位殿下驾临，有所冒犯，还请两位殿下恕罪。沈侯爷不必惊慌，此次前来不过是送三小姐回府，没想到既遇上府上遭遇这种大事，沈侯爷不介意本王旁听吧？下官不敢。沈之江吓得冷汗直流，哪敢说什么介意的话。襄王殿下，玉婷今天受了很大委屈，被人滥害毁容，殿下都不心疼一下玉婷吗？还请殿下为玉婷主持公道。怎么最近那么多女人要我主持公道？难道我长得很像公道吗？二小姐真会说笑，这是你们侯府的家事，于情于理都轮不到本王来管。若是沈侯爷处置不了，也可以报官让金兆尹去解决。襄王最看重女子美色，能跟她攀上关系，完全是因为她有一张美丽的脸，现在脸毁了。沈玉婷恨毒了沈婉母子。沈婉，你可知罪？我不知。你指使你儿子用毒粉谋害你姐姐，如此心狠手辣，你还说不知罪，简直不可救药。父亲是老糊涂了吗？是沈玉婷不怀好意下黑手在先，我儿子只是正当反击，哪里有错？既然你分不清什么是真相，正好翼王和襄王都在，大可以做个公正，我来审。本王愿意做个公证人，你来审，让本王看看你有多少本事。萧令月看着惊慌不定的沈玉婷，你方才说好心来探望北北，却被他用药粉毁了脸，那么请问北北是怎么用药粉伤的你？两位殿下都在旁听，你最好如实回答。我刚走进门，你儿子就用药粉洒在我脸上，满嘴胡话。沈玉婷，你竟连说谎都不动脑子。大门距离北北的床有10几米远，他如何精准地将药粉洒在你脸上？对，是我记错了，不是刚进门，是我走到床前拉开帘子，他才朝我洒了药粉。那你为什么又被烫伤了呢？你去床边探望北北，提着刚烧开的热水是想干什么？
我来替你说吧。你提着茶壶靠近床边，北北发现了你的阴谋，为了自保，在你掀开床帘的时候撒出药粉，你受到惊吓将茶壶摔在地上，这才弄得一身伤。萧令月的每句话都是一个坑，就等着他傻傻的往里跳。原来从始至终都是你在撒谎，贼喊捉贼，本王真是开了眼界了。襄王殿下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襄王生在皇室，见多了后宫的阴狠算计，最讨厌心机深沉的女人。吵死了，滚出去！翼王殿下，对不起，我马上滚。甚至将吓得浑身发抖，带着下人逃命似的滚出房间。娘亲，他们怎么也来了？小不点，你是不欢迎我们吗？韩寒受伤了，闹着不肯上药，在王府里哭着要见你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受伤？闹脾气，从屋顶上跳下来，全身擦伤严重，闹着一定要见你。可是北北也不能离人，我不放心交给旁人。王府不缺能住人的院子，你带着他一起去，不管是太医还是药材，本王都可以给你找来。拿开！我说了不喝，谁要你假好心？一声闷响，谢玉蕊见状假装摔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战北寒走了进来，谢玉蕊又立马起身扑进他怀里。王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刚才真的吓死我了。没想到萧令月一进门就看到这种场景，床上的韩寒脸色苍白，他真的心疼极了。韩寒，你怎么样了？娘亲，我好想你，他们都欺负我。不哭了，让娘亲看看你伤在哪里。王爷，这位姑娘是谁呀？谢玉蕊嫉妒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。你是？我是王爷的侧妃，不知道姑娘是何许人？世子身份尊贵，娘亲这个称呼可不是随便能应的。原来是侧妃娘娘，倒是我失礼了。我听韩寒提起过你。世子年纪尚幼，还不懂得分辨人心，对我存在些许误会。不过不要紧，本妃作为他的长辈，无论他说了什么，我都不会计较的。萧令月终于体会到韩寒所受到的委屈，有这么一个绿茶娘娘，谁能不闹心？侧妃可真会说话，就好像韩寒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错事，需要你来包容原谅似的。所以一直以来你都是好人，韩寒是恶人，对吗？听萧令月这么一说，战北寒也意识到谢玉蕊话里的真实含义。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你怎么会有这种理解？韩寒一直夸你呢，说你想得多，做的也多，平日里特别辛苦，今日一见才知道他夸的一点都没错。姑娘真是过奖了，王爷，您是从哪里认识的这位姑娘？如此伶牙俐齿，怎么也不跟妾身说一声呢？世子的药呢？都在这里。萧令月认出了叶妻，有过一面之缘。听你爹爹说，你从树上摔下来，伤得很严重，娘亲给你上药，你乖乖的忍着点。这么多伤口，你不疼吗？不疼，真的？好吧，其实就一点点疼而已。要不北北你帮我呼呼，听说呼呼就不疼了。这是哄小孩子的，你也信？我们不就是小孩子吗？为什么不信？哼，我才不给你呼呼。沈姑娘，你下手就不能轻一点吗？世子身份尊贵，你要是不会上药就不要乱来，万一加重了伤势，你担待得起吗？然而整个屋子都没有人去理睬他。很疼吗？就一点点疼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不怕。沈姑娘，本侧妃跟你说话呢，你是聋了吗？叶妻，麻烦你准备一盆热水、干净的毛巾和绷带，我来给他擦拭干净，好上药。是，沈姑娘。谢玉蕊气得马上就要暴走了。战北寒瞪了他一眼，不懂就给我闭嘴，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王爷，是妾身说错了什么话了吗？战北寒懒得跟他解释，不禁对他心生厌烦。王爷，妾身出去，回你自己的院子去。谢玉蕊了解战北寒的脾气，不敢停留，狼狈地回到自己院子。派人去查那个女人到底什么身份，怎么认识王爷的，查到了立刻告诉我。是，主子。你最好不要跟我抢王爷，否则我一定要你万劫不复。萧令月端着药回到屋里，战北寒已经离开，只有叶妻和青罗伺候左右。青罗，以后你就安心的跟着我，只要有我在的一天，就没人敢欺负你，我都听三小姐的。青罗脑子一根筋，只要萧令月吩咐的，他就会严格遵从。与此同时，谢玉蕊带着几个人走了进来。王爷怎么不在屋里？回侧妃，王爷有事刚刚离开，说一会再过来看世子。萧令月注意到跟在身后的是南阳侯府管家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瞧我这记性，沈姑娘，这位管家是来找你的。三小姐，镇北侯府的人今天上门来退婚了，老侯爷让你立刻回府。我去能做什么？这婚事是两家自己定下的，也没人问过我是否同意。现在要退婚，又何必非要见我？父亲直接答应就可以了。我现在没空回去。这可是退婚，他怎么这么冷静？难道不觉得很丢人吗？三小姐真的不回去吗？要是老爷怪罪下来，小的可不会帮你承担后果。随便你们。沈姑娘还是回去一趟吧，毕竟有人要跟你退婚。
当事人不出面怎么行？没想到侧妃是个热心肠的人，那么喜欢管别人的家事。要是你想去，我也不介意。翼王府门禁森严，管家能进来，摆明了是谢玉蕊的杰作。想看我笑话，又假惺惺的充当好人。沈姑娘是在开玩笑吗？现在是镇北侯府知道了你的丑事，专门来与你退婚的，与本侧妃有何关系？我好心劝你回去，是不想南阳侯府因你丢了名声，你可不要误会我。我有什么丑事？怎么我当事人不知道，反倒是你先知道了？全京城有谁不知你沈姑娘在乡下勾搭男人，最后当了寡妇，还带着儿子回娘家白吃白喝，把礼义廉耻都丢尽了。你一个从侧门抬进来的妾，既无美也无聘，哪来的脸面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？我不屑搭理你，还得寸进尺跑到我面前炫耀。沈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人抓起来，打断他的手脚。外面的侍卫听到命令，立刻冲了进来。你们敢动一下试试？我是王府的侧妃，世子也看到这个女人对我如何不恭敬，怎么我说的话都不管用了吗？我没看见，只看见你要动手打他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要去找王爷来评理。什么事要找本王？王爷，你快救救我！世子要帮着沈姑娘干了我。满屋子的人除了萧令月，全都双腿发软，跪伏在地。怎么回事？南阳侯府派人过来接沈姑娘，说是镇北侯府来退婚。我只是劝她回去一趟，她竟然嘲讽我只是个妾，没资格跟她说话。我气不过，就想给她点颜色看看，谁知世子竟叫来侍卫，要对我下手。王爷，我真的好害怕。这颠倒黑白、避轻就重的语言艺术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看上去句句实话，表达的意思却完全不同。他平时也这样吗？是啊，动不动就哭，好像所有人都在欺负他一样。真厉害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脸皮这么厚的，贼喊捉贼还能反咬一口，哭起来比受害者还可怜，我都开始同情他了。他是怎么嘲讽你的？他说我是小门抬进来的妾，这不是事实吗？侍卫又是谁叫进来的？回王爷，卑职是听到侧妃娘娘下令，才带人冲进来的。王爷，他不仅羞辱我，还想动手教训我，我一时害怕才叫了侍卫。韩寒受伤还躺在床上，而你身为他的养母，却为了一点小事在这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你根本没把韩寒放在心上。谢玉蕊被沈婉气糊涂了，却忽略了这一点。当初能留在王府，全是因为王爷相信他是真心对待韩寒的。不是的，王爷，我一直惦记着他的伤，这次就是特地来看望世子的。滚出去！立刻，马上！谢玉蕊吓得浑身哆嗦，赶紧带着丫鬟离开。你要回去退婚？不去，北北还在生病，韩寒又受了伤，我这几天都要守着他们，哪都不去。你不怕镇北侯府退了婚，让你名声尽毁？我一个寡妇，要什么名节？能当饭吃吗？管家，你回去告诉我父亲，我3天后回府，镇北侯府那边让他自己看着办吧。是，小的一定把话带到。为了哄两个孩子开心，萧令月找来火炉和厨具，准备大显身手。娘亲准备做什么好吃的？应该是火锅。火锅是什么？是一种很神奇的食物，娘亲每年冬天都会做的，特别美味。真的吗？我好想吃。战北寒一进门就看到3人坐在饭桌前，上面摆满了菜品，火炉上架着一口小锅。你们在吃什么？火锅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本王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什么是火锅，我也想吃。就在这时，丫鬟彩云一进门就跪在地上。王爷，求求您去看一眼侧妃吧，娘娘替世子祈福，不慎感染了风寒，不愿请大夫，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。彩云不停地磕头，要是请不来王爷，恐怕娘娘会怪罪。翼王殿下还是去看看吧，人家有备而来，你要是不去，他渴死在这里，弄得我们谁也吃不好，何必呢？娘亲，我不想吃了。吃饱了吗？吃不下，恶心。没关系的，他恶心他的，咱们不看就行了。娘亲做的火锅不是天天都有的吃，没必要为这种人影响心情。战北寒心里燃起一股无名火。来人，彩云伺候不力，拖下去，杖打20。王爷，萧令月没想到战北寒会这样处理，20杖，半条命都没了。去给南阳老侯爷递个信，就说本王要留沈婉母子多住几天，让他找个合适的理由，千万不要被沈婉察觉。是，殿下。在没有查清沈婉的真实身份之前，战北寒并不打算放他走。3天很快就过去了，韩寒的伤势也已痊愈。娘亲，你就不能多住几天吗？我舍不得娘亲回去。韩寒，娘亲也舍不得你呀，但这里毕竟是亲王府邸，我和北北住几天还好，住的久了总归是不太方便的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和北北都在京城，住的也不远，你要是想我们了，可以随时来找我们玩。要不娘亲再住2天吧？
或者3天、5天也行。你别闹，以后还有机会见面的。战北寒坐在一旁看戏，他知道沈婉母子压根就走不了，不用挽留。王爷，沈姑娘，南阳侯府管家求见，说有急事找沈姑娘。三小姐，小的奉老爷之命，请三小姐暂时不要回府。昨天二小姐带人砸了翡翠楼，府里正在修缮，为了2位小姐不再起冲突，所以老爷让三小姐在外面回避一段时间。沈玉婷怎么有脸砸我的院子？父亲是担心我对他出手，才让我不要回去吧？那娘亲就留在王府多住几日，等院子修好了再回去。这些银票是老爷给的补偿，先委屈三小姐住客栈，或者住其他地方也行。这几日留在王府，可有不满意的地方？那倒没有，住得挺舒服的，房间大，下人也恭敬，2个孩子也陪在身边，很开心。既然如此，多住几日也无妨。王爷这是在挽留我吗？韩寒喜欢你。说完便径直离开。管家一看任务已完成，也立刻告退。明明是关心儿子，却不肯承认，还真是傲娇。沈婉母子留下，最不高兴的人就是谢玉蕊。沈婉，就你这富丑八怪的模样，还是一个被人用烂了的寡妇破鞋，是怎么好意思出现在王爷面前的？也不怕污了王爷的眼睛？你都好意思站在我面前，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站在王爷面前？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搬弄唇舌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些坏心思，敢勾引王爷，我就让你不得好死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土包子，连宝石都不认得。有些东西你以为是价值连城的宝石，可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块烂大街的石头。与其来警告我，不如守着你的宝石，别动不动就把人当贼看，懂了吗？谢玉蕊听懂了沈婉的暗示，只觉得这个女人是个怪物，居然对战北韩不动心。沈婉当真这么说？属下听到的就这些。侧妃走了之后，沈婉也离开了。叶一，沈婉的底细查得怎么样了？叶一将查到的信息一五一十的禀告。那个女人从一开始就表明了，她根本就不是沈婉。真正的沈婉今年不过17，可那孩子已经5岁，这么明显的破绽，竟没有一个人发现，真是可笑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跟南烟又有什么关系？战北韩很想查清这件事。上次抓到的南燕探子，就用他做鱼饵，想办法透露给沈婉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王府花园里闹鬼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可不止一人听到呢，每到午夜时分就传来惨叫声。昨晚巡逻的侍卫也听到了，好吓人，我都不敢从这花园里走了。2个丫鬟窃窃私语，脸上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你们在偷偷议论什么呢？奴婢见过沈姑娘。起来吧。你们刚才说这王府花园闹鬼，将此事详细说与我听听，我不会告诉旁人的。闹鬼这种事比较忌讳，可沈婉又是王府贵客，2个丫鬟胆战心惊。奴婢也是听守夜的下人说的，王府西边的花园里半夜就会传来惨叫声，当巡逻的去查看时，又看不见任何人影，草地上还有一些奇怪的拖拽血迹。管家命令我们半夜不许靠近花园。萧令月隐约猜到是怎么回事，没有继续追问。半夜，萧令月来到西边的花园，听那2个丫鬟的描述，又是惨叫又是血迹，根本就不是闹鬼，而是一王府的暗牢藏在这里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暗牢里关押着南烟的人。萧令月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早已走进战北韩设计好的陷阱中，整个暗牢里只关押着一个人，已经被折腾得奄奄一息。你是南烟人吗？多年不见，魏老夫人的咳疾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怎么知道魏老夫人有咳疾？一个故人，如今老夫人的身体可还康健？老夫人一切都好，有太子妃照料，旧伤已经康复。太子妃是谁？太子妃魏家三小姐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为何不可能？太子5年前大婚，南燕百姓皆知，到底是谁？5年前大婚，这怎么可能？魏家三小姐魏少荣就是我自己呀！我5年前就被太子慕容烨亲手嘎了，怎么可能与他大婚？你到底是谁？南燕人还是北秦人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现在也救不了你，日后有机会再来搭救你。暗牢里不能待太久，万一被发现，真是百口莫辩。萧令月立刻加快了脚步。既然来了，又何必着急着走？沈婉，萧令月心头一震，下意识就要逃走，却被战北韩的大手死死按住。刹那间，肩膀处的牙印隐约可见。他肩膀上的牙印。战北韩回忆起5年前那个新婚之夜，他咬得又狠又深。难道这个女人是萧令月？怎么可能？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从战北韩出现的那一刻，萧令月早已放弃了挣扎。你肩膀上的牙印，谁咬的？翼王殿下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人？本王要你亲口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这个问题，萧令月也说不清楚，因为他的身份太多了，而且都是足以致命的身份。战北韩，你是不是在背后调查我？你身上疑点重重，本王调查你不是应该的吗？来历不明又冒充沈家人，怎么看你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以你的脾性，不差个水落石出，怕是永远都不会安心。哼，
你脸上的胎记是假的，为什么要假扮沈婉？真正的沈婉又去了哪里？是不是被你灭口了？沈婉决定抛开身份与意中人私奔，刚好我也需要一个身份，就顺便顶替他回沈家，免得沈家以后找他麻烦。你倒是够坦白，冒名顶替，在北行可是滔天大罪，你就不怕本王治罪于你？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响起衣服的摩擦声和说话声。阿秀妹妹，哥哥想死你了，快让哥哥亲一下。壮哥哥，你小声点，万一被人听见了就不好了。这深更半夜的，谁会来这个花园？都说这里半夜闹鬼，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。快点，哥哥等不及了。你王府里的下人还挺有意思的，大半夜跑到闹鬼的花园里约会，胆子可真大。我们悄悄地走吧，不要扰了他们的兴致。战北寒不同意，两个人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。什么声音？是不是有人？阿秀妹妹，你乖乖待在这里，我过去看看。借着皎洁的月色，男子一眼就看到草地上有2道人影靠在一起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自家王爷。第二天，王爷私会女子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府。这消息真的假的？王府里真有女人敢这么勾引王爷？很多下人都在说，连细节都有，只怕是真的。战北寒宁愿在外面偷吃，也不愿碰他。谢玉蕊很不甘心。娘娘，奴婢觉得王府里那个赖着不走的沈婉很是可疑。沈姑娘好生悠闲，看到本侧妃来了都不知道起身行礼了。又是你来找我有何贵干？我是来恭喜你的，你跟王爷的事，府里上下都传遍了，过不了多久就能一顶小轿抬进王府，唤我一声姐姐了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沈婉，我倒是小看你了，本以为你一副丑模样，至少是个安分的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羞耻，竟敢在花园里勾引王爷，现在还装得这么无辜。萧令月听后觉得让人好笑，明明是一对下人偷情，都让战北寒背了锅。既然如此，侧妃应该去找翼王殿下私会这种事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或许不是我勾引他，而是他看上了我呢。王爷是什么眼光，会看上你这个丑八怪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怎么好意思？这可就难说了，他还真就看上了我这张脸。我劝你最好赶紧去问，否则再被我勾引几次，说不定就要娶我做王妃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去是吗？沈婉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。傍晚时分，青罗脸色苍白的从外面回来。小姐，刚才我看到王府的管家把所有下人都召集起来，训斥了一顿之后，不仅把几个下人的舌头拔了，还把他们赶出府。杀鸡儆猴，这一招确实高明。这一王府的规矩太可怕了，奴婢亲眼看到他们满嘴都是血，太吓人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回侯府啊？差不多是该回去了，明天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娘亲住在这里不开心吗？原因没有特殊原因，我们住王府半个多月了，想必侯府那边也该修缮妥当，是时候回去了。赖在王府不走，要遭人说闲话的。他需要在京城给北北找解胎毒的药，一直住在翼王府总归不太方便，但他不能说，也不想说。娘亲舍得跟我分开吗？韩寒乖乖的，到时候娘亲再来看你好不好？娘亲不肯留下，那带我一起去侯府。不行，你给本王老实待着，哪也不许去。沈婉，你要能说服韩寒，随时可以走。战北寒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，直接把锅甩给了他。你不要闹，乖乖听话，我们以后还能见面的。真的吗？北北，你保证不丢下我一个人？我保证，绝对不会丢下你。就这样，韩寒被轻易哄好了。小孩子果然还是要靠小孩子去沟通。母子当天顺利离开翼王府。娘亲，韩寒真的是我亲哥哥吗？那以后离开京城，会带上韩寒一起走吗？萧令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战北寒是不允许他把韩寒带走的，若是暴露身份，反而连北北也会被一起抢走。他认不出娘亲，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是因为娘亲不想让他知道吗？你和韩寒自幼分开，是有不得已的理由。我不想让翼王发现你，也是担心他会把你抢走，又不能好好的照顾你。我不会离开娘亲的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能将你从娘亲身边抢走。娘亲说的不得已的理由，是翼王伤害了娘亲吗？你怎么会想到这个？他都有侧妃了，花心大萝卜。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肯叫他爹爹的原因。我才不要叫他，我又不稀罕。我跟他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侧妃，一时半会是说不清的，但这些都是大人的事，你一个小孩子就别瞎琢磨了，省点心力，好好养身体就行。萧令月回到侯府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沈之江就带着家丁怒气冲冲走了进来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你还知道回来？父亲，我这刚回来，你就破口大骂，这是为何？
你到底给玉婷下了什么狠毒的药？你知道这段时间她是怎么过的吗？他敢对我儿子下手，我没直接弄死他，已经是手下留情了。你姐姐现在还躺在病床上，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心，就把解药拿出来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敬酒我不稀罕，但这罚酒天底下还没几个人敢让我吃。父亲想试试？别说沈玉婷对北北的恶毒心思，就是沈之江现在这种态度，还想找他要解药，简直做梦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肯交出解药？想要解药也可以，我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我要青罗的卖身契；第二，打过青罗的下人自扇100个巴掌；第三，让沈玉婷亲自给我儿子赔礼道歉。前2个条件我都依你，但玉婷是你的亲姐姐，你竟然让你的姐姐给你几岁大的儿子赔礼道歉，你这是在羞辱他吗？道个歉就是羞辱了，那他欺负我儿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以大欺小很羞耻呢？沈婉，你纵子伤人还毫无悔意，口口声声说表妹恶毒，你自己又有多善良？舅舅，既然他不识好歹，还是交给我吧。萧令月循声望去，原来是萧家4少爷萧俊，萧轩的亲弟弟，正拿着佩剑对准他。怎么，你想跟我动手？我不欺负小孩子。萧俊一听，怒火更盛，长剑便朝萧令月心口刺去。沈之江却异常兴奋，只要萧俊能把沈婉拿下，我自有办法从他手里拿到解药，还能狠狠出一口恶气。随之一个眨眼的功夫，萧令月就轻而易举地将萧俊给制住。关键时刻，老侯爷带着人包围了整个院子。沈婉，你放肆，做事如此心狠手辣，先毒害你亲姐姐，又打伤你表哥，非要搞得沈家鸡犬不宁才高兴吗？祖父言重了，我向来与人为善，任何人只要不犯到我头上，我自然不会主动招惹，不管是沈志江、沈玉婷还是萧俊。老侯爷不想跟他掰扯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，心里多少也有数。现在重要的是拿到解药治好孙女的脸。你父亲这件事做得不好，但玉婷毕竟是你姐姐，你也该适可而止，把解药拿出来吧。祖父说的是，我也无意为难沈玉婷，只要她来给我儿子赔礼道歉，我自然会把解药给她。你非要如此吗？做错了事就该承担代价，除非他道歉，否则我没有义务要帮他。他道歉就道歉，我替玉婷答应了。沈婉，你对你这个儿子倒是十分看重。他是我的儿子，我当然看重。沈之江是真没想到沈玉婷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去赔礼道歉。你提的前2个条件我们都已经做到了，现在可以让玉婷道歉了吗？行吧，既然父亲这么迫不及待，那赶紧道歉吧，我跟北北还没吃饭呢。沈玉婷千万个不情愿，但也知道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只能忍着屈辱上前。三妹，之前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赔礼道歉，希望你……等等，你想害的是我儿子，应该给我儿子赔罪。姨母做错了，给你道歉，希望你能原谅姨母一回。北北，要不要原谅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算了，既然我儿子说算了，那就算了吧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说完便拿出一个小药瓶放在桌上。爹爹，他竟然这样羞辱我，我不甘心。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，赶紧养好你脸上的伤，再过几日便是先皇后的生祭。老爷子说了，只要你脸伤恢复了，这次也带你一起去。昭明帝对先皇后情深意重，每年的生祭日都会在相国寺举办隆重的祭拜大典，到时襄王殿下也会去，你要好好把握机会。女儿明白，先皇后的生祭日，沈婉是嫡女，她是必须去的，等找到机会，一定要她不得好死，狠狠报今日之仇。先皇后生祭前一天，所有人抵达相国寺，依次给先皇后上香磕头。好巧不巧，偏偏轮到她的时候，3根清香断裂掉在地上。不是我，是这香自己断的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断的。苦海大师为何灵前无故断香？阿弥陀佛，看在皇后娘娘生计的份上，还请陛下再给她一次机会。求陛下再给臣女一次机会。既然大师开口求情，朕便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陛下。然而沈玉婷越害怕越是心里紧张，一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燃烧的蜡烛，火苗瞬间蔓延。救命啊！起火了，快救我啊！快保护灵位！就在这时，太子妃冲进火海抱住灵位，下一秒就被大火包围，火总算扑灭了，所有人吓得跪在地上。太子妃严重烧伤，被送往偏殿。苦海大师，可愿告诉朕，灵前断香是何缘故？灵前断香，代表上香之人有不敬之心，亡魂不愿接受其香火。不敬之心，朕知道了。说完便示意大师带着众多弟子退下。陛下饶命，我没有对皇后娘娘不敬，都是她，肯定是沈婉陷害我。你就是沈婉，此人指控你陷害他，闯下大祸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回陛下，臣女没有陷害他，
你胡说！上香的时候故意推了你一把，想害你撞上先皇后的灵位，被你发现后怀恨在心，所以你用同样的方法来害我。你心肠怎么这么狠毒？我和祖父、父亲站在一起，距离你有3米远，所有人都看着，我是怎么推的你？不是推，你肯定用了别的方法。萧令月只是用暗劲折断了他手中的香，并没有害他去撞先皇后灵位。够了！沈家庶女沈玉婷在皇后灵前大不敬，御前失仪，毫无悔改之意。回京之后打入天牢，赐毒酒。沈玉婷吓得呆若木鸡，表情空白。南阳侯沈志江教女不善，即日起南阳侯府夺爵，沈志江官降3品，以儆效尤。谁也没想到，祖宗传下来的荣耀，竟毁在一个庶女手里。陛下，几位太医让小僧前来询问，殿中可有精通医术的女眷？太子妃伤在体肤，太医们不便细看。萧令月安静地跪在地上，尽可能的低调，少惹事。父皇，沈婉精通医术，可以让她试试。当真？皇祖父姨母的医术可好了，她一定能治好皇伯母的。沈婉，朕命你协助太医照看太子妃，若你能将太子妃的伤势照顾妥当，朕便不追究你的过错；若是不能，便2罪并罚，朕绝不轻饶。臣女接旨，谢陛下隆恩。厢房里，太子妃躺在床上，身边站着几个太医，太子守在床边。文儿，父皇派了懂医术的女眷过来替你上药。不知这位姑娘如何称呼？臣女沈婉。那就有劳沈姑娘。殿下，这里有沈姑娘照料就够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本宫在这里陪着你。臣妾伤在体肤，上药时只怕不雅，殿下还是回避一下的吧。你是为救母后的灵位才受伤，本宫是你夫君，怎么会嫌弃你的伤？太子殿下还是去外面等候吧。你位越己容，即便是夫妻，太子妃也不愿意在你面前露出丑态。如果真的心疼她，就体谅一下她的心情。好吧，本宫就在外面等候，这里就交给沈姑娘了。太子转身离开后，屋内就剩下2个女人。太子妃，我再给您诊下脉，免得太医有疏漏的地方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太子妃曾经小产过吗？2年前小产过1次，身体的亏空没有补回来，已经成了顽疾。沈姑娘一搭脉就诊出来了，医术真是高明。萧令月不仅看出她曾经小产，而且还是中毒导致的。太子殿下那么关心太子妃的身体，就没有想过别的方法吗？这2年，殿下不断在民间寻找名医，但结果都一样，除了慢慢调养，也没其他办法了。天一阁飞鸽传书说的那位替人求医的客人，10有8九就是太子，病情症状一模一样，买得起天一阁堪称天价的药方，要有足够的钱财。没想到病人就是太子妃。与此同时，厢房外面，北北的面具被战北韩耍诈摘了下来，这是一张和韩寒完全不同的脸。哇，北北，你好漂亮呀！你怎么会长这样？我天生就长这样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战北韩说不上哪里有问题，只是直觉不对。你跟你娘亲长得倒是一点都不像。我第一次见到娘亲的时候，她长得和北北很像，可漂亮了。你说的不对，不是娘亲像我，是我长得像娘亲啊！对对对，都特别好看。来相国寺之前，萧令月就定制了这张薄如蝉翼的面具，他再也不用担心北北会暴露身份了。院门口，守卫的一队禁军正持刀拦着一名男子。我是镇北侯府的世子，我叫楚元启，镇北侯爷是我爹，我是来找沈婉退婚的。老侯爷气得一口鲜血骤然喷出，一个人孤零零地昏倒在厢房。你就是沈婉？娘亲！我操！都有2个儿子了，还好意思拖着不退婚，还想嫁与我做正妻？小侯爷不要误会，这位是义王府的小世子，还请您不要胡言乱语。义王府的世子怎么会管沈婉叫娘亲？我就喜欢叫她娘亲，关你什么事？莫名其妙的跑出来指责我娘亲，是不是有毛病？世子，这位是镇北侯府的小侯爷，来找沈姑娘退婚的。这婚事不是我定下的，你找我有何用？只要沈家答应，我完全没意见。萧令月认为自己说的已经够清楚了，楚元启却勃然大怒。我爹派人上门7、8次，沈家每次都说你不在，一定要你亲自出面才能退婚，是把我们镇北侯府当猴耍吗？好不容易今天逮到你，这婚今天必须退。我确实不知此事，沈家也没告诉我，这婚约我本来就没当回事。既然你都找上门了，那就退婚吧。当初沈家收了我们一只家传玉镯作为信物，既然你答应了退婚，应该把玉镯还给我，那是镇北侯府传给儿媳妇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认为沈家会交给我吗？沈家人说玉镯在你身上，你最好乖乖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娘亲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他若是喜欢，我把皇祖父库房里的全给他，谁稀罕你家的破镯子？我娘亲明明愿意退婚，沈家却说我娘亲不同意，故意抵赖。麻烦小侯爷动动脑子，到底是谁在撒谎？
这个问题楚元启一直都知道，是沈家在拿沈婉当借口，赖着不退婚。既然是沈家在说谎，他们却一口咬定玉镯在我娘亲身上，明摆着把你当猴傻。楚元启哑口无言，严重怀疑自己的智商。就你这样，居然还担心娘亲非要嫁给你，你都没有北北聪明。有人你们两个在这里等着，娘亲去找祖父拿玉镯，尽快把婚事退了，省得以后麻烦。娘亲快去吧，我和北北会乖乖等你回来的。娘亲身上有婚约，总归是个麻烦，早点解决了也好。我一个堂堂镇北侯府世子，身份尊贵，风流倜傥，多少富家千金想嫁于我，你居然说我是个麻烦。老侯爷万万没想到，沈婉竟带着小侯爷亲自来找他。老侯爷见谅，父亲说不把家传玉镯拿回来，他就要上告陛下，让陛下以不孝之名打断我的腿。晚辈也是没有办法。老侯爷心知退婚之事不可再推，沈家刚刚触怒陛下，万一又被告上一状，怕是祸上加祸。那个玉镯，老夫记得是收在沈家库房里，这次来相国寺没有带上，等回京后，老夫一定派人送到府上。老侯爷向来一言九鼎，那晚辈回去禀告父亲，告辞。楚元启前脚刚走，老侯爷就面露狰狞：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明知道沈家正遭遇大难，需要强力的姻亲扶持，要是真的和镇北侯府退了婚，你知道沈家会落得什么下场？沈家何时把我当做亲人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祖父指使父亲拿我做挡箭牌，污名臭名都让我背了。我若真的吃里扒外，就该让镇北侯府去告御状，让陛下好好看看沈家是如何的上梁不正下梁歪。老侯爷气得一口鲜血骤然喷出，一个人孤零零的昏倒在厢房，无人照料，也没人关心。萧令月刚回来，两个小家伙就迫不及待的追问：娘亲，那个玉镯找到了吗？婚约退了吗？玉镯在沈家库房里放着，等回京之后找到玉镯就能退婚。我看娘亲的家里人好像都不愿意退婚，还拿娘亲做借口，这退婚不会再出什么意外吧？不必担心，沈家现在都自身难保，就算有什么想法，怕也没这个本事了。那就好，要是沈家再三阻挠娘亲退婚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哦。告诉你做什么？我可以把爹爹拉过来，有他镇场子，谅沈家那些人也不敢说什么。你倒是很会使唤你爹爹，还镇场子，这是要把战北韩当镇宅神兽是节奏吗？有什么关系？爹爹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萧令月哭笑不得，用过晚膳后便带着他们在院子里散步。韩寒，太子妃以前对你是不是很好？是啊，爹爹军务繁忙，经常不在府里，皇祖父把我接到宫中，都是皇伯母亲自照顾我的，对我视如己出。那你知道太子妃2年前没了小宝宝的事吗？我听宫女们议论，说皇伯母被人害得没了宝宝。那段时间皇伯父心情不好，赐死了一个侧妃，还发落了很多伺候他的太监和宫女。从那之后，皇伯母的身体越来越差。娘亲有办法治好皇伯母的身体吗？我也不确定，但是可以试试。太好了，皇伯父一定会很感激娘亲的。萧令月决定出手，全是因为太子妃疼爱韩寒。能不能治好太子妃，要先研究一下。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别人，韩寒要替娘亲保密。娘亲放心，韩寒很乖的，绝对不会说出去。萧令月打算写一封回信给天一阁，接下这个单子。虽然这样的操作比较麻烦，却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吹响口哨后，天一阁培养的送信蜂鸟迟迟没有出现。就在这时，一种古怪的气味传来，这个气味是桐油，含有剧毒。随着夜风吹来，桐油的气味越来越浓。佛殿起火了，快来人啊，走水了！萧令月顿感不妙，赶紧回到房间叫醒两个孩子。北北，韩寒，快醒醒，跟我出去，情况不对劲。战北韩不知收到什么消息，带着龙灵卫下山了。萧令月瞬间明白，这是调虎离山。目前最重要的是先保护两个孩子。此时，一群刺客冲出水面，兵分两路，看得出来都是精锐的高手。娘亲，这些人是刺客吗？他们要行刺谁？应该是你皇祖父和皇伯父，他们是有备而来，暗地里不知道还藏了多少人，这里不安全了，我们先离开。那皇祖父和皇伯父怎么办？他们身边都有禁军护卫，不会有事。忽然，一名重伤的禁军倒在不远处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嘴里不停地喊着：“陛下遇刺，护驾。”然而麒麟堂内，昭明帝已经遇害，脸上泛着不祥的污渍，很明显是中毒了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黑衣刺客高举大刀，正要砍向昭明帝。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你？薛海呢？薛统领和其他禁军都被拦在门外，外面全是刺客放的毒烟，禁军们伤亡惨重。太子呢？
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目前下落不明，应该是逃出去了。陛下中了剧毒，现在毒素已经扩散，想要保住性命，必须马上把毒逼出来。你有把握保住朕的命吗？我有信心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今晚这场刺杀是冲着朕来的，太子也有可能被牵扯其中。朕现在不能死，否则群龙无首，北秦就要彻底乱套了。萧令月拿出一粒药丸送到昭明帝嘴边，这是保护心脉的药丸，虽不能解毒，但能延缓毒素蔓延，好争取时间。昭明帝并没有立刻服下，而是反问道：“你知道朕为什么信你吗？”臣女不知。是因为韩寒。萧令月闻言愣了一下，朕听说过你。沈婉，韩寒说很喜欢你，还要让你做他娘亲，甚至求朕给你和翼王赐婚，让你堂堂正正的做他娘亲。朕认为能让韩寒如此信任的人，不会有什么坏心思。昭明帝咳嗽的差点咽气，萧令月见状急忙将药丸塞进他嘴里，便开始疗伤解毒。殿下可相信，臣女从未想过要攀附翼王。比起翼王妃这个位置，臣女更喜欢小世子，恨不得将她带回家自己养。昭明帝失血过多，现在怎么出去才最头疼？正为难时，薛海带着禁军从屋顶跳了进来，但萧令月还是感觉心不安。有刺客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北北，韩寒。萧令月飞身而去，是他太疏忽大意了。韩寒是翼王唯一的儿子，也是昭明帝最宠爱的皇孙，那些刺客绝不会手下留情。北北，韩寒，你们在附近吗？萧令月急得顾不上是否打草惊蛇，忽然传来北北微弱的回应声：“娘亲，是娘亲吗？我在这里。”北北，是北北的声音，是从这井里传来的。韩寒跟你在一起吗？韩寒不在，娘亲，我好怕。在月色的照亮下，萧令月顺利地将北北带回地面。北北，你怎么会掉到井里？身上有没有受伤？韩寒去哪里了？他没事吧？娘亲，韩寒有危险，他把刺客引走了，你快去救他。你放心，娘亲一定把韩寒安全的带回来。我们先回正殿。回正殿做什么？我们不去救韩寒吗？韩寒被刺客带走，现在估计不在相国寺里，盲目的找怕会误了时间。之前陛下遇刺，我特意留了2个活口，回去审一审，有可能知道他们的藏身之处。昭明帝得知韩寒被刺客劫走，勃然大怒。韩寒那么信任你，又一直跟在你身边，今晚情况这么混乱，你自己儿子好端端的保护着，韩寒却被抓走了，你怎么有脸让朕再信你？萧令月并没有过多解释，而是跟着禁军去审问刺客韩寒的下落。我和韩寒一直在一起，娘亲是为了救陛下，才把我们托付给禁军保护。娘亲并没有偏心，韩寒遇险都是为了保护我，陛下不能这么冤枉人。韩寒为什么要保护你？不惜让自己冒险？我也不知道，等他安全回来，我再问他吧。陛下，纵火的是2个和尚，已经招到了活捉的2名刺客。经审问，他们的接头地点在断龙坡。我先行出发，寺庙发生这么大动静，想必翼王已经在赶回的路上。等他到了，陛下告知他情况，来接应我。既然如此，你务必小心，这孩子身上也有不少外伤，我会让太医诊治。时间紧急，萧令月不想耽误时间，匆匆离开了正殿。赵毅，你们是谁在审问？不到1刻钟，刺客便松口了吗？不敢欺瞒陛下，是沈姑娘亲自审的。那2名刺客宁死也不招供，沈姑娘就用匕首将他们的胳膊活生生削成了骨架。2名和尚吓疯了，就把一切都交代了。昭明帝没有说话，闭目沉思起来。沈婉的种种举动和他的身份实在违和，不禁让人心生怀疑。启禀殿下，医王殿下回来了。战北寒风尘仆仆地走进正殿，昭明帝将今晚遇刺还有韩寒被带走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我把龙鳞卫留给父皇，一半去寻找大哥大嫂，一半留在父皇身边。韩寒那边我亲自去，这是最妥当的办法，防备刺客再次偷袭。昭明帝、太子、太子妃一个都不容有失。那个沈婉身上确实有很多问题，朕知道你一直对他有疑心，但是今晚若不是有他出手，朕只怕早已命丧黄泉。父皇想说什么？朕只想告诉你，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战北寒点点头，走出正殿，有他在，所有人都不许有危险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就有5名刺客命丧战北寒手中。忽然有名刺客惊恐喊叫：“是北秦翼王追过来了！二统领，快逃啊！”所有刺客挡住去路，阻止战北寒靠近，而那位2统领疯狂地逃窜，一个不小心摔进土木。萧令月差点笑出猪叫声，从没见过这么废物的头领。韩寒身上有没有受伤？哪里难受吗？我就知道娘亲是最厉害的，一定会来救我。是我和你爹爹一起来救你的。北北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他现在跟你皇祖父在一起，安全得很。那就好。
韩寒虽然被刺客抓走，心里没有太多害怕，更担心的却是躲在枯井里的北北。还有一个头领跑了，本王去追，你们跟在后面，保护好韩寒。战北寒撂下这句话，便快速追了上去。你爹爹还是很关心你的。爹爹也很信任娘亲呢。啊，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？如果爹爹不相信娘亲的话，是不会把我交给娘亲，自己去追刺客的。他都不怕娘亲把我偷偷带走了。此时，刺客头领以及幸存的几名刺客都被堵在断崖之前。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他可真会威胁人，连饶一条狗命这种虚伪话都不说，上来就是让你死得痛快点。看着狼狈不堪的刺客们，韩寒满脸的幸灾乐祸。你们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还想杀我，我就说你们没这个本事吧。战北寒，真是好久不见了。你是谁？呵呵，昔日的老熟人了。不过区区5年不见，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真是贵人多忘事。本王可没有你这种藏头露尾的熟人。这人好生奇怪，明明是他不肯表明身份，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，却怪别人认不出来。韩寒，你可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？叫什么呀？叫自作多情，自以为是个人物，结果别人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，所以就恼羞成怒，变成了恨。竟然还有这种人！你个臭女人，给我闭嘴！韩寒顿时就不高兴了。你骂谁呢？我娘亲指名道姓说你了吗？少在这里自作多情。娘亲！头领闻言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看了看战北寒，又看了看萧令月，哈哈哈哈！娘亲，战北寒，你竟然娶了一个这么丑的女人做王妃，这人脑子是不是有点问题啊？莫名其妙的笑成这样。也许吧。萧令月知道这个头领是会错意，误以为他和战北寒是夫妻关系。想当年，翼王与我那位女扮男装的堂弟私定终身，连国家都不管不顾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少真情呢。没想到短短5年，翼王不但娶了个丑八怪，还有了儿子，真是太好笑了。魏少荣，如今的南燕太子妃，翼王殿下可还记得？萧令月怎么都想不到，竟会在这里见到曾经的亲人。南燕魏家是一个传承数百年的簪缨世家，族内规矩森严，是南燕最顶尖的朝堂世家之一。眼前的人称呼魏少荣为堂妹，他到底是谁？说完了吗？南燕的太子妃与本王有什么关系？不相干。我可听说，在5年前，你曾经想娶她是吗？南燕和北秦多年的死对头，你一个北秦皇子，竟然想娶南燕魏家的女儿，真不明白你脑子里是怎么想的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本人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战北寒抬头看了一眼萧令月，似乎察觉到他的情绪不太对。5年前年初时分，当初他可是要以正妃之礼迎娶我三妹。萧令月突然感觉自己认知的一切都被推翻了。5年前年初，我已经跟慕容烨撕破了脸，软禁在魏家别院，根本不知道朝堂上发生了什么。堂堂翼王被我三妹当众拒婚，他一点都看不上你，拒绝了和亲之后，便立刻答应了太子殿下的婚事，如今早已经是南燕太子妃了。战北寒没有被头领激怒，反而是萧令月不淡定了。无论是战北寒还是慕容烨，或者是当年的魏少荣，这些事情都只和他们有关。你在中间算什么？一个连名号都提不上的跳梁小丑，轮得到你在这里大放厥词吗？藏头露尾的败军之将，刀下蝼蚁而已。你给战北寒提鞋都不配，哪来的脸在这里嘲笑他？战北寒已经没耐心再听下去，不肯束手就擒，那就受死吧。谁知一名刺客拿出一个东西，往地上一丢，断崖上冒起阵阵浓烟。当烟雾散去，战北寒身边躺着4具刺客的尸体，而那个可恶的头领已经不见踪影。王爷，属下来迟，请王爷恕罪。起来吧。叶七走到韩寒面前，屈膝蹲下。属下收到王爷发出的信号，十分焦急，便和大首领一起赶来了，没能保护好世子，是属下失职。没事了，这又不能怪你。相国寺不允许暗卫跟随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叶七不仅是韩寒的贴身暗卫，更是主人手里的一把刀。因为常年染血，杀孽深重，所以暗卫不允许踏入相国寺。太子与太子妃找到了吗？回禀王爷，已经找到了。2位殿下遇到厮杀时，被寺中几位年迈的老和尚所救，将2位殿下藏入了藏经阁中，这才避过了刺客的追杀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耽误时间了，先回相国寺再做商议。受到惊吓的沈志江和沈玉婷看到萧令月，立刻上前叫住他。沈婉，父亲这么急着叫住我，所谓何事？我听人说，昨晚陛下遇刺，是你救了陛下。父亲问这个有何目的？那个爹爹知道以前委屈了你，爹爹知道你一向又乖又孝顺，现在沈家正遭大难，你救驾有功，正是天赐良机。只要你和陛下说，希望他宽恕沈家，让沈家恢复爵位，陛下一定会同意的。拿我的功劳去换沈家的爵位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父亲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如果沈家倒了，你一个女人家又带着个孩子，在京城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没人护着你，没人给你撑腰，谁都能欺压到你头上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
所谓的家族庇护靠山，完全就是个笑话。你们只要不想着怎么害我和我儿子，我就感恩戴德了。我们母子就算没有沈家，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一晚上的折腾，萧令月实在懒得管他们的闲事，转身往厢房走去。沈婉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我们再好好谈谈。叫什么叫？安静点，给我跪好！什么？太子妃怀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沈家之女沈婉于昨夜护驾有功，朕论功行赏，特封沈婉为安平县主，享正二品县主爵位，令赐京中府邸一座，黄金1000两，宫牌1枚，可自由进出宫门。待回京之后，入宫中库房自行挑选赏赐。萧令月呆愣在原地，半天都没反应过来。县主可是正二品爵，仅此郡主之下。敢问陛下，封县主之事，一王可曾知晓？朕对你论功行赏，和一王有什么关系？萧令月想起战北韩对自己的种种怀疑，要是知道他被封了县主爵，会是什么反应啊？陛下，不知道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情况如何？娘亲，皇伯母被人救回来的时候，经太医诊脉，皇伯母肚子里有小宝宝了。什么？太子妃怀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以她的身体底子，还有余毒残留，是不可能怀上孩子的。朕记得你是懂医术的，又刚好生过孩子，经验丰富，你可愿意去太子妃身边照料？臣女愿意。刚好我也要去看看皇伯母，我带娘亲一起去。母子三人来到太子妃所住的厢房，就被守护的龙灵卫拦了下来。皇伯母刚遭遇刺客，现在又怀上了小宝宝，皇伯父很担心她的安全，所以找爹爹调了龙灵卫来。太子妃身体不好，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孩子，这一胎无论男女，都将是太子的第一个子嗣，而且还是嫡出，初为人父，娘亲能理解。世子殿下，太子妃请世子和沈姑娘进去。皇伯母，我和娘亲来看你了，你身体感觉怎么样？好点了没有？已经好多了，看到沈姑娘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昨夜刺客一事，有不少官员家眷遇害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死伤十分严重。太子妃和殿下平安无事才是大幸，听说太子妃因祸得福，真是喜讯啊！太子妃脸颊微微一红，嗔怪地看着韩寒。是你说的。皇祖父说娘亲懂医术，又生过孩子，才让她过来照顾皇伯母的。你们两个去外面玩一会吧，娘亲和太子妃说说话。萧令月将两个孩子赶了出去，有些话不便于小孩子听见。沈姑娘，不瞒你说，虽然以前也怀过一胎，但到底经验较少，在这宫里，太子殿下也没有生母帮衬，想找一个能信得过的人讨教经验，都是件难事。幸好有沈姑娘你在。陛下让我来照看太子妃，我心里也确实有些顾虑的。太子妃可否让我先把把脉？片刻之后，萧令月有点不敢相信，可这确实是滑脉。这种脉象在昨天给太子妃上药的时候还没有，现在却有了。沈婉，怎么了？难道是胎儿有不妥？没有，太子妃不必担心。从脉象看，似乎有些气血不足的症状，是受伤了吗？看诊的太医是怎么说的？太医说，孩子月份太小，脉象有些浅，需要好好静卧养胎，别的也没说什么。太子妃有孕，既然不是天降奇迹，那就只能是人为促成。太子妃，我可以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沈姑娘直说便是。太子妃心里应该清楚，您的身体情况是不可能有孕的。如今这孩子来得突然，我有些好奇，是不是太子妃做了什么？你是想问我有没有用过助孕的法子吗？我只是从大夫的角度，想多了解一些太子妃的情况。不瞒你说，我确实用过一些药方。太子妃用的药方都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，但大多对我没什么作用。萧令月怀疑太子妃用过的药方里极有可能混进了虎狼药，使用这种药方的人身体会遭受重创，最后亏空损耗1尸2命。沈婉，你忽然问起这个，是我吃过的药方对孩子有影响吗？别紧张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现在脉象稳定，只要好好养着，想必不会有事的。战北韩和太子是亲兄弟，看着母子几人远去的背影，眉眼间燃起一股戾气。大哥最好别让他太接近皇嫂，沈婉这个人疑点重重。你的意思是他会加害你嫂子？那倒不至于，父皇派他照料皇嫂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他也洗脱不了干系。沈婉是聪明人，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怀疑他？他已经跟本王承认了，他不是真正的沈婉。那他是谁？本王也想知道。战北韩的心里一直有个疑，从未跟人提起过。大哥，你觉得那个女人真的死了吗？你说谁？萧令月。当年他跳崖后，本王亲自带人在崖底搜了半个月，别说是血迹，连一片残破的衣角都没有，他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即使萧令月真的没死，那这么多年下来，你暗中肯定也找过他，为什么从来没发现蛛丝马迹？如果他真的有本事隐姓埋名，从此不再出现，
你也根本没机会再找到他。他到底是真死还是假死，又有什么区别？你又何必在意真假？这番话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战北韩竟无言以对。无论如何，萧令月毕竟是韩寒的亲生母亲。我知道你一直厌恶恨他，但是看在韩寒的面子上，无论他是生是死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战北韩冷笑，这世上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戏弄他。放过他，他最好是真的死了。若是让本王发现他还活着，本王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边爹，你快救救我啊！我是玉婷，是你最疼爱的女儿啊！沈玉婷回京后便要打入天牢，毒酒赐死。老侯爷脸色铁青，这个败家玩意害得我们沈家丢了爵位，怎么还有脸求我们救他？沈志江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吐了一口老痰。呸！谁是你爹爹？两个押送的禁军都愣住了。不是说这位二小姐是沈家最受宠的女儿吗？沈志江这当爹的不救人就算了，怎么还这副态度？你就是个灾星，我恨不得没生过你这么个东西。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玩意，当初一生下来我就该活活掐死你。沈志江悔不当初，要不是沈玉婷，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南阳侯。这样才对，为父早就说过，不要对这种东西太骄纵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尝到恶果了吧？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滚去死！萧令月看着沈玉婷又哭又闹的样子，心里没有半点同情心。落到这个下场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老侯爷站在原地，心口一阵阵绞痛，看症状是典型的心脏病发作。萧令月本想好心提醒一下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沈家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你终于如愿以偿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种下的恶果吗？有力气在这里责怪我，不如好好想想沈家以后的出路。现在相国寺乱成一团，原本定下的祭祀流程停止，昭明帝决定提前回京。娘亲，我可不可以坐你们的马车？为什么呀？韩寒不是有自己的专属马车吗？爹爹肯定是骑马，我一个人坐马车里太无聊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是还有叶七陪着你吗？跟他聊聊天也可以呀。跟他说话有什么意思？总是一口一个柿子，就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一点都不好玩。我想跟娘亲还有北北坐一辆马车，恐怕不行，你爹爹是不会同意的。翼王府的马车紧跟在昭明帝的御驾之后，而且有龙鳞卫和禁军双重保护，况且沈家的马车也没有翼王府的马车宽敞舒服。娘亲和北北到我的马车上来就可以了，反正我的马车够大，肯定比沈家的马车坐着舒服。看着小家伙一脸渲然欲泣的可怜表情，萧令月有些心软。要不让北北跟你坐，我就不过去了。韩寒，你又在这里撒娇卖萌。虽然战北韩一直防着他，但对韩寒却没有什么恶意，也不禁止两个孩子在一起玩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，直说吧。你的医术是从哪学的？师从何人？自学成才，无师无门。你特意找我就是问这个。你儿子呢？被你儿子拐跑了，他现在和韩寒坐同一辆马车，御驾已经启程了。你难道没去马车那边看看吗？本王一直想问你个问题，你既然不是沈婉本人，可还有别的亲人？我是孤儿，无父无母，没有其他亲人。曾经有过一任夫君，我们性格不合，就和离了。北北就是他的孩子，现在归我养。本王很是好奇，你那位前夫君是何方神圣，竟会娶到你这种女人？怕是上辈子缺了德，遭了报应。萧令月顿时不服气了。我这种女人怎么了？要身材有身材，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，打得过刺客斗得过小三，哪里不好了？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前夫君心眼比针尖还小，稍微得罪他一点就能记仇到下辈子。仗着战北韩听不懂他吐槽的是谁，越说越来劲，结果乐极生悲说漏了嘴。后来我们经常吵架，我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干脆一纸休书带着孩子浪迹天涯。休书？你写过休书？你休了你夫君？对，就是我休了他。怎么了？翼王殿下特意来找我，难道是对我前夫的事情感兴趣？当然不是。不知为何，在战北韩的潜意识里，萧令月似乎不该有所谓的夫君，更不该嫁给某个人。既然你们已经和离，但北北是他的血脉，怎么会允许你把孩子带走？翼王殿下，我前夫可没有什么皇位要继承，他本来就对我没感情，自然不会在意我生的孩子。既然他对你没感情，你们为何又要成婚？因为我爱慕他，死缠烂打的非他不嫁，他被我纠缠的没办法才娶了我，结果婚后发现我们并不合适，所以就和离了。就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还要问多久？你既没有娘家，又与夫家和离，带着孩子靠什么生活？靠本事生活。翼王殿下到底要问什么？能不能别绕这些弯子？你儿子从头到脚全是精品，仅一件披风就够寻常百姓吃喝几年，就凭你的医术，
这一刻，萧令月算是明白了战北韩为什么从一开始就问他医术是从何处。这样的细节，换成别人根本不会多想。你和天一阁是什么关系？他怎么知道我和天一阁的关系？这才短短1天时间，他不是忙着追查刺客吗？怎么突然查到我头上了？难怪特意过来问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。原来真正的杀手锏在这里。你以为本王会为了那些无聊的事情特意来找你？就在这时，战北韩拿出一卷极其眼熟的轻纱。这不是我准备送去天一阁的密信吗？怎么会落到战北韩的手里？这东西你不会想说你不认识吧？你怎么确定这东西是我的？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吗？天一阁出于保密措施，是不会在轻纱上标注身份和名字的。昨夜麒麟堂父皇被救出之后，薛海带领禁军清点线索时，意外找到了这卷轻纱。我要说和天一阁没关系，你信吗？你觉得呢？这轻纱上写的病症与太子妃的病症如出一辙。本王问过太医，这轻纱上的2服药方对太子妃而言可谓是量身打造，连每一味药的用量都精准的恰到好处。这2天你又刚好奉命照料太子妃，而且你还懂医术。好吧，算你厉害，这一局我认输。这么说，你确实和天一阁有关？只是单纯的合作关系。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拿什么养活儿子吗？与天一阁合作，足够让我们母子衣食无忧。怎么个合作法？有客人找上天一阁，他们便会传信给我，我只要能给出治病的药方，就能得到报酬。你要不猜猜这笔生意的客人是谁？是太子。答对了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我和天一阁合作，仅仅只是为了赚取报酬，供我和北北生活而已。而且对太子夫妇、对北秦没有恶意，我也是真心想治好太子妃的身体。若你真是这样想，为何要藏着掖着不敢见人，还要通过天一阁来传递药方？坦然说出来不行吗？翼王殿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显露的秘密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知道我没恶意就行了。该问的也问完了，翼王殿下还有别的事情吗？回京沿途会经过虎狼山，本王打算亲自去探虎狼山的土匪寨。你打算带多少人去？1个。多少？你1个。萧令月懵逼了片刻，终于反应过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次去虎狼山不带自己的龙鳞卫，却要我跟你一起去？那不是神丸吗？怎么和翼王殿下同骑一匹马？难道京城里的传言是真的？这不是沈姑娘吗？怪不得3弟不肯陪着父皇，原来是家人有约。翼王殿下，晚上要去虎狼山，我需要跟孩子们交代一下，不然他们会担心的。去吧。马车内空间很大，2个小家伙正盘腿坐着，摆弄着桌子上的棋盘。北北说车上太无聊了，又不想听我絮叨，就教我下棋玩。你们这下的什么呀？围棋还是五子棋？你真的是榆木脑袋，教了那么久还是不会，太难了，我学不会，不玩了。早知道你这么笨，我就不浪费心思教你了。明明是你没教好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娘亲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今天晚上娘亲要和你爹爹出去办点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北北你就跟着韩寒一起进宫，直到娘亲回来接你。是跟昨天的刺客有关吗？萧令月没有刻意隐瞒，简单的将虎狼山的情况说了一遍。这样也太危险了，爹爹自己去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带上娘亲去冒险？娘亲能不去吗？刺客来自南燕，2统领又是南燕魏家的人，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娘亲跟你们保证不会有危险，一定平安回来。韩寒，这段时间你要照顾好北北哦。我才不要他照顾，我跟你爹爹说好了，在我们回来之前，北北会跟你一起待在皇宫，这样最安全。北北第1次进宫，韩寒要多照顾点呢。娘亲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北北的，谁也不能欺负他。韩寒深受昭明帝宠爱，有他护着，北北基本不会受到什么委屈。战北韩和萧令月都是习武之人，夜视能力比常人要好。此时，屋内的土匪正聚在一起吃喝玩乐。难得今天这么高兴，可惜大哥没来，不然我们这些兄弟算是齐活了。你以为大哥很闲吗？整天没事干就想着女人。大哥最近忙着呢。我都好些天没见到大哥了，他到底在忙什么呢？听说是接了一笔大生意，大哥特别重视，要亲自负责。真的假的？到底是什么大生意？都说是大生意了，当然不能随便告诉人，万一走漏了风声被朝廷发现，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。与此同时，一群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女人低着头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我们跟上那些女人，尤其是带头的那个厨娘，看她的样子应该在山寨里待了一段时间，说不定知道些情况。战北韩点点头表示赞同，2人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这些屋子难道就是关押俘虏的地方？一个守卫都没有，俘虏绝对都是女人。草堆上躺着一个女人，正是刚才那名厨娘。
我们是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人，已经在准备铲除这个土匪哦。你是被他们抓上来的百姓吗？能不能告诉我们这里的情况？朝廷根本不管这边，土匪杀了那么多人，朝廷都没有管，你是在骗我的。战北韩拿出义王府的令牌，在女人面前晃了晃，看清楚了，上面刻着官印，这应该能证明我们的身份了吧？女人抬头看着萧令月，眼泪挂在红肿的脸颊上。我的家人都死了，那些土匪嫌我年纪大，本想杀了我，但听说我是厨娘，就让我留下来给他们做饭，这才活到了现在。你见过那些土匪的头领吗？他们住在山顶上，我只见过一次。你确定山寨的首领住在山顶吗？还有那些消失的男人和小孩，你可知道他们的下落？有一天深夜，我看到了很多人被捆在一起，赶着他们往山上走，后来就再也没有下来过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两人使用轻功直奔山顶，一路摸查到现在，始终没有发现山寨与南燕勾结的证据。突然，萧令月瞳孔紧缩，眼前的场景超出两人的想象，那是一整座半露天的矿脉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都是些喽啰，他们的首领不在。大哥来了，大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今天情况怎么样？挖出了多少货？一切正常，不过货出的不多，才300多斤。这么少？奴隶的人数不够用，大哥要是着急，兄弟们马上下山再去抓一批人上来。不用了，叫兄弟们都过来，把所有货都集中到一起，奴隶也不用再挖了。南边催着要货，今天这批货全出来。萧令月有种不好的预感，突然就不挖了，还将所有百姓聚集在一起，将这些奴隶都杀了，一个不留。他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大开杀戒？难道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，准备提前跑路？现在这种情况，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，擒贼先擒王。既然都来了，还不敢出来见本王？哈哈哈哈！义王好大的口气，都已经是瓮中之鳖了，还敢这么嚣张？说话之人正是跳崖逃走的二统领，身边站着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大统领。我们早就料到你会来，提前在这里布置了天罗地网。战北韩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手下败将，前脚才像过街老鼠一样落荒而逃，现在倒是嚣张起来了，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因为你，相国寺的计划怎么可能失败？今天我非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魏宅少爷，稍安勿躁，我们的目标可是战北韩。这种怪异又特殊的音色，让萧令月瞬间变了脸。这个古怪的声音，他曾经在慕容叶身边听到过很多次。怎么了，沈婉？不要轻敌，这家伙跟魏宅那个草包不一样。你知道他是谁？你非要跳下来找我干什么？弄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可怎么救你啊？当时战北韩转身离开就不会受伤，可他却主动跳下来搭救萧令月。这下好了，魏宅跑了，公羊谦也没抓到，就杀了一堆不值钱的黑衣人，还弄得自己遍体鳞伤，你简直亏大了，知道吗？算了，你救我一次，之前的账就算我们扯平了，我会把你平安带回去的。忽然，一阵碎石滚动的窸窣声响起。谁？原来是你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你们突然打起来，我吓得躲在角落里不敢动，突然一声巨响，我被一块石头砸晕了，醒来后发现被埋在石头底下，挖了好久才出来的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却只受了一点皮外伤，就连被他护着的小男孩，也只是短暂昏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被抓到矿地上的？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是附近的普通百姓。我叫孟文浩，是东岐的海商，还没来得及进入京城，就被土匪打劫，差点小命不保。萧令月看他说的有头有尾，前后逻辑上也没什么问题，心里便信了7、8分。这时，3个幸存的黑衣人持刀而来，在不远处停住脚步，身边站着公羊谦，他竟然还没死。义王费了这么多功夫，才救了你半条命，趁着义王重伤昏迷，你们几个一起上，干了他！话音刚落，2个黑衣人挥刀朝萧令月砍过来。公羊谦怎么也没想到，哪怕战北韩重伤昏迷，剩下的萧令月也不好对付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了保护他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我的命不劳你费心，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我真同情你，一片痴心白白错付。以往对我们南燕的太子妃可是念念不忘。没想到公羊先生跟后院女人一样喜欢嚼舌根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据我所知，魏少荣早在5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不是吗？公羊谦瞳孔紧缩，死死地盯着萧令月。同一时间，战北韩悄无声息地睁开眼，简直荒谬！谁给你的胆子说我们太子妃死了？慕容叶把你派到北秦来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欺欺人好玩吗？公羊谦听到这话，竟猛地咳出一口血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觉得我是谁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公羊谦，你不会真以为你做过的那些好事，魏少荣死了就没人知道了吧？慕容叶如果真的这么好骗，你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太子怎么可能舍弃我？
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南燕。为了南燕才要害死魏少荣吗？难道不是你的一己私欲？公羊谦为人阴毒，可心里却十分脆弱，说上几句就急火攻心，吐了一大口血。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上门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饶你一命，乖乖束手就擒如何？关键时刻，非一人一把抓起公羊谦，飞奔而逃。萧令月并没有贸然去追，公羊谦活不了多久了。你夫君醒了。你是谁？他叫孟文浩，是东岐的海商。你身上的伤势不轻，我已经包扎处理过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尚可，行动有些不便。你的肩膀和后背都是皮外伤，内脏也有些暗伤，不过好在没伤到要害，多养养就好了。现在情况如何？整个矿地都塌了，那些黑衣人死的差不多了，剩下一个刚刚带着公羊谦跑了，我也不确定他们还有没有后手，所以没有去追。现在整个矿地上的活人就我们4个。孟文浩本想着帮忙守夜，结果眼睛一闭就睡着了，甚至打起了呼噜。突然，战北寒一口咬在萧令月的唇瓣上，孟文浩吓得不敢呼吸。战北寒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战北寒高烧意识模糊，连人都分不清了。本王知道，就是你，萧令月。本王好多账没跟你算。你属狗的吗？咬这么狠！萧令月一回头，正好与篝火对面的孟文浩大眼瞪小眼。我什么也没看见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孟文浩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刚想偷偷睁开眼看看他们亲密完了没有，谁知道会被沈姑娘撞个正着，尴尬，太尴尬了。不多时，驻扎在虎狼山附近10里地的龙灵卫以及安维大首领叶毅匆匆赶到。萧令月将矿地发生的经过说了一遍。我明白了，沈姑娘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？没有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我刚才给王爷检查伤口的时候，发现王爷的嘴角被人咬伤了，还在流血，还请沈姑娘解惑。萧令月下意识捂住嘴唇，恼羞成怒。我怎么知道？他高烧糊涂了，自己咬了自己。马车一路行驶前往翼王府。北北那张脸简直就是萧令月的缩小版。如今沈婉一直有易容，但她肩膀上有我当年咬过的旧伤，身边还带着的小家伙又和当年那个女人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倒要看看这女人想隐藏到什么时候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一块几乎巴掌大的布料被他拿在手里不停地研究。战北寒猛然想起什么，耳根隐隐发烫。哇，泡个热水澡实在太舒服了。萧令月万万没想到战北寒会不动声色地躲在暗处看着他。咦，我的衣服呢？有人吗？可以帮我把衣服拿进来吗？当脚步声响起，萧令月意识到不对劲，这个脚步声是个男人。是谁？战北寒，是你吗？是本王，这是你要的衣服。这时，战北寒闻到他身上散发的清淡香气，眸底似乎燃烧着一簇火苗。你找我有何贵干？翼王殿下，御医刚到，本王让他们给你检查一下伤口。你府里有没有胭脂水粉？借我用一下。本王怎么会有胭脂水粉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化个妆遮掩下，待会要进宫去接北北，不能让他看出我受伤了。王爷，京中有名的脂粉铺子离王府距离颇远，府里的侧妃娘娘平时用的脂粉品质也是上好的。若是沈姑娘不介意，可以和侧妃娘娘借用一下。不用了。萧令月不想用侧妃的东西，估计他也不愿意借，指不定又是一桩麻烦事。为何不用？周伯，你去侧妃院子把窗帘拿过来。老奴这就去。周伯带着王爷的命令，匆匆赶到侧妃住的院子。侧妃娘娘，老奴奉王爷之命，特向您借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您的妆帘。王爷平时又不用胭脂水粉，借我的妆帘做什么？给哪个狐妹子用？娘娘，府里上无王妃，王爷不管给哪个女人用，您怕是没有资格多管。这话说得太诛心了，谢玉蕊瞬间脸色乍变，却无法反驳。侧妃娘娘，王爷还在等着，请您不要耽误时间，将妆帘交给老奴吧。王爷夜不归宿就算了，从外面带个女人回来我也能忍，现在竟然还要抢我的妆帘送给那个狐妹子用，这不是当众打我的脸吗？谢玉蕊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很快就有了主意。既然是王爷的命令，我自然遵从。周管家稍等，我这就去拿妆帘。谢玉蕊将暗红色的药水滴入粉盒，一股腥臭味弥漫而出。贱人，敢跟我抢王爷，我让你有命抢，没命用。娘娘，这个药用了可是会毁容的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闭嘴，此事你知我知，绝对不许说出去，拿出去给周管家吧。萧令月打开盒子，突然闻到一股很淡的腥气，这东西有毒。什么？周伯脸色一变，慌忙跪下。王爷明鉴，老奴拿到妆帘就赶着回来了，绝对没有打开碰过里面的东西。周伯是王府里的老人了，向来忠心耿耿，战北寒信得过他。周伯，你先起来，你就碰了一下，便闻出不妥了。你别忘了我是做什么的，在我面前玩毒，真是班门弄斧。周伯，他交给你妆帘的时候，可曾说过什么？老奴不敢撒谎，
侧妃当时态度极不情愿，但碍于王爷有令，不敢不听，最后还是拿了出来。战北寒，你可是看着我拿的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的侧妃给我下毒，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叫御医进来。很快，3名御医提着诊箱走进屋内。你们一起检查一下这个东西，看看有何不妥。3人轮番拿在手里细看，又仔细闻了闻。回王爷，此物气味有异，容微臣用银针检查。众目睽睽下，银针迅速变得乌黑，泛出不祥的光泽。哎呀，王爷，银针发黑，此物含有剧毒啊！能查出是什么毒吗？微臣无能，请王爷恕罪。我若是知道此毒的配方材料，你们能断定这是什么毒吗？可是我们连什么毒都不知道，又如何知道它的配方？3名御医惊讶地看着萧令月，谁也不信他有如此能耐。只见萧令月闭上眼，放空心神。蛇胆花、甘茸圆、雷公藤、紫红珠，还有透骨草，你们可见过这个配方？这有话就说，本王倒要看看，在这个翼王府，谁敢玩这种诡异伎俩？回王爷，根据太医院所记载的宫中秘药里，此毒方名为杜夫人，据说是先帝时期一名宫中御医所研制，专门毒害后宫嫔妃。既然东西是属于侧妃的，把人叫过来问问不就知道了？萧令月自认不是善良之人，但有人想害他性命，必须要一个解释。谢玉蕊一进门，看到坐在主位的战北寒，眼里满是激动和喜悦，赶紧朝他扑过去。王爷，你昨晚到底去哪了？人家在王府等了你一夜，担心的不得了。谢玉蕊看到一旁的萧令月，惊愕的瞪大眼睛。是你，王爷带回来的活妹子就是你。王爷可真是好福气，娶了一个贤惠又聪明的侧妃。沈婉，你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勾引了王爷？上次我就警告过你，你竟这么不要脸，背地里缠着王爷不放。够了，你给我闭嘴！侧妃可认识桌上的东西？东西是我的，王爷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王爷，微臣反复检查，确定有毒的一共有5样东西，都是被摆放在妆帘最上层的胭脂水粉。妆帘是你的，里面的东西也是你的，本王让你辨认，你也亲口承认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王爷明鉴，我是冤枉的。这妆帘里面的胭脂水粉都是我平时常用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在自己的东西里下毒呢？那侧妃的意思是我挑唆了翼王，从你手里拿走了妆帘，然后趁机在胭脂水粉里下毒，故意栽赃给你。呵，难道不是吗？谢玉蕊打定主意要把这个黑锅甩给萧令月。沈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王爷面前耍这种花样！人长得丑就算了，心肠还这么狠毒，竟然想要栽赃诬陷我！我劝你识相点，早点承认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王爷还要不要审？不想查就算了，别耽误我去宫里接2个孩子。王爷，你看看他什么态度？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毒到底是哪来的？东西是你的，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，那就别怪本王无情。战北寒意识到，眼前的谢玉蕊不再是当初那个小罪奴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不仅与韩寒多次发生冲突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父子关系。王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沈婉那个贱人陷害我的。既然你一口咬定是被陷害的，本王暂时信你。来人，带人去搜侧妃的院子，不得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本王定会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王爷饶命啊！王爷，你要做什么？既然你不知道，那就问问你身边伺候的人，拉出去，打到他们愿意说实话为止。求求王爷，看在他们伺候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饶他们一命吧。他们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王爷，你不要被贱人骗了。萧令月着实惊呆了，没想到战北寒会派人去搜谢玉蕊的住所，还要拷问他身边的丫鬟。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别一口一个贱人的，动不动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这么没素质。王爷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真的被沈婉陷害的。你是不是被人陷害？待会就知道了。侍卫长刚准备离开，战北寒不经意看到他脸上清晰可见的五指印。等等，你脸上是怎么回事？被谁打了？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是他先对我不恭敬，出言羞辱我，我一时气不过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也不知道换台词，来来回回说了多少遍了，也不嫌腻。季青，你说说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卑职没有对侧妃不敬，张远、李虎、陈志远3人都可以做人证。他们都是你手下的人，当然听你的话，作伪证污蔑我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手下全都是废物，他们联合起来污蔑你一个？谢玉蕊当着他的面，先打了季青的脸，又反咬一口污蔑对方，无疑是犯了战北寒的大忌。你最好说的都是实话，等本王找到证据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。季青，你亲自带人将侧妃的院子彻底搜查。卑职领命。王爷，我真的没有说谎，那个季青，他对我不恭不敬，态度非常恶劣，我才打了他一下。王爷派他去搜查，肯定会找一些东西故意陷害我。真不凑巧，一阵急促有力的脚步声传来，
是季青回来了。王爷，卑职在院中找到了这个东西。谢玉蕊霎时间脸色苍白，仿佛随时都要晕过去。刚好御医在这里，要是等会侧妃晕倒了，麻烦御医给她扎上2针，清醒清醒。一名御医接过黑色药瓶，闻了一下。王爷，这瓶子里的气味与胭脂膏里掺杂的气味一模一样。谢玉蕊浑身打着哆嗦，再也没有心思摆出诱惑妩媚的姿态了。除了药瓶之外，盒子里还有另一样东西。这是什么？王爷，这是一种烈性的极品香，点燃后可以让人湿热情动，难以自控，通常都是花楼里的女人用来接客的。满屋子的人都不敢说话，也不敢去看战北寒的脸色。我滴个亲娘啊，居然把花楼接客用的东西拿到王府里来了，这是把战北寒当成什么了？现身上位，想生米煮成熟饭吗？本王还真不知道你竟有这种本事和野心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王爷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。此时此刻，谢玉蕊的脑子前所未有的清晰，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找一个人顶过，否则她就死定了。谢玉蕊，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很好骗？王爷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房里一直都是有丫鬟打理的，就算是藏了什么东西，那也不是我干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彩云，她偷偷藏在我的房里，她竟然想害我。来人，把彩云带进来。不等彩云开口说什么，谢玉蕊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栽赃。彩云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在我房间里偷藏极品香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娘娘，你伺候我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家里的爹娘、兄弟姐妹，哪个不是我帮你照顾的？你快点跟王爷说清楚，那些都是你私藏在我房里的，对不对？彩云是谢玉蕊身边伺候最久的丫鬟，一下就听懂了主子的暗示和威胁。王爷，都是奴婢一个人做的，跟娘娘没有任何关系。王爷，你听到了吧？都是彩云做的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！是你脑子进水了，还是我们眼瞎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谁看不出来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此时的谢玉蕊慌得连基本理智都没有了，像个疯子一样乱咬人。王爷，想当年世子病重，是我衣不解带的彻夜照顾他，不管世子怎么对我，我对世子都是发自真心的。只要世子和王爷好好的，哪怕要我赔上这条命，我都毫不犹豫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奴婢一个人做的，求王爷开恩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王爷如果再不信我，我愿意以死证明清白。谢玉蕊对韩寒的救命之恩，战北寒一直记着，但如今到底谁在撒谎，他心里也有数。既然彩云主动承认是他做的，私藏毒药，谋害他人，罪不可恕，将彩云拖下去，杖毙。至于你，即日起交还王府对牌，后院内务由周伯负责，都带下去。萧令月心里燃起莫名的怒火，唱了这么一出大戏，耽误这么久时间，结果就是这样。翼王殿下，牺牲一个丫鬟，保住你的侧妃，顺便还能堵我的嘴，一箭双雕，你玩得真不错。好好说话，别阴阳怪气的。这是你的王府，怎么决定也是你的事，我就不陪你在这里唱大戏了，我要去接我儿子了。你在生什么气？本王不是已经处置了吗？你继续唱你的大戏，本姑娘就不奉陪了。王爷，此毒另有蹊跷。皇伯母，我和北北来看你了。你们2个小家伙怎么想到过来看我了？是韩寒担心您的伤势，所以特意过来探望。皇伯母，同样是肚子里有小宝宝，为什么别人的肚子这么大，而皇伯母的肚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呢？小宝宝住在里面，不觉得很挤吗？话还没说完，季嬷嬷端着一碗安胎药走了进来。太子妃，不要喝。北北，怎么了？北北的嗅觉一向很灵敏，再加上从小汤药不离口，对各种药物气味特别敏感。这位小公子，请不要影响太子妃喝药。太医再三叮嘱，安胎药必须每日按时喝，凉了就不好了。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像是从这个药丸里散发出来的。太子妃最好不要喝。北北，你是说皇伯母的药有问题？我不确定，你没有闻到吗？我只闻到了苦苦的药味。太子妃惊疑不定，下意识伸手护住肚子。小公子是在指责奴婢给太子妃的安胎药里下毒吗？季嬷嬷，北北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太子妃，这碗安胎药是奴婢亲自看着煎的，也是亲手从小厨房里拿过来的，没有其他人碰过。季嬷嬷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自然是相信你的。季嬷嬷是太子的奶娘，对太子忠心耿耿，虽然性格刻板了些，但却不是坏心肠的人。皇伯母，我觉得北北不会说谎，你要不找人来检查一下？季嬷嬷一听，突然跪在地上。太子妃，奴婢绝对没有在安胎药里动手脚，还请太子妃明鉴，找人看看这样是不是有问题，好证明奴婢的清白。来人，把菊青叫过来。菊青是太子妃娘家培训的丫鬟，专门保护太子妃的安全。菊青，你是懂医术的，你来看看这碗安胎药。
到底有没有问题？菊青，这药有没有问题？世子，太子妃，这药没有问题，这药凉了，不能再喝了。奴婢再去给您煎一碗。这次您可不要再相信这位小公子的话了，他年纪小，知道什么？我没有胡说，我是真的闻到了。我相信北北不会胡说的，你不要这么说他的。北北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。他一个小孩子，懂什么药啊？太子殿下出门前刻意叮嘱奴婢好好照看太子妃，如今因为这小公子的一句话，便耽误了太子妃用药。若是太子殿下问起来，奴婢也不好交代。你一个奴才，竟然敢拿我黄伯父压人！世子既然相信您这位玩伴，不如带他去别处玩，不要打扰太子妃休养。算了，不要跟他争了。可是他这样说你，我很生气。太子妃，我是看在韩寒的面子上，才想提醒您，这碗药真的不对劲，最好让太医过来看看。如果您不相信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。北北，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宫女匆匆前来通报：太子妃、太子殿下和翼王殿下来了，还有一位姓沈的姑娘。话音刚落，两个小家伙就像归巢的小鸟一样，迫不及待跑出了门。娘亲可算回来了，我跟北北等了好久了。你跟爹爹到底去哪里了？你往旁边去一点，挤到我了。不嘛不嘛，人家也想要娘亲的怀抱。好好说话，不许撒娇。太子与战北韩犹如背景板一样，被冷落在一旁。三弟，你这亲生儿子倒像是给沈姑娘养的一样。大哥这话说的好像你有存在感，他可不直呼是我这个亲爹，有什么脸面嘲笑我？别拿我跟你比，至少在你嫂子眼里，大哥还是很有存在感的。战北韩看向不远处，太子妃正站在门口，夫妻俩对视，眼里完全没有别人，一碗狗粮撒的恰到好处。韩寒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个爹爹。咦，爹爹，你也在呢，好巧呀！你还知道本王是你爹？娘亲，北北刚刚被人冤枉了。什么意思？黄伯母要喝安胎药，北北说药里有怪味。季嬷嬷不相信北北，还说北北是故意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太子妃的安胎药有怪味？太子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脸上的笑意荡然无存。是的，但不清楚是什么，总之不是正常的药味。北北的鼻子很敏锐，能闻到一般人闻不出来的细微味道，而且他常年吃药，对常见的药味也很熟悉。北北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如果没闻错，为什么菊青没有检查出来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事关皇嫂肚子里的孩子，叫太医跑一趟不是什么大事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在翼王府侧妃的妆帘里发现了2种毒，其中一种杜夫人最适合毒害有孕女子。据侧妃谢玉蕊交代，是宫中淑贵妃所赐。如今太子妃有孕，凡事都要留心。太子殿下，这碗安胎药没有问题，确实是下官所开的药方。什么奇怪的味道？为什么别人闻不到，就他闻到了？现在张太医也检查过了，安胎药没有问题，估计有问题的是小公子自己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胡说八道吗？太子妃心软，不跟小孩子一般见识，但小公子也要知道适可而止，让太子妃担惊受怕，不知究竟抱了什么心思。我儿子有没有说谎，我心里清楚，用不着你在这里指责。这位姑娘，你既然偏袒自己儿子，那就好好管教他。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，学得满嘴谎言，惹是生非。韩寒忍无可忍跳了出来。季嬷嬷，你太过分了，不准你这样说北北。季嬷嬷不理他，转身就跪在太子面前。太子殿下，奴婢今天放肆了，实在是这位小公子的行为太过分，若有冒犯之处，奴婢愿意领罚。韩寒很想反驳，却不知道从何说起，气得差点冒烟。大哥，你这东宫里何时有了这种奴大欺主的东西？三弟，这是季嬷嬷，本宫幼时的奶娘，以前也照顾过你一段日子，你忘了吗？本王为什么要记住一个奴才？翼王和太子不一样，除了太子和昭明帝，谁也不放在眼里，更何况是一个下人。大哥，情分有时候会蒙蔽人的眼睛。皇嫂这个主子都没说话，身边伺候的奴才倒是跳得很欢。东宫何时有这种规矩了？翼王殿下，奴婢。本王跟皇兄说话，有你插嘴的份吗？若不是战北韩提醒，太子还真没注意到，现在的季嬷嬷竟然隐隐有点压制太子妃的感觉。关于安胎药的异常气味，或许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你们看这屋里的熏香，应该加入了一些提神活血的药材，有的药性是相克的。菊青，你去把太子妃常用的熏香配方拿过来，给张太医过目。太子殿下，沈姑娘说的没错，殿中所用的熏香里面竟然有大量的藏红花，幸亏发现得早，要不然有孕女子长期使用，会起到如麝香一样的效果。所以北北没有说谎是吗？是的，我还要感谢北北，多亏他发现了不对。这一点确实要谢谢北北。
如果不是他闻到了气味，这熏香用的时间久了，难保不会损伤腹中的孩子。早说了是真的，都不相信我。北北，你好厉害，你救了我黄伯母爷，你怎么这么棒？季嬷嬷，你担心我，我心里有数，你误会指责北北，应该给他道个歉。太子妃，奴婢只是担心你，为什么要给一个小孩子道歉？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跟太子妃说话？太子殿下，奴婢没有不敬太子妃，只是……你再说一个字，本王废了你的嘴。皇兄，本王早说了，这种奴大欺主的东西留在身边也是无用，你太心软了。季嬷嬷急得直冒冷汗，跪在地上却不敢开口。罢了，季嬷嬷，东宫不需要一个不听话的奴才，更不需要一个有自己想法、质疑主子的奴才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回内务府去，不再是东宫的人。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，太子妃脸上也露出了疲倦之色。我与沈姑娘颇为投缘，下次等我精神好些，再请你来东宫坐坐，你可不要拒绝。您亲自相邀，我一定来。三小姐，老爷交代了，不准你再跨进侯府一步，你赶紧走吧。沈家太过分了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要走可以，把我的行李还给我。什么行李？早就被老爷扔出去了。不给我开门是吧？没关系，我自己开。萧令月手腕一用力，剑锋轻而易举地划断门栓，守在门后的家丁都吓傻了。是谁扔了我的东西？给我站出来！快来人了，三小姐砸门闯进来了。是不是你扔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扔的。老实交代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是老爷下的命令，李嬷嬷带人去扔的，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把沈志江给我叫过来，我在正厅等他，告诉他，若是不来，休怪我砸了他的沈府。娘亲打算和沈家翻脸吗？沈家不仁在先，刚好趁现在撇清关系，省得日后麻烦。沈志江企图将萧令月拒之门外，刚好给了萧令月一个断绝关系的借口。沈志江带着一群人直接冲了进来，身边跟着华姨娘。沈婉，你害得我们沈家还不够慢，给我滚出去！现在就滚出去！要不是沈家还欠我东西，就算你们八抬大轿请我回来，我都不稀罕进沈家的门。老爷，你跟这种没良心的东西计较什么？消消气，别气坏了身体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回来就为2件事：第一，把镇北侯府定亲的玉镯还给我；第二，让李嬷嬷给我出来，我有话要问她。你痴心妄想，镇北侯府是和沈家定的亲，玉镯也是沈家的东西，凭什么给你？我劝你最好还是自己给我，要是让我亲自去拿，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。沈家100年的积蓄，还有我生母当年的嫁妆，都收在库房里吧。不孝的东西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沈婉，你好歹是老爷的女儿，怎么能处处跟老爷作对呢？一点孝道都不懂，惹得老爷气大伤身。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给老爷跪下认个错。姨娘好像很开心呢，想必还不知道你的宝贝女儿沈玉婷马上就要被赐死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沈婉，你给我闭嘴！果不其然，沈志江并没有把相国寺的事情告诉华姨娘。老爷，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玉婷她怎么了？你不是说她和襄王殿下去别院小住了吗？你别听他胡说，玉婷她好好的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忽然，萧令月一个闪身，往华姨娘嘴里扔了一颗东西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当然是毒药了。如果没有解药，恐怕华姨娘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老爷，快救救我！我不能死呀，我还要给你生儿子呢！快让沈婉把解药给我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把玉镯还给我，还有我生母的嫁妆，写下切结书，我要和沈家断绝关系。还有，把李嬷嬷交出来。老爷，你快答应他吧，救救我们母子！即使沈志江怀疑萧令月喂的不是毒药，他也不敢赌这个概率，老老实实的按照他说的办。你去把库房最后一个架子上放着的玉镯拿过来，还有我生母的嫁妆一并拿过来。没过多久，管家将一个大箱子搬进厅内。老爷，先夫人留下的嫁妆都在这里了，其他的都没了。没了是什么意思？你娘嫁进沈家多年，吃喝花用不要钱嘛，当然得从她的嫁妆里扣，剩下的就这么多。还有切结书呢。沈婉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老爷写了这张切结书，你以后就不是沈家人了，沈家的荣华富贵也跟你没有半点关系。沈家即将被夺爵，不知情的华姨娘正幸灾乐祸，毕竟没有沈婉，沈玉婷就有机会成为嫡女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也不稀罕沈家的荣华富贵。沈志江飞快地写好切结书递给萧令月，拿着这张纸给我滚出去！就在这时，老侯爷醒来便得知了前厅的闹剧，立即赶来阻止。住手！不准写切结书，这桩婚约绝不能退，把玉镯还给我！我要退婚，谁能拦住我？拿下它，把玉镯给我抢回来！
老侯爷这是打算撕破脸了吗？就算抢回玉镯，你就不怕我去陛下那里告御状吗？老侯爷突然冷笑，眼底的杀意不再掩饰。一个死人怎么告御状？等你有命走出这扇门再说吧。你想在沈家灭我的口？是又如何？一个不听话的棋子，还不如毁了的好。一群家丁抄着棍棒就要朝萧令月扑过来。圣旨到。父亲，陛下旨意为重，我们赶紧出去吧。前院里已经密密麻麻跪了一地的人，满脸的惊惧又茫然。沈婉还不过来跪下接旨，磨蹭什么？公公见谅，我已是出嫁之身，又与沈家断绝亲缘关系，便不再是沈家人，不便与沈家一同接旨。断了亲缘关系，可有写下切结书？有，请二位过目。礼部官员打开一看，确实是一封切结书，落款之人正是沈之江。既然你父亲已经写下切结书，那官府便可作证，你与沈家再无瓜葛。老夫没同意，这张切结书不能作数。按照朝廷规定，父母亲笔写下的切结书断绝于子女关系，官府是认可的。老侯爷如果不同意，为何不在切结书没写之前加以制止呢？此事老夫并不知情，等赶到的时候，切结书已经写下了。这就没办法了，既然切结书已写，父女关系就算了断，老侯爷只能怪写书之人，怎么也怪不到沈姑娘头上，这又不是他写的。这些都是小事，老侯爷就不要再纠缠耽误时间了，陛下的圣旨才是正事。眼看是成定局，再难更改，老侯爷只觉得心口刺痛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南阳侯沈志江教女不善，即日起革除南阳侯爵位，永不复位。次庶女沈玉婷不敬先后，罪不可恕，打入大牢秋后处斩。沈志江官降3品，罚俸1年，以儆校友，钦采。华姨娘接受不了，100年侯府就这么没了，捂着肚子瘫倒在地上。哈儿，你怎么了？快叫大夫！啊，好痛啊！我的肚子好痛！老爷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不行了，怕是保不住了。沈婉为了夺回定亲玉镯，狠心给华儿喂了毒药，又故意拖延不肯交出解药，才害得华儿保不住。老侯爷不停地咳嗽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想说什么却无力开口。沈志江已经顾不得老侯爷的状态，一心只想萧令月偿命。沈大人，无凭无据，可不要胡言乱语。礼部官员只觉得此次出门实在晦气，好好的宣个旨都能撞上这种事。大家安静。沈大人，本官理解你痛失爱子的心情，但也请你冷静一点，等本官问清楚再说。这明摆着的事实还有什么好问的？都说了是我亲眼所见。混账东西，你闭嘴！父亲，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明明是沈婉犯的错。这一刻，老侯爷是真心感到后悔，怎么养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连查案的流程都不懂，就只会叫嚣谩骂。沈婉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大人，我喂给华姨娘的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糖丸，并没有毒。如若不信，可以让大夫仔细检查就知道了。怎么可能是糖丸？明明你说的是……大夫，你方才给沈华氏把脉时，可有诊断出他有中毒的迹象？回禀大人，夫人她并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。沈志江不肯接受这个说法，面目狰狞地瞪着大夫：“你这个庸医，满嘴胡说八道！你是不是跟沈婉串通好的？”大人，草民真的没说谎。如果大人怀疑，可以叫其他大夫再检查。若草民有一句谎话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既然不是中毒，那沈华氏保不住的原因是什么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夫人这一胎一直不稳固，再加上情绪起伏过大，所以保不住才是正常的。就算平安落地，也未必是个健康的。不会的，华儿亲口说过，一定会给我生一个健康的小崽子。沈侯爷，草民斗胆说句实话，夫人还不满3个月，是看不出来男女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大夫的意思是，他从来没说过华姨娘怀的是儿子，只是华姨娘自己这样说，哄傻子罢了。沈志江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，脸色惨白的瘫坐在地上。既然下毒一事子虚乌有，那就算了，赶紧叫人把沈华氏抬去后院医治。多谢大人替我做主。老侯爷沉浸在悲痛和悔恨中，沈家沦落到如此地步，罪魁祸首是沈玉婷，而帮凶就是沈志江和他自己。圣旨到，沈姑娘，陛下有旨。沈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沈家之女沈婉，聪慧敏捷，性情温良，与相国寺中饥民有为，救驾有功，封为正2品县主，自封号安平，另赐京中府邸1座，黄金1000两，钦此。沈家刚被夺了爵位，而下一秒，沈家的3小姐竟然被封2品县主爵。安平县主，请敬受陛下圣恩。谢陛下。萧令月拿着地契仔细查看，
发现这宅子所在的位置相当熟悉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宅子是一座公主府，因为犯了错事被逐出京城，公主府便闲置下来。陛下怎么会赐这种宅子？而且还刚好在翼王府的隔壁。肯定是韩寒搞的鬼，那个笨蛋还有这种脑子，不能搬出来跟娘亲一起住，就想让娘亲搬到王府隔壁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我占便宜，回头还得谢谢韩寒了。所有人走后，院子里只剩下老侯爷、沈志江和萧令月母子。你既然救了陛下，立了大功，为什么不向陛下求情，保住沈家爵位？你身为沈家的女儿，竟这么自私，只顾着自己飞黄腾达，却要逼死沈家。我娘亲哪里自私了？分明是你们一心算计我娘亲。小崽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沈家被夺爵，是你们自己人犯错。我娘亲救驾有功，凭自己本事得到陛下封赏，凭什么要给沈家求情？最自私、最算计的人就是你了。亏我还叫过你一声曾外祖父，为了抢回玉镯，竟然还想嘎了他。要不是我娘亲会武功，早就成了地府冤魂。这是北北第一次这么不顾形象，重重的朝老侯爷和沈志江吐了一口唾沫。老侯爷气得骤然喷出一大口血，身体抽搐着倒在地上。你怎么了，爹？你没事吧？你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沈家就全完了。萧令月将沈婉的名字从沈家族谱出去，而李嬷嬷已经逃跑不知去向。半个时辰后，一辆马车停在南街的公主府门前。姑娘到南街做生意要加1倍的钱，车钱2两银子。哎，小姐，我的荷包被李嬷嬷抢走了，没有银子，车钱怎么办？萧令月突然想起自己也是身无分文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。你们身上不是带着银票吗？在相国寺弄丢了。车夫在一旁等了许久，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。你们不会想赖账吧？这时候，只见一辆马车从街头行驶过来，十有八九是送战北韩回府的。麻烦等一下，我去就来。娘亲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来等我的吗？你们身上有没有银子？可否借我一点？本王身上从不带银子，你在搞什么鬼？萧令月不想搭理他，转头问叶七：“那个，你身上有银子吗？借我一些，晚点我还给你。”这个，沈姑娘，属下也没有带银子的习惯。从王爷到世子到暗卫，竟然连2两银子都拿不出来。萧令月感觉莫名悲惨。关键时刻，周伯面带微笑走了过来。周伯，你身上有银子吗？借我一点。沈姑娘差多少？2两就够了。就这点银子，沈姑娘还用说借的？太跟老奴客气了吧？萧令月着实没想到，竟然还有被2两银子难住的时候。娘亲，我听说皇祖父的圣旨下来了，恭喜娘亲！还没来得及谢你呢。娘亲跟沈家闹翻了，我们搬出来了，正好陛下给娘亲赐了宅子，我能过来看看。沈姑娘被陛下赐了宅子，是这座府邸吗？是的。我还没看过里面是什么样子呢，以后你和娘亲住在这里，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们了。我跟你们一起看，走走走。老奴也过去瞧瞧。眨眼间，原地就只剩下萧令月和战北韩2个人。那个，你不是有事要忙吗？要不你先走。本王问你，父皇封了你做县主，韩寒给你请的功？是。这是他自己想的主意，还是你教他的？县主这个爵位确实是韩寒帮我请的功，如果没有他在陛下面前给我说好话，陛下大概不会这么封赏我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让韩寒帮我的意思。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我不否认我占了便宜，但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要这么不相信，不如直接去问你父皇好了。萧令月知道战北韩的忌讳，他最厌恶有人利用他儿子。这府邸也是韩寒给你选的？你不会自己问他吗？眼光不错，挑了个好地方。韩寒满心想着离娘亲近一点，挑了这座府邸也是因为这个优点。娘亲，你还站在外面做什么？快进来，我们一起参观新家呀！翼王还有公务要忙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本王现在不忙。那要不一起去参观一下？好。萧令月嘴角抽搐，自己只是出于礼貌客套几句，他竟然真的要进去参观。娘亲，能不能让他们在这面墙上打个洞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打洞？有了这个入口，我就可以天天过来找你们了，多方便呀！你做梦！萧令月哭笑不得，怪不得韩寒绞尽脑汁说服陛下将这座府宅赏给他。难道这个主意不棒吗？娘亲就答应我吧，只要开个小门就够了。娘亲看着韩寒可怜巴巴的眼神，萧令月不知如何拒绝。翼王殿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本王要说什么？若是打通了院墙，翼王府内部就出现了缺口，这对翼王殿下来说也是个麻烦吧？翼王府是整个北秦的军务核心，一旦出现缺口，不管从哪方面看，这都是棘手的问题。可此时的战北韩却不以为然，2人的眼神交流全落在孩子们的眼里。
娘亲是在和爹爹眉目传情吗？你不会用成语就不要乱用，这哪里是眉目传情了？可是娘亲一直看着爹爹，表情不停在变，爹爹也看着娘亲，还笑了，这不是眉目传情是什么？不是的，涵涵，我刚刚是在跟你爹爹商量，他不同意在院墙上开门。什么？你凭什么不同意？战北韩只觉得一定黑锅落在头上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院墙上开门是不可能的。本王的王府，本王说了算，轮得到你一个小兔崽子做主吗？涵涵，院墙上开门真的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王府的面积是有规定的，不允许私自扩建和改造，要是被其他人发现，你爹爹是要被弹劾的。弹劾也没关系，反正爹爹脸皮厚，他才不怕这个。战北韩对于亲儿子的言语冒犯，并未放在心上。萧令月发现，眼前的男人其实挺宠着韩寒的。韩寒，你不应该这么说。娘亲，我说的是实话，爹爹就是脸皮厚嘛。他是你爹爹，是你的长辈，你这样说话是很不礼貌的。可是，你见过北北在别人面前这样说我吗？韩寒一愣，慌忙摇头。那如果北北到处跟人说娘亲不好，娘亲脸皮厚，你会怎么想？娘亲，我才不会这样。战北韩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萧令月会替他说好话，替他教育儿子，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。我以后不这样说了。不过，你爹爹确实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所以在我和北北面前，你可以尽情说他坏话。娘亲真好。整座府宅荒废的厉害，找不出一间能住人的地方。荒废成这样，不好好修缮一下，只怕住不进来。这得修缮多长时间？房屋都是好的，只要清理干净，添置些东西，再把花园之类的修整一番，多找些人手，几天时间应该够了。恐怕不止，这么大一座宅子，起码需要100-200人同时动工。虽然钱不是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上哪去找这么多人修屋子。如果沈姑娘信得过，不如将此事交给老奴吧，最多5天时间，老奴一定把府宅收拾妥当，沈姑娘只管入住就是。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萧令月虽然有些心动，但毕竟周伯是战北韩的管家，一旁的战北韩并没有开口阻拦的意思。不过举手之劳，沈姑娘就别跟老奴客气了。那就麻烦周伯了，到时候需要多少银子，你直接跟我说。银子的事不着急，王爷，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老奴就先下去安排了。你去吧。在修缮完成之前，府里明显不能住人，萧令月只能找其他地方暂时落脚。娘亲和北北上次住的客院还保留着，可以直接住，而且义王府离这边很近，娘亲可以随时过来看看，等修好了就搬过来，多方便呀！也就几天时间，我带北北还有青罗，随便找一家客栈住就行了，不用麻烦王府。韩寒整个人都蔫了，但萧令月没有再安慰他。义王府那个谢玉蕊是个麻烦精，还是客栈住得更自在。王爷，您怎么让沈姑娘带着孩子去住客栈呢？那不然呢？王爷可以邀请她来王府住养，咱们府里又不缺院子。沈姑娘上次住的就很开心，小世子又喜欢她，何必住什么客栈？战北韩懒得说话，周伯还在一旁碎碎念。沈姑娘人挺好的，王爷既然喜欢人家，什么都不知道主动找机会。谁跟你说本王喜欢她？战北韩13岁搬出皇宫，开府独居，周伯就跟在他身边伺候，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。王爷要是真不喜欢沈姑娘，怎么会处处纵容她？纵容？本王很纵容她吗？沈姑娘是第一个能住进王府的外人，世子管沈姑娘叫娘亲，王爷也从来没有否认过。王爷还为了沈姑娘抓了侧妃的丫鬟，把侧妃关了禁闭，就连王爷去探查虎狼山，都是把沈姑娘带在身边吧。男人面无表情也不说话，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。萧令月带着北北和青罗在客栈刚住下，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沈姑娘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我看错了。”好巧呀，孟文浩，娘亲什么时候认识的朋友？他叫孟文浩，是我在虎狼山的土匪窝里认识的，他是东岐的海货商人。沈姑娘，这是你儿子？是啊，他叫北北。沈姑娘的儿子长得真好看，这一看还以为是个小姑娘。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，北北长得比较像他的亲生父亲。沈姑娘的夫君一定是个美人，小号都长得这么漂亮，可见亲生父亲得有多惊艳倾城，夸一句美人绝对不为过。北北的亲生父亲确实是个大美人，你夸的没错。不好意思，我娘亲有时候不太正经，请别介意。没事没事。忽然间，窗外响起一阵阵浑厚用力的鼓声。娘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鸣冤鼓的鼓声。皇宫正门前摆放的2座鸣冤鼓，是专门给平民百姓设置的。若是遇到天大的冤情，任何人都可以击鼓鸣冤，告御状。鸣冤鼓被人敲响，京城里又要不太平了吧？萧令月神情冷凝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声声的鼓鸣有种不祥的预感。
皇宫禁军如潮水一般涌来，将萧令月所在客栈包围得水泄不通。你就是安平县主？我是。阁下有什么事吗？奉陛下之命，急召县主入宫，请吧。这么大阵仗请我入宫，我能问一下陛下急召我的原因吗？看着还挺吓人的。很抱歉，不能，请县主马上跟我们走。小姐，看禁军首领的强硬态度，宫里肯定出了什么大事。说是急召，实则是扣押。安平县主，请随我们马上入宫。既然是陛下急召，我自然不会抗命，我会跟你们进宫。能否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安置下他们？不用安置，一起带走就是，请不要再耽误时间了。抱歉，孟文浩，只能麻烦你跟我去一趟皇宫了。孟文浩懵逼的不行，只是跟沈姑娘叙个酒，却莫名其妙的叙到北秦皇宫里。他只是个无辜的东契商人啊。这时，马车里钻出一个老嬷嬷，青罗一眼就认了出来。李嬷嬷，怎么是你？三小姐，你没想到吧？老奴迟早会来找你的。确实没想到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扔了我的行李，打了我的丫鬟。我正想着怎么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敢送上门。李嬷嬷看到身边保护的禁军，瞬间有了得瑟的底气。三小姐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就别跟老奴耍什么威风了。等进了宫，自然有你的好下场。是谁死到临头还说不准？你们沈家又准备了什么可笑的闹剧？老爷已经在宫里等你了，三小姐去看了不就知道了。刚走到乾清殿门口，一道身影朝着萧令月凶狠地扑过来，所有禁军一瞬间拔刀出鞘。不准动！误会呀，我没有动手，我只是想教训这个不孝女。沈大人在乾清殿前动手，你可知道是什么罪名？我才刚进宫，沈大人就迫不及待对我下手。沈之江猛地抬头，眼里流露出强烈的恨意，令人心惊。这个人是谁啊？他是小姐的亲生父亲。孟文浩大为震惊，第一次见到做父亲的这么恨自己的孩子。安平县主，沈大人，陛下召见。等我见了陛下，一定要你这个畜生偿命不可。萧令月被骂得一头雾水，不由皱了皱眉。你们先在这里等我，不要乱说话。来到殿内的一瞬间，所有重臣的目光齐刷刷落在萧令月身上。安平，你可知道急召你入宫所为何事？安平不知，还请陛下明示。你父亲沈志江今日敲响了宫门鸣冤鼓，状告你谋害亲祖父南阳侯沈武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萧令月愕然了一瞬，不可置信地抬起头。沈老侯爷死了，怎么可能？萧令月大脑飞快地转移，一瞬间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但他仍觉得不可思议。亨利，你来说。是陛下，安平县主根据沈大人报案所说，南阳老侯爷是在昨天晚上突然暴毙，直到今天早晨才被人发现。沈大人一口有定是被你所谋害，为了查明真相，只能请县主入宫询问。我明白了，崔大人想问什么尽管问，我一定如实回答。安平县主，对于沈大人的指认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沈之江跪在一旁，脸色狰狞，满是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他。陛下，各位大人，沈老侯爷去世一事，我在入宫之前完全不知情，也不知道沈大人为什么要指认我。你撒谎，就是你害死了我父亲。沈老侯爷是你的亲祖父，他去世这么大的消息，你作为沈家人怎么会不知情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在2日前，我与沈家断绝了亲缘关系，沈家族谱上已经将我除名，所以真正算起来，我与沈大人、沈老侯爷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朝臣们纷纷面露诧异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安平，你为什么突然和沈家断绝了关系？陛下明鉴，并非是我要与沈家断绝关系，而是沈大人将我拒之门外，不许我再跨进沈家半步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让沈大人写了窃结书，族谱除名。沈婉，你敢胡说八道！我哪一句话胡说了？难道不是沈大人亲口下令，不许我进沈家门，还把我的东西都扔出去了？在古人的观念里，嫡庶尊卑，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，从没听说有人把嫡庶赶出去的。宠庶灭嫡，内为不修，真是荒谬透顶。殿内的重臣们都是清流出身，看沈之江的眼神带上了几分厌恶。就在这时，太子匆匆走进殿内。儿臣见过父皇，听闻宫门鸣冤鼓被敲响，担心出了什么事，所以赶过来看看。太子来得正好，武侯爷突然暴毙，死因不明。沈之江替父鸣冤，指认安平县主沈婉杀害了亲祖父，案情牵扯甚大，正让他们来旁听的。什么？沈老侯爷竟然？这可是大案，父皇一定要查出背后凶手。我与沈家断绝关系后，便离开了沈府，这2日一直住在客栈中，并未去过沈家，所以对沈老侯爷突然去世一事毫不知情。你敢在陛下面前满嘴胡言，杀人偿命！我要你给老爷子偿命！沈大人，案情还没弄清楚之前，请你收敛情绪，听崔大人问话。陛下，太子殿下，我父亲就是死在沈婉手里，求陛下为我父亲鸣冤。若沈老侯爷当真死于非命，
朕自然会彻查到底，绝不轻饶。神婉，你这2天都住在客栈，没有去过沈家，可有人证明？我身边的丫鬟青罗，我儿子北北，还有客栈的掌柜，翼王殿下和世子都可以替我作证。据说安平县主武艺高强，有没有可能你夜深人静时潜入沈家，杀害老侯爷之后再返回客栈？我已经和沈家断绝关系，又有大好的前途，我为什么要招惹这种麻烦呢？老侯爷再怎么不好，也是我的亲祖父，我没有一定要嘎他的理由。老爷子一向身体康健，如果不是沈婉，他怎么会气得吐血中风，又怎么会半夜猝死在房中？就是他害死了老爷子，求陛下为我做主啊！只要你能拿出证据，证明是沈婉谋害了亲祖父，现在就给你做主。陛下，左侍郎带着仵作等人前去沈家调查，应该很快就有消息。话音刚落，一名30岁左右的刑部官员快步进来，手里捧着一个盒子，神情格外紧绷难看。参见陛下，经仵作检验，沈武侯爷确实是昨夜身亡，身上并无中毒或外伤痕迹。沈家有位姨娘一口咬定，说是沈满害死了老侯爷，要求我们仔细彻查。结果在沈满的住所发现了这个。当盒子打开，里面赫然放着一个布偶娃娃，正反面都贴着黄纸，上面有血红色的文字。巫蛊之术是历代皇室最忌讳的东西，一旦出现，势必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。陛下小心，此物邪门。真是好极了，京城里竟然还有人敢用巫蛊之术。来人，传朕口谕，封锁沈府，府里一干人等就地扣押。沈武侯爷的遗体由刑部接手，务必查明死因。微臣领旨。陆侍郎，这个巫蛊娃娃你是从哪里找到的？将你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说出来，不许有丝毫隐瞒。是沈家的华姨娘苦苦哀求微臣要还沈家一个公道，说是沈满最有动机谋害老侯爷，他的翡翠楼可能藏有线索。不料在沈小姐的闺房床下找到了这个巫蛊人偶，据管家与华姨娘辨认，上面黄纸朱砂所写的生辰八字正是沈武老侯爷本人的。殿内重臣的脸色立刻变了，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萧令月。沈婉，我就知道是你利用巫蛊之术谋害祖父，物证在你翡翠楼出现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陛下，翡翠楼确实是我的住所，但是我居住的时间并不长，而且翡翠楼还有众多下人，他们都有机会出入我的卧房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东西是有人故意藏在你房里的？是的。你胡说八道，沈家除了你，谁会用巫蛊谋害老侯爷？沈大人，现在是本宫在问话，你插什么嘴？陛下，太子殿下，我可以用我的性命起誓，这种不干净的东西，绝对是有人趁我不在，偷偷藏进去的。这黄纸上写的是沈老侯爷的生辰八字，这就是最大的破绽。我不是在沈家长大的，虽然沈老侯爷是我的祖父，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。翼王殿下到。北韩，你来晚了。三弟，你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？知道，巫蛊出现，当朝侯爷离奇暴毙，此案必须彻查到底。若是不能找出幕后主使，只怕朝野上下人心不安。现在最有嫌疑的人就是沈婉，儿臣建议先将他打入天牢，严加看管，再命刑部、京兆府、大理寺3司审查，务必揪出幕后黑手。既然如此，便将安平县主暂时押入天牢，此案交由翼王带领3司审查，不得有误。萧令月万万没想到，只是入宫一趟，竟然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。陛下怀疑我与巫蛊有关，要将我打入天牢待审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我儿子北北是无辜的，他一向身体不好，天牢的环境对他来说太过恶劣，恳请陛下网开一面。不管沈婉做了什么，至死无辜，儿臣还不至于为难一个5岁孩子，便将他暂时放置在翼王府中，待查明此案真相后再做定夺。就按你说的办吧，10天之内必须给朕一个交代。这晚，一座普通宅院门口，护城军手持火把封住了大门，院子里躺着一些尸体，身上盖着白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死的是谁？翼王殿下，是李嬷嬷的家眷，一家老小全都被杀了。微臣带人赶到时，凶手已经不知去向。人怎么死的？根据仵作检验，所有人都是被一种极细的毒针刺中，瞬间毙命。凶手绝对是个高手。李嬷嬷只是个普通人，就算与人结仇，也不至于引来高手灭门。唯一的可能是李嬷嬷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王爷的意思是安平县主的金针？战北韩派叶毅来取金针，现在叶毅下落不明，金针也不知道落在了谁手里。快来人！崔大人在护城河边找到叶毅统领了。县主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是要提审吗？不是刚审过吗？这大半夜的，连觉都不让人睡了。不是提审，是翼王殿下要见你。出什么事了吗？王爷还在等着，县主就别多问了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听说你要见我，这大半夜的又有什么急事？你的金针是怎么回事？我的金针被李嬷嬷偷走了，你不是让叶毅去帮我拿回来吗？
李家被灭门了。什么？萧令月一脸惊愕地看着战北寒。就在1个时辰前，李嬷嬷全家老小被人灭口，碰死家中，金针不知去向。李家人是怎么死的？毒针刺入颈部，2息暴毙，很明显是冲着你的金针来的。所以你怀疑李家灭门的事是我让人做的？就算不是你做的，也跟你有关。战北寒，你别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推，搞清楚一点，我才是受害者。那套金针是我的东西，是李嬷嬷擅自从我这里偷走的。你最好如实交代，那套金针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藏着什么秘密啊？竟然要杀人满门灭口！我那套金针并没有什么秘密，特别之处就是它出自药王谷，是药王谷专用的治疗金针，外面很难买到。叶一去李家取金针，正好撞上了灭李家满门的高手。他受伤逃走后昏迷不醒，跟本王去一趟翼王府。2人赶到翼王府已是深夜，周伯亲自带人在门口等候。王爷、沈姑娘，你们回来了，情况如何？几位太医正在守着，暂时无碍。战北寒很是担心叶一的伤势，大步径直往府里走去。沈姑娘，大晚上的让您奔波一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北北在翼王府还好吗？沈姑娘尽管放心，小少爷好着呢。王爷特意吩咐了，没人敢对小少爷不敬。麻烦周管家了。萧令月一进门就看到叶一躺在床榻上，双目紧闭，冷汗淋漓。忽然他闻到一丝奇怪的气味，刚要凑近仔细检查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他做检查。什么样的检查？需要你趴到病人身上去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趴到他身上了？只是凑近了一点而已。一排银针扎在叶一的肩膀处，表面散发着一丝丝黑色的毒气。萧令月一眼就认出这是药王谷的秘毒，所幸这种毒你能不能解？太医有提出什么解决办法吗？太医提议在毒素扩散之前砍掉叶一的右臂，断尾求生。叶一是惯用右手的，若是断了右臂，等于是断了前路。叶一是孤儿出身，自幼便被选入暗卫营，一直是战北寒的左膀右臂。以叶一的本事，若是进了军营，挂帅封将也不是不可能。但他志不在此，本王这才让他主管暗卫营。我好像能理解你身边的属下为什么对你忠心了。他的毒我能解。与此同时，天牢里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一声惨叫惊醒了天牢里的沈玉婷。北秦的天牢守卫也不过如此吗？我还以为有多森严呢。对你来说，再森严的守卫也不算什么吧？叶人不在啊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打听清楚了，沈婉就被关在这里。沈玉婷灵机一动，便想利用他们把自己带出去。你们要找沈婉是吗？我是她二姐，你们把我也带上吧，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她。阿健，放她出来吧，我们带她一起去。濒死之际，典狱官拼命挪动身体，拉住墙边一根不起眼的绳子。急促刺耳的铁铃声划破黑夜。怎么会有号角声？是天牢出了什么事吗？战北寒呢？护城军传来消息，有人闯入天牢，王爷已经赶过去了。周伯，你留在府里，守好韩寒和北北，别让他们乱跑。话音未落，萧令月纵身跃上墙头，眨眼便消失在夜色中。北秦翼王，久仰大名，百闻不如一见。现在你见到了，想好遗言了吗？屠人雄。问他现在改名字了，不叫屠人雄，叫他阿健。萧令月瞳孔一缩，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耀无尘，你敢在北秦乱杀人，战北寒不会放过你。你认识我？当然认识，去李家抢走金针的人就是你吧？李家满门都是你杀的，叶一中的也是你的毒。是那个穿的黑漆漆的暗卫吧？他还没死啊！公羊谦跟我说，北秦的暗卫都受过药物训练，原来是真的啊！你是被公羊谦找过来的，那就难怪了。耀无尘曾经是药王谷的传人，无端端的出现在北秦，原来是公羊谦请来的救兵。公羊谦在信里说，他在一个女人手里栽了，马上就要死了，我就过来瞧瞧。公羊谦的计划毁在我和战北寒手里，他不敢回南燕，怕慕容叶不放过他，又不敢找战北寒报仇，于是就柿子挑软的捏，找上我了。哈哈哈，你猜对了哦。耀无尘，你还要跟这个贱人啰嗦到什么时候？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。萧令月一下子听出了这声音，循声望去，原来你也在啊！我还以为你早就像只阴沟老鼠一样躲起来，这辈子都不敢出来见人了。姑娘应该还不知道，我找到公羊切的时候，他都快死了，还是我救了他的命。沈婉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看看他是谁。沈玉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应该在天牢里吗？沈婉，救救我，快救救我啊！沈婉，你没想到吧？金姐姐会落在我手里。萧令月和沈玉婷可不是什么相亲相爱的好姐妹，想用这个人来威胁她，简直是想太多了。原来你们真认识啊！我本来还以为他是骗我的呢。是你把他从天牢带出来的？是呀，我去天牢找你嘛，你又不在，他就自己站出来说是你姐姐，可以带我们去找你，我就顺手带他出来了。耀无尘，你闭嘴！我说的都是实话啊。公羊谦差点被气死，他到底懂不懂他在说什么？
萧令月似笑非笑，看着拼命求救的沈玉婷。原来如此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啊！不是这样的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我没有想利用你啊，你快点救救我！你跟宫阳谦是什么关系？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药无尘说完撇撇嘴，战北寒压根不信他的鬼话。好吧，因为我以前欠过他一个人情，如今他在北秦计划失败，受了重伤又走投无路，便给我发了求救信，我又给他治伤，又帮他找你报仇，连天牢我都帮他闯了，怎么看这个人情我都还完了吧？所以我现在跟他是两不相欠了。难怪公羊谦能请得动你，原来是你欠了他人情。药无尘目光直勾勾盯着萧令月的脸，忽然看向战北寒。你知道他这张脸是假的吗？看样子是知道的，那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与你何干？原来你也不知道。他不是沈婉，那他是谁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是沈婉，难怪你对沈家一点都不在乎，也不像是从乡下回来的人。原来你根本就不是沈婉，你到底是谁？萧令月懒得跟他们解释，毕竟除了战北寒，他们只不过是路人甲而已。我杀不了沈婉，难道还杀不了你吗？都给我去死！翼王殿下，沈婉，你们快救我！我什么都告诉你。李嬷嬷让我想办法报复你，我就让她把我做的布娃娃藏到你房间。那个娃娃上写着祖父的生辰八字，只要被人发现，你一定会被赶出沈家。这就是我跟李嬷嬷商量的事，我已经说了，你快点来救我。萧令月眼底闪过一丝震惊，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。那个巫蛊人偶是你的？救我！如果沈玉婷没有说谎，那她就是萧令月洗清嫌疑的重要人证，绝对不能死。话音未落，手里的匕首掠起寒光，直刺向公羊圈的后颈。经过一番打斗，药无尘猛地从腰间扯下一个葫芦，重重往地上一摔，霎时间，一股诡异的雾气弥漫开来。药无尘，快把解药给我！药无尘弯起唇角，冰冷的眼瞳里有种诡异的意味。你知道你找我求救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正好在北秦吗？你不是说来北秦办点事吗？那你猜猜，我是来替谁办事？办什么事的？公羊谦浑身僵硬在原地，瞬间明白了药无尘话里的意思。你是替慕容叶来北秦，杀我灭口！一口血骤然喷出，可怜的公羊谦临死前都还相信药无尘真的是来救他的。战北寒看到缓缓扩散的毒雾，冷冽刺骨的眸子扫向四周。这是什么？沈婉人呢？这是药无尘放出的毒物，腐蚀毒性极强。你们往旁边退一点，给我张面具，我脸上有伤。萧令月被药无尘的药水喷中，脸上的易容正在慢慢溶解。该死的药无尘，他肯定是故意的，想弄清楚我到底是谁，故意往我脸上喷药水。可恶！战北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怎么戴面具了？我脸上有伤啊，暂时挡挡吧。战北寒看到露在外面的一双眼睛，似乎有些不一样了，猛地凑近过去。萧令月一怔，眼神满是惊讶。你干什么？确实不一样了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你紧张什么？你靠太近了，又不说话，谁知道你要干什么？大庭广众下，稍微注意点形象吧。翼王殿下，周围的龙鳞卫齐刷刷低下头，假装一副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。本王只是看看你眼睛周围的伤，你以为本王要干什么？一点点腐蚀伤，很快就好了。你先处理正事吧，天都亮了，再拖下去就不好办了。王爷，被活捉的人犯如何处理？沈玉婷是沈家巫蛊案的主谋，现在不能让她死，先押回天牢，严加看管吧。你和本王一起回王府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难道你想进天牢养伤吗？或者你把面具摘下来，给本王看看你的脸。萧令月望着他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。去天牢就得摘面具，他又不傻。我去王府行了吧？萧令月满脸缠着纱布，眉毛鼻子都看不清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县主，王爷得知您受伤，特意带微臣二人过来给您看诊的。看诊就不用了，我没事。没事，你在脸上裹那么多纱布，拆下来让太医看看。两名太医对视了一眼，似乎明白了自家王爷想干嘛。县主若是伤在脸上，那更要及时医治了，也好快些康复，不损容貌。就是呀，县主，讳疾忌医可不行，您还是先拆下来，让微臣二人看看吧。看个屁呀！我脸上根本没受伤，一拆纱布，那岂不是穿帮了吗？不用，我脸上的伤没有大碍，已经上过药了，不必劳烦两位太医。听到太医说了没有？把脸上纱布拆下来，先看看伤的怎么样。真的不用了，我不想被人看到我脸上带伤的样子，我自己换就行了。算了，既然他执意如此，把伤药留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两位太医不再多说，放下治脸的药膏，退了出去。男人好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一步步朝他逼近。萧令月下意识的后退。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受伤了。受伤了，不肯让太医看。我自己就是大夫，已经上过药了，不需要太医帮忙。受伤了却没流血，连血腥味都没有，你当本王是傻子？把纱布拆了，立刻，本王要看看你到底在藏什么。
萧凌月不小心撞到了浴桶边缘，混乱中下意识伸手一抓，两个人摔进宽大的浴桶里。混乱的水下，战北寒伸手摸到了纱布打结的位置，轻飘飘的纱布立刻在热水里松散开来。萧凌月从水里冒了出来，一张倾城的美人脸终于暴露在战北寒眼前。脸上受伤了，你是在想怎么糊弄本王吗？翼王妃萧凌月。萧凌月不可思议的猛然抬头，他居然还记得他的脸。什么翼王妃？你在说什么？跟本王装傻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难不成我这张脸长得像你过世的王妃吗？这我倒不清楚，毕竟我也没见过，让你误会了。说够了没有？你真当本王好糊弄？战北寒的记忆力堪称过目不忘，5年前的情浓一夜暂且不提，但他用那样的方式炸死离开，战北寒怎么可能忘得掉这张脸？你这么生气做什么？我哪里说错了吗？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坦白交代。你让我交代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没关系，本王再帮你好好回忆一下。下一刻，战北寒俯首而下，狠狠一口咬在他纤细的脖子上。战北寒，好痛！想起来了吗？还是说让本王再咬上一口？别，我想起来了。太可怕了！原来战北寒真正发怒起来是这个样子，仿佛恨不得活吞了他。还不肯承认吗？如今落到本王手里了，你以为你还逃得掉？5年前的一笔笔账，本王会跟你慢慢算。外屋的房门突然被人敲响，传来丫鬟担心的声音：“县主，奴婢听到里面好大的动静声，您没事吧？”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冷冷地看着对方。丫鬟实在不放心，壮着胆子往屋里走去。县主，奴婢进来了。别进来，我没事。给本王滚出去！王爷恕罪，县主恕罪，奴婢这就出去。战北寒，我们谈谈行吗？谈什么？谈你当年一纸休书羞辱本王，谈你跳崖炸死连儿子都不要了，还是谈你这些年在外面风流快活，回到京城还在本王面前各种做戏？我当年写休书是因为……本王不想听，要谈可以，本王问你答。看到战北寒气成这样，萧凌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虚感。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我是萧凌月。还有呢？萧成刚的女儿，萧家的小姐，你的前任王妃。前任王妃，本王想起来了，你在虎狼山兴致勃勃地跟本王说起你前夫，说他脾气大，爱记仇，又蠢又笨又气人，心眼比针尖还小，从头到脚一无是处。来，继续跟本王说说，你的前夫有多让你嫌弃厌恶？萧凌月神情僵硬极了，恨不得找个地洞直接钻进去。我当时本来不想说的，是你一直追问，我才顺着你的话说的。你的意思是本王的错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你当时只想知道我前夫君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会娶到我这种女人，上辈子恐怕是缺了德，这能怪我吗？你装作沈婉的样子跟本王做戏，谎话连篇，还有脸说？我伪装身份是有苦衷的，本来就没想被你发现。你要回京，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身份回来，非要顶着别人的脸？我自己的身份5年前就已经是死人了，我总不能诈尸吧？而且我也不想面对萧家人，太麻烦了，所以还是想着换个身份简单点。所以当年你是故意跳崖炸死的？你当时带着龙灵卫亲自追杀我，为了自保我只能跑，没想到你竟然那么恨我，足足追杀了我9个月还不肯放弃，我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。要不是你留下休书一走了之，本王何至于带人追捕你？大婚第1日，被王妃一纸休书给休了，流言传得满京城都是，他战北寒这辈子都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，发誓非要把这个女人抓回来不可。所以你这么生气是觉得自尊心受挫了吗？萧凌月自以为一纸休书做了完美的决定，却唯独忽略了战北寒的心情。新婚夜那天，萧家人给我灌了药，我没办法控制我的身体，所以才……你设计闯进本王的宫殿，掉进本王正在沐浴的浴池，难道不是你本人？事后以本王败坏了你名节为由，在父皇面前寻死觅活，逼迫本王娶你过门，难道不是你？萧凌月难得有理说不清，噎了半晌，不知如何解释。你不想嫁给本王，又摆脱不了萧家的算计，所以你就在本王的花轿上割腕自尽，害得本王沦为笑柄。当年9个月的追逐，战北寒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从一开始的厌恶，到最后产生莫名的兴奋感。北北是不是本王的儿子？5年前你有孕，怀的是双生子，韩寒和北北是同时降生的孪生兄弟，你隐瞒了其中一个，把另一个留给了本王，你不敢让本王知道北北的身份，是担心本王会跟你抢他。我承认北北是你的骨肉，他和韩寒是双生胎。当年我被龙灵卫围在山上，不小心动了胎气，临时早产。韩寒是哥哥，一生下来就很健康，北北却正好相反，因为胎里营养不足，他出生时极为虚弱，连哭都没有力气，我怕他会保不住，你又偏偏带人追过来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把更健康的韩寒抱出去，交给了你。脱身之后，才带着北北离开。既然北北出生时如此虚弱，你就应该带着2个孩子出来，跟本王求饶，
而不是偷偷带着孩子跑。反正事到如今，说再多也没用了。我只是告诉你，北北的身体一直不好，这些年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得健康些，你要是还认他这个儿子，就不能让他回归皇室，更不能公开他的身份。北北是本王的骨血，你不让本王的儿子认祖归宗，总要给本王一个理由吧？一模一样的双生兄弟，如果是生在普通家庭，自然是天大的喜事，但唯独对皇室而言，不是件好事。战北韩是皇家嫡子，他自然也知道皇室有不成文的规矩，为了保证皇子继承的独特性，不会因为容貌相同而产生混乱。双生皇子一旦降生，就是一死一活。北秦有太子，父皇100年之后，自有太子继承江山，落不到本王头上。可是太子至今还没有子嗣，你父皇膝下只有你和太子2个嫡子，如果太子一直没有生下嫡子，韩寒就会被纳入皇位继承人当中，那时候北北的处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。太子妃如今怀有身孕，你说的这些根本不会发生。除非东宫有嫡子出生，或者皇家改了规矩，否则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可能，我都不能让北北冒这种险。那只是你的想法，想让本王配合你，除非你恢复翼王妃的身份，留在王府。好，北北的身份问题，本王还需要考量，你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。好，你除了说好，就不会说点别的。你想听我说什么？这都5年了，本王还从未听你喊过夫君，早晚都是要喊的，不如先叫来听听。战北韩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叫声夫君，本王爱听。好不凑巧，正当2人快要水到渠成的时候，2个儿子在门外气势汹汹的就要闯进来。娘亲，你在里面吗？世子，小少爷，王爷在里面，你们不能进去。萧令月猛然一惊，伸手推开了战北韩。停下来，我好像听到北北的声音了。没有，你听错了，咱们继续。为什么不让我见娘亲？周伯说娘亲在里面休息，爹爹进去做什么？你们给我让开，我和北北是来找娘亲的。不行啊，世子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丫鬟急得要哭了，死死挡在门口，不敢放行。你们干嘛拦着我？怕我进去？我爹爹欺负娘亲了。不是，小世子，那就让开，别挡路，否则我要生气了。听着门外传来的说话声，萧令月更加羞恼。够了，要是让2个孩子撞见，我饶不了你。被他们撞见了又如何？你是本王的王妃，你要是敢教坏他们，我就怎么样？战北韩一挑眉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。我就给他们换一个爹。看着萧令月离开的背影，战北韩嗤笑了一声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萧令月来到门外，就看到丫鬟挡在房门口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您是县主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您的脸。萧令月这才想起脸上的易容没了，又没戴面具，这些丫鬟第一次见她的真容，难免吃惊。娘亲好漂亮，娘亲终于愿意露出真容了吗？还是这个样子最好看？站在门口干什么？进来。爹爹真的在里面，娘亲都来王府了，却不来看我和北北，偷偷跟爹爹在一起。娘亲，这几天你去哪里了？怎么又受伤了？门外都是丫鬟，萧令月不好多说，先让2个孩子进了屋。谁让你们过来的？爹爹，你又骗我！娘亲明明在府里，你还说她不在，自己偷偷跑来见她，不让我和北北知道。韩寒埋怨了几句，却发现爹爹的心思压根不在他身上，于是顺着目光望去。哇，北北你和娘亲长得好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北北面无表情，心里十分不高兴，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身世就要曝光了。本王记得你的真名叫萧北辰，随母姓。他居然连娘亲的真名姓萧都知道了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娘亲的身份在这个男人面前彻底暴露了。现在是来审问我的吗？你知道本王是谁吗？这时唯一不知真相的韩寒无辜的插话：爹爹，你在说什么？北北怎么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？走，没跟你说话，一边去。韩寒硬挤到战北韩面前，张开手臂将北北挡在自己身后。那你也不许跟北北说话，他不喜欢你。战北韩没搭理他，意味不明的目光依然看着北北。这重要吗？北北知道他话里的意思，不是问身份，而是问身世。不重要吗？不重要，我有娘亲就够了。但你娘亲不这么想，不信你问问她。下一秒，2双相似的眼睛齐刷刷望着萧令月。娘亲，是这样吗？娘亲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就在这时，侍卫冷肃的声音隔着房门响起：王爷，宫里来人了，急召王爷入宫。陛下急召，应该是为了昨晚上的事，你赶紧去吧。去备车，本王随后就来。是。战北韩又看向北北，小家伙的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排斥之意。看来你是早就知道了。本王先进宫，你们母子待在王府，不许擅自出去。用不着你说，我知道。战北韩没有多说，转身大步离开。娘亲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
北北，你怎么了？爹爹留你和娘亲在王府住，你不高兴吗？你不要说话。涵涵，你帮娘亲去和周管家说一声，请他帮忙把娘亲之前落在客栈的东西拿过来，好吗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找周爷爷。对不起北北，娘亲连累你了。娘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会突然暴露身份，还被他知道了？萧令月将昨晚发生的事情和北北大概叙述了一遍。我本来想瞒他的，但他认出了我的脸，没能瞒住。一王以前也没见过几次娘亲的脸，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时候，韩寒走进屋内，身后的丫鬟将包袱放在桌上。娘亲现在的样子很好看，为什么又要易容扮丑啊？因为待会要见外人，沈婉的样子比较方便。等萧令月易容完走出来，就看到两个小家伙挨在一起。北北闭着眼睛睡着了。你们昨晚上没睡好吗？北北这2天好像特别容易犯困，老是想睡觉，还总觉得冷，大概是我身上暖和，抱一会儿他就睡着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相国寺回来就开始了。北北在马车上就一直睡觉，在宫里的时候也是，有时候都叫不醒。娘亲，他这是怎么了？我待会给他开个方子，先吃几贴药看看。娘亲，北北怕冷，我能陪他一起睡吗？我身上暖和，可以给他抱着。那你先陪他睡会儿，我去开方子。娘亲去吧，我会照顾北北的。睡吧，北北睡吧。萧令月开好药方，准备去找周伯。刚出门不远，就看到周管家匆匆赶来。沈姑娘，宫里来人了，传召你即刻入宫。周伯，麻烦你帮我按这个方子抓3贴药，煎好之后给北北用。煎药的方法我已经写在上面了。小少爷身体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找太医来瞧瞧？不用了，他的身体我心里有数。周伯看着手里的药方，心里还是放心不下，还是让太医过来瞧瞧吧，更安心些。一个丫鬟匆匆过来，对他低声耳语了几句。你说的是真的，难怪王爷入宫前吩咐我要照顾好沈姑娘的儿子，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只有奴婢一人看见了，奴婢没敢告诉别人。好好闭紧你的嘴，在王爷回来之前，这件事不许传出去，尤其不能让侧妃院子里的人知道。与此同时，皇宫的乾清殿内，沈之江、华姨娘、李嬷嬷竟然一个不少都到齐了。启禀陛下，人犯沈玉婷带到。皇宫的乾清殿内跪着几个熟悉的人影，沈之江、华姨娘、李嬷嬷竟然一个不少都到齐了。启禀陛下，人犯沈玉婷带到。华姨娘看到女儿狼狈不堪的模样，凄惶的大喊：“我可怜的婷儿！”闭嘴，别犟！沈玉婷惶恐的抬起头，眼泪滚滚落下。沈家的巫蛊之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北汉，你来说。父皇，此案儿臣已经查明，巫蛊人偶并非沈婉所为，而是沈之江的庶女沈玉婷所作。什么？沈之江猛地抬头看着沈玉婷，嘴唇微微发抖。翼王殿下，可有证据？禀陛下，沈玉婷的贴身丫鬟翠玉、翠果二人都已招认，也反复对比了生辰八字的字迹，确认出自沈玉婷之手。殿内众臣震惊不已，有口供，有人证，有物证。沈玉婷在劫难逃。不是的，我没有要诅咒祖父，我是冤枉的。我只是想陷害沈婉，让爹爹以为是他用人偶诅咒祖父，把他赶出沈家而已。沈玉婷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布娃娃竟害得沈家全族跟着遭殃。巫蛊人偶是沈玉婷所作，会出现在翡翠楼，则是李嬷嬷所为。她曾去天牢探视，从沈玉婷口中得知了人偶，于是偷偷藏入翡翠楼中，嫁祸沈婉。李嬷嬷听到这里，浑身已经抖得不成样子。还有一件事，李嬷嬷应该还不知道，就在昨晚，李家被人灭门，家中10几口人都被毒杀，无一幸存。大人，您说的李家难道是？李嬷嬷遇害的是你家里人。一瞬间，李嬷嬷仿若五雷轰，脸色煞白如雪。沈武侯爷的死因，你与崔礼等人查得如何？关于沈武侯爷的死因，刑部仵作已经查明，他不是死于巫蛊咒杀，也并非暴毙而亡，而是被人活活捂死的。禀陛下，经仵作反复检验，沈武侯爷确定是被人谋害身亡。崔大人，到底是谁杀了我父亲？你快说，我要让他给我父亲偿命。身旁的华姨娘冷汗直流，萧令月的脑海里刚闪现一个念头，就听见崔礼冷淡地说道：“谋害沈老侯爷的真凶不是别人，正是沈大人身边的这位华姨娘。”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花儿她温柔善良，怎么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？绝对不可能，她没有理由这么做。沈大人如果不信，不如直接问问你身边的华氏，看他怎么说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以前在我面前的温柔贤惠，对老爷子的恭敬孝顺，难道都是装出来的吗？你到底为什么要杀老爷子？为什么要害沈家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华姨娘低着头沉默了片刻，忽然发出嘶哑嘲讽的声音：“真的对我够好吗？老爷，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跟了你。
不但护不住我，给不了我承诺，连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护不住。要是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当年我就不该进侯府，把20年的青春都浪费在你身上。我只恨自己瞎了眼，竟然纳了你这种蛇蝎女人，害了父亲。华氏，你为了陷害安平县主，不惜利用亲生女儿所做的巫蛊人偶，又亲手杀害公爹，你可知道巫蛊是何等大罪？难道你自己不想活了，还想拖着沈家全族一起陪葬吗？我当然知道巫蛊是超9族的大罪，但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下半辈子已经没指望，只要能杀了沈婉，让他不得好死，哪怕同归于尽我也愿意。沈家的2个案子终于水落石出，谁也没想到华姨娘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如此聪明的女子，萧令月都有些佩服她了。沈家真是让朕开了眼界，儿子的小妾谋害了公爹，亲孙女更是用巫蛊人偶诅咒祖父，这样的惊天丑闻，沈老侯爷怕是死不瞑目啊！是微臣管教不力，没想到府中竟然出了这样的蛇蝎妇人，实在罪该万死，恳请陛下重重惩罚，为微臣父亲鸣冤。你想要朕如何重罚？华氏胆大包天，谋害当朝侯爷，当处以极刑，以儆效尤。沈玉婷竟敢用巫蛊诅咒亲祖父，这些微臣并不知情，无论陛下如何处置，微臣都绝无怨言。沈大人可真是会给自己推卸责任啊！安平，沈志将污蔑于你，险些让你蒙受不白之冤，朕现在给你处置的权利，你想如何惩处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沈大人当着陛下和朝中诸多大臣的面，给我道个歉吧。只是这样就够了吗？他毕竟是臣女的生身父亲，虽无养育，却有生恩。臣女与他断绝了父女关系，却也知道有恩必还。沈大人想污蔑置我于死地，我只要他一声道歉，如此就算是偿还他当年对臣女的生恩，从此再不相欠。萧令月明白昭明帝话里的试探之意，没有哪个帝王会喜欢冷血薄情的人。朕答应了。是我一时失察，污蔑了县主，我要歉，希望县主原谅。希望沈大人日后长点教训，不要再犯这种错误，好自为之吧。如今案情已经查明，沈玉婷、李嬷嬷2人凌迟处死，华氏罪行骇人听闻，且毫无忏悔之心。朕心生怒，追诉华氏母家3族流放西疆，永世不得释放。沈志江，你身为沈家之主，内为不修，昏庸无能，虽没有犯下罪行，但活罪难逃。即日起收回沈志江官袍、官帽，逐出朝堂，永不复用。刚离开乾清殿，镇北侯主动找上萧令月。县主，请留步。县主可有想过再嫁人？听闻县主早前成了亲，但夫君早逝，膝下还有1个孩子，是吗？是，楚侯爷是担心我不愿意退婚吗？实在抱歉，之前答应过小侯爷，回京之后便归还玉镯，没想到被各种事情耽误，拖到了现在。要不我过几天就上门退婚。县主误会了，本侯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单纯的想问问县主可有再嫁人的想法。不瞒侯爷，我没有想过这种事。是因为担心你的孩子吗？算是吧。如果有人并不介意县主的过去，也愿意善待你的孩子，县主可有想过再寻觅良人？什么良人？侯爷最近闲来无事，开始给人做媒了吗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她嫁不嫁人跟楚家有什么关系？不等镇北侯反应过来，一把抓过萧令月的手臂，拉着他走出乾清殿。马车很快就到了翼王府，却不见周勃在门口等候。周勃怎么不在？回王爷，沈家小公子身体不适，周勃请了太医在府中看诊，一时走不开，所以并未来迎接王爷。北北身体不适？萧令月忽然变得很紧张，顾不上战北寒，匆匆往府里走去。太医怎么说？情况似乎不太好，太医也拿不准。周勃又另请了2位太医过来，现在都在小公子的房里，暂时还没有结论。北北韩寒，正厅里，周勃和几位太医正在说话。闻声惊讶地转过头，沈姑娘，您从宫里回来了，王爷呢？北北在哪？他没事吧？小少爷在卧室里躺着。周勃话还没说完，萧令月就急匆匆往卧室里去了。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几位太医正在商议小少爷的病情。怎么突然就病了？怎么病的？这个老奴现在也是一知半解，王爷还是让几位太医解释吧。待会再说。卧室里弥漫着一股苦涩的药味。北北正倚靠着床头，坐在床上，身上盖着被子，旁边坐着韩寒，有说有笑，完全不像病情严重的样子。爹爹，你进来干什么？北北没事，是周勃太紧张了。他生的什么病？没有生病，只是早产留下的，先天体弱。出来说。战北寒转身走出卧室，北北一脸的不悦。他居然对娘亲这么凶。就是啊。萧令月感觉一个头2个大，北北的情况恐怕瞒不住了。战北寒手里拿着一张药方，周勃和3位太医站在厅内，大气都不敢喘。
吃药方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北北最近精神不济，有些嗜睡怕冷，我担心他的身体，就写了一张药方让他服用。他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北北是早产儿，先天体弱而已。你们说？3名太医互相对视了一眼，其中资历最深厚的太医站了出来。禀王爷，安平县主所言不假，小公子确实是因为早产，先天元气不足，以致体弱。不过什么？不过经下官等人反复诊脉后发现，小公子的身体远不止先天体弱这么简单，他的脉象虚浮且古怪，与常人完全不同，隐隐更透着一股寒凉之气，竟有几分疑似中毒。中的是什么毒？从小公子的脉象上看，并不是后天中毒所致，而是一种罕见的先天胎毒。胎毒从母胎里带来的？没错，先天胎毒极为罕见，也是极难存活的。小公子的体弱多病，也是因为胎毒作祟，反复损耗元气所致。这并非简单的先天不足，病情要复杂100倍不止。怎么治？3位太医当场跪在地上，神情为难又窘迫。下官等人推断，这种胎毒伴随着小公子一起降生，日积月累，已经完全渗透了小公子的身体，与之骨血紧密纠缠在一起。一旦胎毒反噬，最先伤及的必然是小公子的性命。所以太医们冷汗直流，谁也不敢说出药石无救这4个字。带他们下去吧。周勃不敢耽误，赶紧带着3位太医下去了。此时此刻，萧令月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。你想问什么？问吧。这是破罐子破摔了。我没有故意想瞒你，这2天事情太多了，我没顾得上跟你说。北北的胎毒是怎么回事？你怀孕期间为什么会中毒？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是怎么中毒的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那些毒素在我体内已经沉淀了10几年，甚至可能从我刚出生开始，就有人不停地给我下毒，真是生怕我死不了。既然如此，可知道是谁给你下的毒？我以前只生活在萧家内宅，不见外人，有条件长年累月给我下毒的，只有可能是萧家人。但是事情过去太久，我现在也没证据，所以只是推测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中毒的？在离开翼王府后，当时我已经有孕在身，想要解毒已经来不及了，担心药材会伤及胎儿，而且我怀的是双胎，又疲于奔逃餐风露宿，母体养分不足，2个孩子就在体内互相争抢。与此同时，韩寒正偷偷地趴在门缝里往外看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不知道，我没听见。你快下来，我们一起偷偷听。韩寒将耳朵贴紧在门缝上，努力想听清爹爹和娘亲在说什么。我好像听到娘亲在说我们，但是听不懂什么意思。北北忽然感到无奈，就韩寒这种智商，应该听不懂娘亲在说他们兄弟俩的事。北北能平安长到现在，是你帮他压制住了胎毒？没错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回京城是有私事，除了韩寒的缘故外，主要还是为了北北的病。你知道该怎么治？压制胎毒跟彻底治疗是2回事，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。总而言之，北北的胎毒可以治，但是……突然间，卧室的房门忽然被打开，只见2个小家伙尴尬地站在原地。你们躲在门后面偷听？真的吗？北北，娘亲，不怪北北了，是我自己好奇，想知道你和爹爹在说什么，才躲在门后面偷听的。娘亲没有怪你们的意思。北北真的生病了吗？很严重吗？北北他没事，只是身体虚弱，吃完药多休息就好了，有娘亲在，你不用担心。战北寒冷眼看着母子俩的交流，他只评价了一句蠢。要不然你来。战北寒冷哼一声，懒得搭理母子3人。县主，外面来了几个人，说是要找县主。是谁啊？是一男一女，那位姑娘说她叫青罗。应该是青罗和孟文浩，他们从天牢里出来了。既然是娘亲认识的人，那就带他们进来吧。我的府邸还没修缮好，暂时住不了人，能不能让他们在翼王府暂住几天？青罗是你的丫鬟也就算了，孟文浩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住在哪？需要你操心？你不同意就算了，我另外想办法吧。本王有说不同意吗？北北的问题你还没说完。现在不方便说，等晚点你有空了，我去找你。本王耐心有限，别让本王等太久。战北寒回到书房，周勃汇报着府中事宜。这些事情你自己看着，按章程处理就是，不必来问本王。还有别的事了吗？还有一件事，老奴不敢擅作主张，还请王爷定夺。说，是关于沈姑娘的。自家王爷看上了沈姑娘，这可把老管家高兴坏了。王爷若是有心想迎她入府，封侧妃的话，各种事情都要提前安排起来。不知王爷有什么打算？谁告诉你本王要迎她做侧妃？府里又有什么流言了？那倒没有，难道王爷对沈姑娘没有那种心思？战北寒迷眼看着他，周勃察觉到不对，
慌忙解释。不是老奴想打探王爷的私事，王爷既然对沈姑娘有心，又有了肌肤之亲，自然该把姑娘迎进王府才是。虽然现在是借住在义王府，但时间一长，怕是要被人非议。你从哪里看出来，那个女人心甘情愿的想做侧妃？与此同时，萧令月等人被一整排带刀侍卫拦在了门口。县主，王爷有令，您不能离开义王府。我娘亲又没犯事，为什么不准她离开？我只是去隔壁的公主府看看，很快就回来，世子也会跟着一起去，几百米的距离不算什么吧？王爷有令，请县主不要为难属下。你们都让开，我要和娘亲去隔壁公主府。如果爹爹问起来，就说是我要去的，不准他找娘亲麻烦。侍卫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，脸色严肃不变。怎么，本世子说话不好使了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世子见谅，王爷说了，世子和其他人都可以出去，唯独县主不行。萧令月的脸色十分不好看，一时间想起了糟糕的回忆。当初和慕容叶撕破脸，就是被他限制自由，软禁在东宫别院里，难道现在又要来一回？府门前的气氛变得紧绷，隐隐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感觉。既然是你们王爷下的令，那你们就派个人去跟他说，我现在要出府，要么他自己过来拦我，要么就给我把路让开。王爷，县主带着小世子要离开王府，被侍卫阻拦，现在府门口僵持，请王爷定夺。他要去干什么？听县主说，是想去隔壁的公主府。就他们母子3人吗？还有谁？还有不久前入府的一对男女。县主得知王爷不许他出府，十分生气，反而执意要出府。现在京城里可不太平，即使公主府就在隔壁，相距不远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让县主和小世子留在王府吧。不，让他去，让隔壁府里的人暗中盯着，只许在府里活动，若有异常，直接报给本王。是，王爷。周伯刚退出书房，站在原地想了想，便往府门走去。听说沈姑娘想带小世子去隔壁公主府看看。对，那边府里面还在修缮，沈姑娘怎么突然想过去了？是义王让你过来问的。姑娘误会了，老奴是听侍卫说的，正好老奴也闲着，不如陪沈姑娘、小世子一起过去吧。那边修缮的工人都是老奴亲自挑的，沈姑娘若是看了有不满意的地方，老奴正好让他们改改。那就一起吧。萧令月刚走，周伯转身看向孟文浩，这位公子如何称呼？我叫孟文浩。孟公子和沈姑娘是什么关系？朋友吗？算是朋友吧。沈姑娘回京才没多久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孟文浩很自然的将两人相识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。原来孟公子是土匪寨的幸存者，还经历过这么多事。可能是我的运气太差了吧。在周伯眼里，沈姑娘早已经是义王府的人了，缺的只是个名分。王爷忙于公务，他有义务替王爷暗中盯着些，省得有人打错了主意。现在府里有没有环境稍微好一点，能住人的空屋子？沈姑娘，您问这个是给他们住的。这位孟公子以后会留在县主府做管家，就提前先搬进来，了解一下府里的情况。什么管家？对，有什么问题？沈姑娘，这位孟公子年纪尚轻，又没有成家，留在您府上做管事，这不合适吧？管家是总管全府事宜的，经常要出入后院等地，万一传出去，总归有损名声。我觉得挺合适的。沈姑娘，孟公子毕竟是男子之身，又这么年轻，做管家实在是屈才了。如果您需要有人帮忙打理宅子，老奴可以从王府给您挑几个精明能干的嬷嬷，您觉得怎么样？不用了，我觉得孟文浩就挺合适，他已经答应了。义王府的人都听战北韩的，他可不想在自己府里还要被人时时刻刻盯着。在2名监工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后门。这里原本是府里下人职业住的地方，屋子小了点，但也能住人。旁边还挨着厨房，起居不成问题。这地方能住人吗？县主，这座府邸毕竟荒废多年，没人清扫，屋子里难免积累灰尘，环境可能不太好，住人是没有问题的。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吧，去客栈住几天也行，这实在太脏了。不用了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有房有瓦，家具也是现成的，就是灰尘多了些，打扫一下就干净了，能住人。既然孟公子都这么说了，沈姑娘也不用担心，老奴待会就派些人过来，把屋子好好清扫下，家具都换一遍，还有被褥什么的也都备齐了。公子就暂时在这委屈几天，等府里都修缮好了，再换别的地方就是。那就麻烦周管家了。眼看孟文浩和周伯达成了共识，萧令月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忽然，前院传来一阵刺耳的惨叫声。咱家看你们就是给脸不要脸，都说了不许动工，你们是把咱家的话当成耳边风了吧？今天咱家就要狠狠教训你们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在这里放肆？你就是这里的管事。对方显然没把周伯放在眼里，也不认识他。一个宫里出来的太监，带着这么多人在我府上又打又砸，
你主子是谁？你府上这么说来，你就是陛下最近新封的那个什么安平县主了。萧令月心中不解，最近并未与人结仇，目光不经意扫了一下四周，便看到府门外停着一辆豪华马车，应该就是这个太监背后的主子。咱家今天亲自带人过来，是有句话想告诫安平县主。什么话？一个乡下村妇妄想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有些东西不是你该妄想的，趁早放手滚远一些，免得得罪了人，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一个小小太监，竟然敢这么跟县主说话，好大的胆子！说话间，13公主大步走进府内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萧令月。沈婉，13公主，不知我是哪里得罪了13公主，你要让身边的太监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府上打杂，还伤了不少工匠。见到本公主还不跪下行礼，信不信我让父皇砍了你的脑袋？13公主嚣张跋扈，为了抢夺县主府，竟带人上门欺压萧令月。大胆沈婉，见了本公主竟然不下跪，信不信我让父皇砍了你的脑袋？她是谁？她是我13皇姑舒贵妃的女儿，性子很难缠的。你爹爹的妹妹？是的，不过她的生母是舒贵妃，爹爹并不喜欢她，不知道她来做什么。在北秦，公主属于庶出，跟皇子的身份没法比，就连韩寒都比她的地位高上许多。不知公主大驾光临，是有什么事呢？13公主看了一眼周勃，貌似想起了什么。本公主记得你好像是三皇兄府里的管家。正是老奴。本公主看在三皇兄的面子上，给你几分脸面。识相点，现在就滚开！本公主今天是来找沈婉的。13公主有所不知，老奴正是奉了王爷的命令，暂时替安平县主打理府宅，所以安平县主的事也是老奴的事，老奴无法不过问。13公主愣了一下，不可思议地望向萧令月。三皇兄是疯了吗？长得奇丑无比就算了，又嫁过人守了寡，这种货色他也看得上？13公主，王爷是您的兄长，更是一亲王，还请您言语上尊重一些。13公主一向骄纵刁蛮，听到周勃的沉声呵斥，走上前狠狠扇了周勃一巴掌。你个老东西算什么？竟敢训斥本公主！这一巴掌给你长长教训。你凭什么打周爷爷？的，韩寒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周爷爷，你没事吧？小世子别担心，老奴没事。韩寒脸色阴沉，与战北韩相似的眉眼间染着几分怒气。周爷爷哪句话说错了？你凭什么打他的脸？你给我姨母和周爷爷道歉！什么？一个乡下来的臭女人，运气好才被封了县主。你身为三皇兄的嫡子，竟然管沈婉叫姨母，真是拉低了皇家身份。韩寒气得捏紧拳头，恨不得冲上去跟他理论。老奴身份再卑微，也是一王府的奴才。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要看主人。13公主就算不把老奴放在眼里，世子却是一王殿下的嫡子，更是皇家长孙，以您公主的身份，只怕还没资格训诫他。你说什么？如果13公主觉得老奴说的不对，老奴可以回禀一王殿下，去舒贵妃娘娘的金华宫里好好说一说，您觉得如何？13公主脸色僵硬，满宫上下谁不知道，一王向来厌恶金华宫，要是他真敢欺负了韩寒，恐怕连舒贵妃都得跟着倒大霉。他很清楚有些人他得罪不起。算了，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，本公主是长辈，懒得跟他一般见识。13公主明白就好。13公主更加羞恼了，脸上忽然闪过一丝恨。沈婉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本公主吗？不知道。这座府邸是本公主先看上的东西，识相点就趁早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本公主对你不客气。公主应该知道，陛下御赐之物是不允许变卖和转赠的。这座宅子已经赐给了我，圣旨不可更改。公主是想要我公然抗旨吗？是又怎样？你不去跟父皇说，本公主绝不放过你。你以后休想有一天好日子过。13皇姑，你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有你什么事？别以为你是三皇兄的嫡子就了不起了，再啰嗦，本公主连你一起收拾。13公主，小世子只是说了句公道话，您若是敢动世子一根头发，一王殿下绝不会放过你。正在这时，一辆马车停在公主府门口，下来一对情侣，北秦世家公子之首，文阁老家的长孙文少卿和宫中文妃娘娘唯一的女儿八公主战芷玉，两人不久前刚被昭明帝赐婚。13皇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来找三皇兄的吗？13公主走出府门，一眼就看到迷恋已久的文少卿，顿时嫉妒的眼睛发红。皇姐都多大的人了，出个门都要少卿哥哥陪着，也太娇贵了吧！13殿下说笑了，玉儿是微臣未来的妻子，微臣护着她是应该的。13公主娇嗔一声飞扑过去，整个人恨不得依偎在文少卿身上。皇妹适可而止，难道淑贵妃娘娘没教过你什么是拿捏有别？皇姐就别端着这副道貌岸然的嘴脸来教训我了，你自己还不是跟少卿哥哥靠得近？我和少卿已经赐婚了。皇姐这话说的
好像你已经嫁进文家了一样，大婚都还没办呢，谁说婚事就不能改了？再说了，就算皇姐真嫁给了少卿哥哥，难道还能拦着少卿哥哥不看别人吗？狂姐，善妒可是七出之条。13公主泛着花痴状，俨然不顾文少卿眼里的冷意和厌恶。皇姐无话可说了吗？就算定了亲事，少卿哥哥也不是皇姐你一个人的私有物品，你凭什么拦着不许我和少卿哥哥说话？这么不爱护皇妹，等回宫之后，我一定找父皇狠狠告你一状。论厚颜无耻和嘴上功夫，八公主明显不是13公主的对手。文少卿又身为男子，不方便与女子争论口舌，一直冷眼旁观的萧令月终于忍不住。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在公主身上，我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做脸皮都不要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八公主是你的皇姐，文公子是你未来的皇姐夫，你当着你皇姐的面公然勾搭未来姐夫，还言之凿凿理直气壮，竟然要求亲姐姐不得擅赌，不得霸占自己的夫婿，不然13公主是想一顶小轿抬进文家做妾，才会说出这种姨娘说的话。文少卿和八公主听着都惊呆了，最后这句话简直是暴击，太解气了。沈婉，你竟然敢拿本公主和姨娘比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13公主气得头顶直冒烟，眼睛里都快喷火了，刁钻泼辣的样子，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泼妇。13皇妹，你差不多也闹够了吧？你闭嘴！要你出来当好人，我好言相劝，让你适可而止。如果你再要继续闹下去，安平县主告到父皇面前，我会如实向父皇陈述你今天说的话，你试试看，淑贵妃能不能保得住你？微臣和八公主一样的说法，13殿下还请自重一点。还有我，你打了周爷爷，就羞辱我姨母，我也去找皇祖府，看看皇祖父是信你还是信我。你们都给我等着，尤其是你，沈婉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13公主毒辣地瞪了萧令月一眼，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。多谢八公主帮忙解围，我也只是顺路看到她的马车，才下来看看。这些人就是13皇妹派来打杂的吗？也不知道13公主是怎么想的，非说这座府邸是她先看上，让我还给她，否则就日日派人上门，让我不得安生。这也太过分了，陛下御赐之物是不能动的，13公主难道想让县主抗旨吗？这件事大概跟我有些关系。什么关系？县主刚刚也看到了，13皇妹一直爱慕少卿，所以对我满怀爱意。我与少卿赐婚之后，父皇便拨旨修建了八公主府，也在南街上，位置不远。所以13公主想要我的府邸，是为了跟你怄气。南街上的府邸数量有限，我的公主府也是运气好才拿到的。13皇妹得知之后不服气，一心想要一座更好的公主府，因此便看上了县主这座。谁知父皇将这座府邸赏给了你，他可不就恨上你了？萧令月知道原因后，也显得很是无语。八公主和文少卿没有停留太久，很快便告辞离开了。孟文浩和周勃留在府里收拾残局，折腾了一天。萧令月哄睡2个孩子后，独自向王府书房走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丫鬟提着食盒，红着眼圈，急匆匆地走过来。丫鬟低头不看路，一个踉跄没稳住，手里的食盒掉在地上，热腾腾的鸡汤全洒了。谁啊，这么没规矩，走路不长眼，把侧妃娘娘亲手熬的鸡汤都撞翻了。丫鬟恼怒地抬起头，随即才看清萧令月的脸，神情猛地一僵。安平县主，你说这是我撞翻的，自己没拿稳食盒把东西打翻了，还倒打一耙栽赃给我。县主恕罪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是侧妃院子里的丫鬟？是的，奴婢是奉侧妃娘娘之命来给王爷送鸡汤的。送汤就送汤，你哭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了。奴婢。丫鬟支支吾吾的说不上来，委屈的几乎要掉下眼泪。县主，王爷请您进去。知道了。丫鬟眼神古怪的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问旁边的侍卫：侍卫大哥，王爷刚才不是说不见人吗？怎么安平县主一来，王爷就让他进去了？王爷的意思，谁敢揣测？我听说安平县主最近一直住在我们王府，这是王爷的意思吗？他要住到什么时候？不清楚。丫鬟看着打翻的鸡汤，害怕回去无法交差，忽然脑海里灵光一闪，匆匆拿起食盒转身往回走。怎么样，王爷答应放我出去了吗？娘娘恕罪，奴婢带着您亲手熬的鸡汤去见王爷，没想到撞见了安平县主。他得知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丫鬟，竟然故意打翻了奴婢的鸡汤，还把奴婢赶了回来，根本没让奴婢见到王爷的面。安平县主，你是说沈婉那个贱人？丫鬟为了推卸责任，将黑锅一股脑地扣到萧令月头上。是啊，娘娘，奴婢觉得他就是故意的。他把奴婢赶走之后，自己还去见王爷了。他去见王爷干什么？他怎么还赖在王府不肯走？王爷一个人在书房处理公务，这大晚上的过去，不知道他打的什么心思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王爷揭穿他的真面目。娘娘，千万要冷静。下个月初3，
可就是舒贵妃的生辰了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舒贵妃会在宫中设宴，邀请各府的夫人小姐参加。舒贵妃一向和娘娘交好，肯定会发请帖给娘娘，到时候王爷自然会解除娘娘的禁足。我差点忘了，翼王府没有正妃，按照以往的惯例，王爷肯定会让我代表翼王府去参加的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贱人。谢玉蕊想到这点，终于按捺下来。与此同时，萧令月来到战北寒的书房，忙成这样都不忘接收后院侧妃的关心，看来王爷的时间还绰绰有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之前说过，我不会拦着你跟侧妃亲近，但前提是你让侧妃管好自己手下的人，别一副无眼鸡的样子盯着我，搞得好像我欺负了他们一样。你来找本王，就是来说侧妃的事吗？我今晚过来是跟你谈北北的病情的。你说北北的胎毒能治，但很难治。压制胎毒的方法就是保持平衡，但是任何东西被压到极致，都一定会出现反弹作用。在北北身上，就是胎毒反噬。这种反噬多长时间出现一次？1个月一次。不能消除吗？不能，只能强行压下去。但是这次压下了，下次反噬就会变得更严重，程度不断累积，反而会亏损北北的身体。也就是说，压制只能治标，不能治本。没错，先天胎毒的出现是有偶然性的，十分罕见，就算知道怎么医治，凑不齐治病需要的药材也是没用的。战北寒一瞬间就明白了，难怪萧令月回京后一直在寻找药材。给北北治病需要哪些药材？寻常的药材我都能找到，但其中有几样药材不是靠能力手段就能拿到的，可遇不可求。你说的这些药材叫什么？一共有7种药材，分别是麒麟果、凤凰枝、白玉蟾蜍、降龙木、冰蚕穴、五灵芝和千灵参。萧令月说的这7种药材，每一样听起来都不似凡物。你从哪弄来的药方？自己配的吗？你确定这些是药材？是我和药王谷一起制定的方子，这7种药材的来源也是药王谷告诉我的，不然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药王谷为什么要帮你？这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，一个江湖势力提出的治病药方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药王谷是7国医术最顶峰，其他任何名医都比不上的。北北是我亲生骨肉，在他的事情上，我只会比你更谨慎小心，所以用不着担心这些。战北还没有再多问，眼眸里却闪过暗光。这个女人还说跟药王谷没有关系，即使暴露了真实身份，身上依然隐藏了很多秘密。她的武功，她的医术，她和天一阁、药王谷，甚至和南燕之间的关系。现在重要的是先解决北北的问题。萧令月手心渗出了细汗，他知道有些借口是骗不过战北寒的。你说的这7种药材要去哪里找？药材里的千灵参很容易拿到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在哪里拿？北秦皇宫，你家祖上传下的宝贝，皇家保命用的珍藏品。怪不得你这么主动来跟本王坦白，是想通过本王拿到千灵参。北北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吗？我为了他的病情考虑，找你这个亲生父亲，为自己儿子找点药材怎么了？战北寒说不过他，气得俊脸隐隐发青，拳头都握紧了。若是本王拿到了千灵参，你打算用什么来交换？你帮自己的亲儿子，还需要讨价还价？北北至今没叫过本王一声爹，他对本王的厌恶是从哪来的？难道不是你给他灌输的想法？你别把黑锅全往我头上扣，明明就是你自己不讨喜，他总归是你儿子，千灵参的事情还是需要你帮忙。如果是北北亲自来求本王，看在他和本王是父子的份上，本王可以无偿帮忙。不可能的，北北现在对你的排斥心很强，他性子又倔强，是不会为了这种事低头的。北北的性子跟战北寒父子相传，骨子里都是一样的，绝不会轻易妥协。那就没办法了，本王给他机会，是他不要。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故意报复我，想让我用什么交换，你直说。只要你讨好本王，哄得本王高兴了，本王就把千灵参给你。怎么讨好？女人讨好男人，你说该怎么做？萧令月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花楼里姑娘讨好客人的画面。你非要用这种手段羞辱我吗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千灵参不想要了，用亲生儿子救命的药材威胁我，你还能更无耻一点吗？早知道这样，我绝对不会把北北的病情告诉你。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本王的要求已经说了，你既然做不到，那只能证明你想救自己儿子的心意也不过如此。你身边又不缺这种女人，后院里的侧妃还眼巴巴盼着你去看她，何必拿这种事刁难我？刁难？你觉得这是刁难？战北寒一时兴起，本以为是夫妻间的小乐趣，结果在他眼里却成了羞辱和刁难。难道不是吗？明明不缺女人，却要忍着厌恶宠幸我。你再说一遍。再说多少遍都可以，要么你就杀了我，否则我绝不妥协。战北寒一腔怒气涌然而生，猛地抬手扣住他的后脑，往下一压，重重一口咬在他唇上。战北寒，你太过分了！县主，您没事吧？萧令月脸色苍白的匆匆离开。书房不欢而散后，两人进入了冷战期。三弟，
你就这么不欢迎大哥来找你吗？胡说什么？最近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居然让你心情这么不好，说出来，让大哥高兴一下。为什么我们不可能？你说过你会娶我的。弟弟满脸的沉郁不快，太子亲哥却跑来幸灾乐祸。你不会是和沈婉吵架了吧？说出来，让大哥乐呵乐呵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你生什么气？最近这2天，京城还算太平吧？你很闲吗？还好，大哥闲着也是闲着，跟你随便聊聊吗？太子一脸八卦的看着战北韩，心里偷偷乐。你和沈婉为什么吵架？战北韩懒得搭理他，自顾自的问道：我有件事要问你，皇家司库里有没有一种叫千灵参的药材？你从哪知道千灵参的？有还是没有？是有一只，在父皇手里收着。怎么了？我要用，下次我去和父皇说。你为什么要用千灵参？这可不是寻常药材，皇家库房里就这么一只存货，父皇很宝贝的。如果不是必要时刻，就算你去找父皇，父皇也未必会给你。这东西这么珍贵，我怎么从来不知道？你又不是太医，要知道这个做什么？千灵参号称参中之王，药性极强，天下少有，一般时候也用不着。父皇收着它，是为了关键时候保命的，比万年人参还有用。本王现在需要用到千灵参，父皇可是宝贝的很，能不能给你，就要看你本事了。话说，你跟沈婉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，还想骗我？我虽然没跟你嫂子吵成这样，但看也看得出来，你跟沈婉肯定是因为什么事情闹不愉快了吧？战北韩俊脸一黑，无语的看着亲哥。你这是在跟我炫耀吗？跟皇嫂感情好，很了不起吗？那是皇嫂性子温柔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要不然……大哥，我就喜欢这种温柔的。沈婉的性子在女子里面也算刚烈，跟你皇嫂不是一种类型，你偏偏就看上了她，这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们2个凑在一起，不闹矛盾都不太可能。就算是自己亲弟弟，太子也得说一句公道话。战北韩绝对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。三弟，大哥成婚这么多年了，跟你说句实话，2个人要想好好在一起，互相争强好胜是没有结果的，总得有人退让一步，否则……你这话怎么不去跟他说？他凭什么要本王退让？所以你和沈婉到底是为什么是吵架的？难道是因为你那个侧妃？你的东宫里也有侧妃，也没见皇嫂跟你闹过。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皇嫂温柔贤淑，怎么可能跟我闹？只见太子悄悄靠近战北韩，声音压得很低：大哥私底下跟你说，你可别说出去啊！你嫂子其实也跟我闹过，每次我去看侧妃回来，她都不许我碰她。战北韩一怔，眼神不禁微妙地看着他。我可没碰侧妃啊，就是按着规矩去看一眼。你嫂子都这么难受，我要是真碰了，起码半个月别想进她的房门。本王真没看出来，你居然怕嫂子？不是怕，我这是爱中你嫂子。虽说男子3妻4妾是常态，但天底下没有哪个女子能真心接受自己的夫君有其他女人，除非她对自己的夫君无心。但是这样的女子，你真的愿意娶她为妻吗？战北韩默默地听着，神情冷冷淡淡。女人都是需要哄的，本王需要哄她。我记得沈婉跟楚家的婚约还没解除吧？要是被气跑了，改嫁别人了，你确定你能无动于衷？他敢？战北韩此时有点心慌，萧令月还没有恢复翼王妃身份，要是真的丢下2个孩子不管，自己一走了之，那真的是哭都没地哭。大哥，你确定他介意我有侧妃？你不会不确定吧？我教你一招，你故意跟侧妃亲近一下，观察她的反应，她要是生气了，朝你摆脸色，那就是介意了；要是完全无动于衷，那就代表对你没心思，你还是趁早放弃吧。你确定这样有用？要是没用的话，你尽管来东宫找我。实话跟你说，我有时候故意去找侧妃，就是想看看你嫂子生气吃醋的样子，特别美。战北韩可是他亲弟弟，兄弟俩同脉相承，亲哥是恶趣味，亲弟又能好到哪去？不过是没开窍罢了。与此同时，萧令月正在街上买蜜饯，准备给北北佐药吃。楚元启，你给本小姐站住！崔敏君，你这个疯女人，再这么胡闹下去，荣国公也保不住你。这人不是镇北侯府的小侯爷楚元启吗？这是在干什么？2个人一追一逃，从街头追逐到了街尾。萧令月也不想跟他打招呼，免得招惹麻烦。老板娘，麻烦把推荐的蜜饯和果脯都给我包2斤，我要带回去。沈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萧令月还没来得及搭话，就看到崔敏君2眼冒火地盯着楚元启。这个女人是谁？你居然在大街上跟她拉拉扯扯，你说她是你什么人？你管她是谁？我跟谁拉拉扯扯关你屁事？你到底闹够了没有？你居然护着她！我警告你，最好给我适可而止。我是给荣国公府面子才忍你这么久，你别给我太得寸进尺了。萧令月认出了对面的少女，她叫崔敏君，是荣国公府唯一的嫡女。崔家在京中的地位不低，任何人见了都得敬3分。你这个贱人，躲在楚元启身后算什么本事？你给我出来！小姑娘说话干净一点，别动不动把脏字挂在嘴边。你们2个吵架闹矛盾，跟我没关系吧？没关系，楚元启会护着你。不要脸的贱人，在大街上就跟人拉拉扯扯的，你是哪个窑子里出来的刀东西？没见过男人吗？亏你还是国公府的千金小姐，
一点家教素养都没有，口口声声骂别人贱。你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，跟市井口插着腰骂街的泼妇一样？我忍你很久了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个天仙啊？追着男人死缠烂打，这么不知羞耻，荣国公府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。崔敏君简直被骂得傻眼了，爱恋多年的楚元启竟然这样骂他，一瞬间无尽的委屈涌上心头。早就跟你说了，我跟你是不可能的，整天追着男人跑，你自己不要名声，就要来祸害我。为什么我们不可能？你以前明明对我很温柔的，你说过你会娶我的。你当年就是个10岁大的毛丫头，我怎么可能说要娶你？我又不是变态。听起来好像很刺激。萧令月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，有种前排吃瓜的感觉。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八卦。我楚元启对天发誓，若说过要娶你，我今天就天打雷劈。萧令月看了一眼天空，乌云渐渐笼罩了半边京城，街上所有人惊了一跳。天啊，这是眼也太准了吧！话刚说完，天上就打雷了，真是应了事了。这男人肯定是骗了这姑娘吧？啧，没想到他看着浓眉大眼，一副好人相，居然是个骗姑娘的混蛋。他就骗着说要娶人家了，现在又翻脸不认账，难怪这姑娘气得要拿鞭子追着他打呢。听到人群里隐隐传来的议论声，楚元启满脸欲哭无泪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没有说过要娶她，这下惨了，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你看，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边，打雷警告你了，证明我跟你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你放屁，鬼才要跟你天造地设！崔大小姐，我求求你高抬贵手，别来祸害我了。你都能和沈婉那种女人订婚，宁愿娶一个嫁过人生过孩子的寡妇破鞋，为什么我不行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沈婉？萧令月露出吃惊的表情，真是猝不及防，吃瓜竟然吃到了自己头上。抱歉沈婉，让你卷进了麻烦事里，你先走吧，我帮你挡着崔敏君，不会让他找你麻烦的。萧令月嘴角抽搐，谁能想到楚元启出门不带脑子，这不是间接出卖他了吗？不许走，原来你就是沈婉，是又如何？我还当是哪来的狐狸精，敢在我眼皮底下勾搭楚元启，原来是你这个遭人嫌弃的破鞋。楚元启，你就不怕你全家都被他克死吗？楚元启怒目圆睁，抬手一耳光抽在他脸上。我警告过你，说话干净一点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竟然打我！楚元启，你当我崔敏君是好欺负的吗？我是国公爷的女儿，陛下是我亲姑父，太子和翼王是我表哥，我这样的身份喜欢上你，那是你的荣幸。你现在竟然为了一个臭女人打我的脸！崔敏君又气又恼，将所有恨意集中在萧令月身上。沈婉，受死吧！一声闷响，崔敏君惨叫一声，重重砸在地上。你家里人没教过你，得罪人是有代价的吗？我花姑父和太子表哥绝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全家都要给我陪葬。不好意思，我全家早没了。很快，一群健壮的家丁匆匆往这边跑来。沈婉，荣国公府的人来了，以崔敏君的性格，肯定不会放过你，你赶紧走吧，我帮你先挡住这些人。谁敢走？楚元启，你今天敢放他走，我发誓绝对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别以为我喜欢你就不能把你怎么样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有苦说不出来。你有本事尽管冲我来，跟沈婉没关系。给我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，我要亲手打烂他的脸。10几名荣国公府的家丁气势汹汹地朝萧令月包围过去，眼看大战就要一触即发。萧令月眯起眼眸，周身的危险气息上升。你们谁敢动他试试？你怎么过来了？不过来，看着你在街上跟人大打出手吗？翼王表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跪下！崔敏君吓得膝盖一软，瞬间跪在坚硬的青石地面上。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过来！你要教训妹妹，叫我过来做什么？道歉。听到了没有？沈婉，表哥让你给我道歉，你还不赶紧照办？翼王殿下，您是让谁给谁道歉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你和沈婉跟我道歉。翼王可是我亲表哥，他当然是站在我这边的。崔敏君给沈婉道歉。此话一出，不仅楚元启愣住了，崔敏君也愣住了。表哥，你在说什么？话都听不清楚，耳朵不想要了吗？我为什么要给沈婉道歉？明明是他害得我，他勾引楚元启，还打伤了我。表哥，你居然偏袒他，我不服，我可是你的妹妹呀！本王就是偏袒他又如何？不道歉，你就一直跪着，跪到膝盖废掉为止。当年崔敏君口无遮拦，被战北韩罚跪了3天3夜，膝盖已经落下了旧伤。现在一听这话，吓得脱口而出：我道歉，我愿意跟沈婉道歉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表哥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我能起来了吗？你问本王做什么？不是表哥你让我跪下的吗？你不开口，我也不敢起来啊。你所谓的道歉，就是上下嘴皮子碰一碰就算完了，不管别人接不接受，你只管说就完事了。道歉是需要原谅的吗？不是只要说出口就够了吗？他不说原谅你，
你就一直跪着，直到获得原谅为止。战北韩在马车上目睹了事情全经过，他战北韩的王妃，在他嘴里成了命运下贱的破鞋。当他战北韩是什么，还敢说什么克服、克全家人？当北秦皇室是什么？沈婉，我跟你道歉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么说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萧令月看着他哭的眼泪鼻涕全流出来了，一时只觉得恶心。我都没怪你，哪来的原谅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就是故意想害我是不是？我没有。那你说你原谅我了？崔小姐，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世上竟然有强迫别人必须原谅的道理。你这一身大小姐的脾气，我招架不起。崔敏君一看他竟然想走，瞬间抓住萧令月的衣服。要走可以，你先说你原谅我了，你快说。行行行，我原谅你了，赶紧撒开你的脏手。表哥，你听到了吧？沈婉说原谅我了，现在我可以起来了吗？接到百姓报案的京兆府尹匆匆带着衙役赶来。臣京兆府尹赵成伟见过一王殿下。赵大人来的速度可有够慢的。京兆府负责京城的治安，只要收到百姓报案，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臣失职，请王爷恕罪。崔敏君带人行凶，违乱京中，直接拿下，重打100大板，以示惩戒，带下去。就这样，崔敏君被衙役狼狈不堪地拖了下去。楚元启被带到义王府，此时心里十分茫然，心里有种空落落的感觉。你不是找楚元启有事吗？叫我过来干什么？退婚的事情你忘了啊？抱歉啊，本来都答应你，从相国寺回来就把你家的玉镯还给你的，没想到后来发生这么多事，一不留神就拖到今天了。没关系，你家那枚玉镯，我离开沈家的时候已经拿到了，你等一下，我让人现在就去拿来，你带回去也好跟父母交差。话音未落，周伯已经拿着一个锦盒过来了。沈姑娘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周伯这么快就拿过来了？王爷今天一早就让老奴从库房里取出来了，说是沈姑娘今日退婚要用的，得提前备好。这就是你家的玉镯，从沈家拿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我没有碰过，你仔细看看。我娘跟我描述过，这个确实是我家的祖传玉镯，我收下了。希望你以后碰到心仪的姑娘，能亲手把这只玉镯送给她。信物已经退还了，婚书呢？当年那一纸婚书应该在我母亲手里保管着，我回府拿到后亲自送过来。不用了，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本王派人跟你回去取婚书。沈婉，那我回去了。我送你。楚元启高兴地跟着他往外走。周伯笑容一僵，无奈地转头看向战北韩。王爷，您怎么也不拦着点啊？有什么好拦的？他还敢跟人跑了吗？玉镯物归原主，从今往后，沈婉再没有婚约和家族的束缚。沈婉，你跟义王到底算是什么关系？楚元启神情复杂，心里没有一丝退婚后的喜悦。你虽然嫁过人，但夫君已经不在了，本是自由之身，现在带着孩子住在他的王府里，跟他朝夕相处，恐怕不太好吧？哪里不太好？义王府里没有正妃，你没名没分的住在府上，又跟义王同进同出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？我只是暂时借住，而且别人怎么看我，我并不在乎。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那你儿子呢？你也不在乎吗？谁敢说我儿子的坏话？让他有本事到我面前来说。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我想说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在京城有一座空置的宅院，很干净，你可以带北北搬进去住，等你的县主府修好了再搬回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楚元启，你人还怪好的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不用这么麻烦。为什么？你是有什么顾虑吗？我可以帮你的。我们之间非亲非故，如果我住在义王府都会招人闲话，那住在你名下的宅子里也是一样，说不定还会被传得更难听，没这个必要。可是楚元启话还没来得及说完，一旁马车前的义王府侍卫走了过来。小侯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请上车吧，卑职送你回府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萧令月刚回到正厅，就看到战北寒冷眼盯着他。终于舍得回来了，本王还以为你一路送到镇北侯府去了，送个人而已，磨磨蹭蹭，耽误这么久。周伯之前告诉我，我的县主府大概再过10来天就能修缮好。所以呢？等县主府修缮好了，我会带着北北搬过去。不行，什么理由让你这么急，想搬过去？刚刚楚元启提醒我了，我现在还是沈婉的身份，带着北北住在义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总会有人说闲话。楚元启提醒你，你就听进去了？你就这么爱听他的话？你阴阳怪气的说什么呢？一直借住在义王府确实不像话，就算我不在乎被人背后诋毁，但我不希望北北也被人戳脊梁骨。有本王在，京城上下谁敢多说一句嘴？你要是怕我跑了，大不了派人监视县主府，侍卫也好，龙陵卫也行，随便你放多少人盯着，这总可以了吧？不行，你要带孩子去县主府玩玩，本王不拦着你，但是搬过去住不可能。战北寒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本王说了不行就是不行，你就不能乖一点？天天该想的不想，尽想一些歪门邪道的主意。连楚元启一个外人都知道关心我，提醒我不要让北北受人嘲笑。你还是北北的亲生爹爹，
怎么就不能替儿子考虑一下？你倒是提醒了本王，既然不想曝光北北双生子的身份，又觉得沈婉住在翼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本王倒是有个好主意，封你做侧妃，正好免了你的2大顾虑，一箭双雕。你觉得这个主意棒不棒？好好的正牌王妃不做，换个身份回来当侧妃，给战北韩做妾，还一本正经的问他这个主意如何？萧令月只觉得一股怒火如岩浆般爆开。你是认真的还是跟我开玩笑？这不是得看你吗？战北韩，我萧令月这辈子绝不与人做妾。我可以不在乎名分，但北北算什么？你可知道，在北秦，妻子的身份连庶出都不如。翼王府的侧妃也是从2品，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不堪了？我缺这么一个破2品的身份吗？多少女人想进翼王府当侧妃都没机会，就你有骨气，宁死不屈是吧？跟你后院里的侧妃没得比，就跟天生软骨头病一样，巴不得跪着伺候你。你这张嘴是天生带刺吗？说话真是一句比一句难听。不爱听你可以不听，没人强迫你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战北韩立马换了一张笑脸，漫不经心地看着萧令月。那侧妃是周勃的意思？所以呢？本王没答应。就你这个动不动鱼死网破的脾气，本王要是真答应了，你还不得把王府都掀了？本王还想多活2年。被战北韩这么一吓唬，萧令月更加坚定搬过去的打算，省得周勃嫌吃萝卜淡操心，又扯什么封侧妃的事。哼！你要搬到县主府也可以，但北北必须留在王府，让他跟韩寒住一块。你不会限制我来看他们吧？不会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县主府修缮好了，你别又说话不算数。本王说的话从来不反悔。既然非要搬过去，拦得住这次，拦不住下次。他刚刚说的是，只要县主府修缮好，他就可以搬过去。那么这辈子他都别想等到县主府修缮好了，修好了也得给他砸了，看他怎么住。萧令月完全不知道战北韩心里盘算着什么险恶的念头，反而觉得能让这个男人退一步不容易，见好就收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没别的事，我先走了。次日一早，萧令月临时起意，想去看看县主府修缮的如何。刚刚走到半路上，便被谢玉蕊挡住了去路。沈婉，你果然还赖在王府里。谢玉蕊，你竟然被放出来了。王爷那么宠我，当然不会舍得把我关太久。倒是你这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对王爷有企图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没想到吧？就算王爷明知道是我给你下毒，还不是照样舍不得对我动手。萧令月万万没想到，战北韩竟然偏心谢玉蕊到这种程度。明明下毒的是谢玉蕊，却让一个丫鬟做了替罪羊，而她只是被下令禁足而已。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你难道真的相信王爷会惩罚我吗？真是太蠢了！你也不上京城里打听打听，我们侧妃娘娘在王府有多受宠，王爷疼着护着都来不及呢，怎么可能真的忍心惩罚娘娘？上次要不是你从中挑唆，王爷迫于无奈，才狠心关了娘娘几天。王爷到底是心疼我们娘娘的，就你这种姿色，还妄想跟我们娘娘争宠，抢王爷的注意力，真是癞蛤蟆不照镜子，不知道自己有多丑。两个丫鬟刻薄的言语如同刀子一样，谢玉蕊只觉得心情畅快无比，目光上下打量着萧令月。听说你和沈家断绝了关系，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了，所以才赖在翼王府不肯走。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要不要本侧妃给你介绍一个好去处？反正窑子里都是你这种货色，把灯一吹，蒙上脸都一样，总会有人不嫌弃的。萧令月眼里闪过一丝杀意。你的话都说完了吗？是不是该轮到我了？不等谢玉蕊反应过来，萧令月直接扬起手。谢玉蕊惊愕地捂住脸，你竟然敢打我！萧令月反手又是一巴掌，直接将他扇得跌坐在地上。谢玉蕊被打懵了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这个人不善言辞，谁让我心里不舒服，我就让谁身体不舒服。一个巴掌能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浪费口水？沈婉，你敢打我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之前警告过你，不要找麻烦找到我头上，否则我不会对你客气。看来你是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。你要是敢动我，闭嘴！不知是气愤还是惊恐，谢玉蕊整个人直哆嗦。谢玉蕊，你给我听着，我不管战北韩怎么偏心你，在我面前，你最好把你那点小伎俩收起来，少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下一次我该打你还是打你。撂下这句话，萧令月转身扬长而去。谢玉蕊缓过神，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。彩霞，往我脸上打巴掌。娘娘，奴婢做错了什么吗？您息怒啊！让你打就打，我不惯你，我就是要脸上伤得重一点，待会才好找王爷告状。这口气我一定要让沈婉翻倍还回来。彩霞把心一横，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噼里啪啦一阵抽，谢玉蕊只觉得半张脸火辣辣的，好痛，我的脸好痛。娘娘，您说打得越重越好，奴婢就没手下留情。您这脸伤得越重，王爷看了肯定越心疼，到时候就会帮您狠狠教训沈婉了。是啊，娘娘，您伤成这样，王爷看了一定心疼。还是娘娘你聪明又厉害，竟然能想出这种法子对付沈婉。丫鬟你一句我一句，哄住了脑子不太好用的谢玉蕊。快带我去找王爷，我要告状。
丫鬟很有心机的选了人多的路，一路招摇过市的往王爷的书房走去。周勃得知消息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终于在书房门口拦住了谢玉蕊。侧妃娘娘，您怎么变成红烧猪头了？是沈婉，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。完了，真的是沈姑娘干的，这下出大事了。侧妃息怒，沈姑娘想必也不是有意的，老奴这就派人去叫太医，一定能把您。侧妃娘娘，王爷有请。谢玉蕊立刻扔下周管家，哭着就往书房里去了。都老实待着，闭紧嘴巴，不该说的话不许乱说。谢玉蕊刚踏进书房，就开始大声哀嚎：“王爷，您要给我做主啊！”战北寒一口茶呛住，看到谢玉蕊那张猪头脸，只感觉辣眼睛。你怎么弄成这个鬼样子啊？王爷，是沈婉把我打成这样的，他想毁了我的脸，他好狠的心肠啊！沈婉打的？那他的手不疼吗？沈姑娘打的，不是下毒吗？什么下毒？老奴一路过来时，听到府里下人都在传侧妃中毒毁容了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赶紧过来瞧瞧。战北寒又瞥了一眼谢玉蕊的猪头脸，忍不住闭了眼睛。就这副尊容，不怪下人误会。侧妃娘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怎么和沈姑娘吵起来了？我今天刚解除禁足，本是想来向王爷谢恩的，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却遇到了沈婉，他拦住了我，质问王爷怎么把我放出来了。我才刚说了2句实话，沈婉就跟发了疯一样，拼命打我的脸，把我打成了这个样子。是沈婉一个人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就是他故意而为，见不得王爷对我好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你想让本王怎么给你做主？我受过的苦，让沈婉10倍奉还。谢玉蕊眼里迸射出毒辣的寒光，语气里浓烈的怨毒掩饰不住。他一个借住在府上的外人，凭什么敢打我的脸？他简直是胆大包天，一点都没把翼王府放在眼里。王爷，您绝对不能轻饶了他，一定要让他尝尽苦头不可。侧妃娘娘，现在事情还没查清楚，这样做不合适吧？事情都明摆在眼前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你是不是想袒护沈婉那个贱人？王爷，老奴冤枉啊！老奴绝没有袒护谁的私心，只是觉得事有蹊跷，还是要查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查什么查？你看看我的脸，都被打成什么样了？如果不是沈婉打的，难道我自己会打成这样吗？战北寒不搭理他，转头瞥了周勃一眼。周勃会意，转身退了出去。不出2分钟，快步来到战北寒身边，附耳轻声道：“王爷，侧妃身边那个叫彩霞的丫鬟，双手都肿了。”果然如此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谢玉蕊的脸打肿成这样，可想而知，打她的那个人双手肯定又红又肿。侧妃娘娘急着来告状，哪有时间给彩霞处理手的问题？战北寒瞬间感到厌恶，今日解了谢玉蕊的禁足，完全是太子说的那番话，利用侧妃试探萧令月的态度。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会来事。王爷，你一定要狠狠教训沈婉，让她长个教训，否则她以后越来越放肆，早晚连王爷您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周勃，把侧妃送到静心堂，让她好好休养脸上的伤，没事就别出来走动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为什么要把我关到静心堂？我不去。静心堂是王府最偏远、最冷僻的安堂，那里什么家具都没有，阴森森、冷冰冰的，连打扫的下人都不会去。这可由不得侧妃您，请吧。我不去，王爷，这是为什么？谢玉蕊满脸懵逼，只觉得自己委屈大了。本王看你火气不小，静心堂冷僻又安静，最适合静心。等你何时消了这一身火气，再出来见人。带下去吧。2名侍卫将谢玉蕊强行带出了书房院子，等在院门外的丫鬟十分震惊，差点把你们给忘了。侧妃犯了大错，这些丫鬟不能劝诫主子，都压下去，每人杖打20大板，罚俸半年。周管家饶命啊！奴婢们做错了什么？做错了什么自己想，全都带下去领罚，别打扰了王爷。周管家，听府门前的侍卫说，沈姑娘半个时辰前去隔壁县主府了。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周勃刚走到县主府门口，萧令月迎面走了出来。周勃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是关于侧妃的事吗？老奴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姑娘的。跟谢玉蕊有什么关系？侧妃刚刚去了书房，找王爷告状，说你打伤了她。所以战北寒让你来找我，打算兴师问罪了。周勃刚想否认，却看到萧令月的神情不太好看。侧妃的事情待会再说，之前你跟我说县主府这边顶多10天半个月就能修缮好，工匠们也是这么保证的，没错吧？没错。怎么，他们有哪里让姑娘不满意了吗？不是不满意，是我今天过来一看，他们把府里的屋子都快拆完了，说什么房屋老旧，必须要推倒重建，这就是周勃你说的10天半个月能修缮好。周勃闻言一脸震惊，把屋子拆了？怎么会？老奴从未让他们拆过县主府的屋子。姑娘稍等，老奴先进去看看。好家伙，好好的府邸拆成一片废墟，工匠们个个忙得热火朝天，简直比抄家还彻底。拆成这样，屋子都没了，不修个3、5年根本别想住进来。不是周勃下令拆的吗？
沈姑娘先消消气。难道是战北韩下的令？王爷大概是觉得县主府空置这么多年，实在太老旧了，不适合姑娘的身份，所以就干脆拆了，给您建一座全新的府邸。王爷也是一片好意吧？他哪有这么好心？算了，他要拆就拆吧，大不了我再买别的宅子。我还不信了，他有本事把京城里所有售卖的宅子都给拆了。萧令月负气的转身就走，背影里都透着浓烈的怒火。所以你们两个这是杠上了吗？一个拆，一个买，拆了买，买了再拆，这是银子多的没地方花了吧？萧令月一进院门，韩寒就迫不及待地扑过来。娘亲，北北这2天总是不出门，窝在屋子里看书，我都无聊得快睡着了。我想带北北去骑马，好不好嘛？不许对娘亲撒娇，好好说话。我才没有！哼，翼王府里有养马吗？有的哦，还有专门的跑马场呢，爹爹的马也在里面。北北想去吗？去看看也可以。母子3人一同往马厩走去。只见小单间里面有2匹身形一样的小马驹，这是黄伯父上个月送过来的2匹小马驹，说是爹爹那匹马的孩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。他们长得一样，是兄弟吗？是的，不仅异母同胞，还是难得的双生胎呢。那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啊？黑色的是哥哥，白色的是弟弟。不过他们虽然长得一样，性格却完全不同。韩寒看了眼北北，又看了眼小白马，突然偷偷笑了起来。你傻笑什么？北北，我发现你和这匹小白马好像呀。哪里像？哪里都像。北北不说话，试探性的伸出手摸了摸小白马。我也要摸，让我摸一下。小白马忽然往后退了2步，眼神里满是嫌弃。他是不是在嫌弃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摸？小世子恕罪，这匹白马的性格就是这样，不喜欢陌生人靠近它。那北北为什么能摸它，我就不行？这可能是巧合吧。旁边那匹小黑马不就很亲近世子吗？世子可以摸它。我不要，我要摸小白马。你干嘛跟一匹马较劲？它只亲近你，不亲近我，为什么只嫌弃我？小世子，您要是真想摸白马的话，奴才可以给他戴上口套，先抽几鞭子让他老实点，您再摸，保证他不敢反抗。谁说要你打他了？真正优秀的战马，除了天生血统之外，都各有各的性格。照你这样用鞭子驯服，最后训出来的是马还是狗？县主，奴才是专门养马的。按照我的经验，这样的马就是得从小让他知道厉害，否则他是不会乖乖听话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你经验比我多，所以要听你的？奴才不敢，但是隔行如隔山。县主没有驯过马，还是不要在这里乱说，误导小世子了。这是太子殿下送给世子的马驹，该怎么养不是你说了算，听世子的就好。世子当然是听我的，这里所有的马驹都是我养的。你给我站到一边去，我不叫你，不许开口。养马官顿感脸上无光，但也不敢违抗命令，只好识趣的退到一旁。北北，你喜欢这匹小白马吗？喜欢。那我送给你吧，正好有2匹，我们2个一人1匹。北北不禁有点心动，一旁的养马官忍不住开口：世子不可以，这是太子殿下送给您的马驹，千金难求，您怎么能随随便便送给一个外人呢？我不是让你闭嘴吗？这2匹马驹真的很名贵，又是翼王殿下昔日战马的后裔，普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，您可不要被有心人骗了。你是说我故意骗韩寒的马吗？小少爷，要不是世子亲自带你来，你只怕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好的纯血马吧？随便看看就够了，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心的好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这么说北北？跪下！养马官不情不愿的跪下，嘴里还一直争辩：奴才也是一片忠心啊，世子为什么要偏帮外人，却不相信奴才呢？好吵！把这个人拖下去重打20大板，以后不许他再靠近养马场。养马官十分后悔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该多那几句嘴逞厉害。这下好了，自讨苦吃。北北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把小白马送给你当赔礼。我不要，免得又有人说我骗你的马。韩寒一向拗不过北北，只能委屈兮兮的看向萧令月。娘亲，你帮我劝劝北北吧，我真的想送给他，我没有别的意思的。娘亲尊重北北的想法，他没有针对你的意思，只是不喜欢被人冤枉，所以才拒绝你。我没有怪北北，就是有点难过。我真的想把小白马送给北北，跟他一起骑小马的，可是北北不肯要。你只想送北北小马驹，不想送给娘亲吗？娘亲也想要吗？是啊，我也很喜欢这匹小白马，既然北北不要，那送给娘亲好不好？萧令月朝他暗示的眨眨眼睛，韩寒瞬间明白了。好啊，那就送给娘亲。娘亲，你真的喜欢吗？你们是不是合伙了，就对付我一个？没有哦，你误会了。看着2个儿子的气氛松缓下来，萧令月也乐见其成。北北，我们给他们起个名字吧。我已经给小白马想好名字了，就叫银雪吧。真好听，那我的小黑马就叫小黑黑。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忍不住看了一眼小黑马。
要不叫它黑球、煤球、墨球？为什么都是球？有了，就叫它乌云。云雪是天上飘的雪花，乌云就是冬天会飘雪花的云，一听就是亲兄弟。北北嘴角抽了抽，心累的不想说话。你不是把你爹爹的那匹马叫乌云吗？2匹小马都是他的孩子，父子俩用同一个名字，不太好吧？这简单，爹爹那匹马以后就叫大乌云，我这匹就叫小乌云，这样就容易区分了。大乌云生的小乌云，涵涵，不愧是你起的名字，真棒。与此同时，马房的另一边传来一阵巨响，母子3人不约而同地看过去。怎么回事？马房最需要安静，否则容易惊马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动静声？那边住着王爷的战马乌坠，2年前刚从军队里退下来养老，脾气非常暴躁，这2年已经伤了10几个喂马的下人。萧令月有些吃惊，战北韩的乌骓马他是见过的，虽然脾气不好，但聪明有灵性，不会无故乱踢人。是你们没照顾好他吗？县主冤枉啊，那可是跟着王爷出生入死，从军队里退役下来的战马，多少军功在身上，王爷更是在3叮嘱要好好照顾，奴才们怎么敢不尽心呢？北北，涵涵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几名驯马员围着纯黑雄马，不远处的地上还躺着2个，嘴里哀嚎阵阵。你是什么人？别靠过来，这匹马发疯了，小心被他踢伤。萧令月靠近乌骓，推出一声清越的口哨，眼里闪过一丝泪光。你还记得这个口哨声吗？乌骓曾经跟在战北韩身边，和魏少荣的玉狮子打过架，2匹战马不分上下，最后总要他亲自上手安抚，才能让2匹马安静下来。好久不见，乌骓，我知道你还认得我。玉狮子为了保护我，永远留在了南燕。你要好好活下去。乌骓马似乎听懂了，又似乎没听懂。姑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他竟然能安静的听你说话，没有攻击你。你们都做了什么，让他发这么大脾气？我们什么都没做啊。你们没做什么？那地上的马鞭和套马绳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性子实在太烈了，不用套马绳困住他，我们哪敢靠近？你们都害怕他，也排斥他。乌骓是很有灵性的马，他看得出你们的厌恶，对你们当然不会有好态度。这要不是王爷的战马，谁乐意把他当个祖宗一样供着？早就棍子鞭子一起上，打都给他打服了。翼王很重视乌骓，这匹马对他来说并非工具，而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。为了让你们好好照顾他，他给你们的待遇也很丰厚吧？结果你们就是这么办事的。萧令月一肚子怒火，乌骓曾经战功赫赫，本以为年老后能安度晚年，没想到马房里的人个个都把他当麻烦看。乌骓被送到这里2年了，你们多久带他出去跑一次？几名驯马员闻言一愣，谁也没有接话。乌骓是战马，从小就是在沙场和战场上长大的，需要定期出去跑一跑，关的时间太长很容易情绪暴躁。你们该不会从来没带他出去过吧？不是我们不想带，是他脾气太凶了，我们也不敢啊。算了，事已至此，骂你们也没用。我现在要带乌骓出去，让他散散心。战北韩刚一走进马场，就被眼前的身影吸引。囊谦，乌骓好厉害啊，再跑快一点。一旁眼巴巴等着的韩寒，迫不及待地挥舞着小手。娘亲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，我也要骑，别忘了还有我。小狮子，您往后站站，县主不会忘了您的。萧令月确实没忘记韩寒，说好了，2个孩子一人跑2圈，谁也不亏谁。爹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在书房处理公务吗？怎么过来了？听说我的乌骓马叛变了，竟然让一个陌生女人骑它，出于好奇特意过来看看。翼王哥哥，襄王看了眼一旁的萧令月，眼睛一转来了兴致。申婉，你认识这位孟姑娘吗？殿下想说什么？这可是3弟的桃花寨，你真的不好奇，不想知道？襄王殿下，如果想挑事看热闹的话，建议你去找别人，我不关心这些事。3弟救过孟婉晴一命，英雄救美，结果就俘获了美人一颗芳心，从此对3弟死心塌地，非他不嫁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孟婉晴是孟家2房的嫡女，大堂姐就是太子妃，祖父又是朝中亲友之首，论身份，当王妃都够了。那就让她当好了。跟我说什么？孟姑娘之所以会爱慕3弟，也是有原因的。2年前在秋猎场上，孟姑娘被一群野狼围攻，是3弟将她安然无恙的救了出来。之后，孟姑娘就心系3弟，非他不嫁，哪怕是进翼王府做侧妃。孟家是清流世家，文人风骨之首，又是太子妃的母族，2房出了一个自愿做妾的女儿。您真的觉得孟家会感动她的一片痴心吗？本王倒是很好奇，翼王跟孟婉晴之间的关系，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本王就是跟沈婉随便聊聊，没说什么。囊谦，北北觉得无聊了吗？我本来是想看娘亲骑马的，但是这里人好多，还都是一些看起来很讨厌的人，我不喜欢他们。那就不看了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那韩寒呢？他爹爹会照顾他，不用我们担心。萧令月没有丝毫停留，带着北北走向另一匹马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萧令月回过头，看到被孟婉晴拦住，站在原地的战北韩。翼王殿下看起来事务繁忙，我和北北就不打扰了，先回去了。
娘亲和北北不骑马了吗？不骑了。战北韩不顾孟晚晴的纠缠，带着韩寒大步走了过来。你又在闹什么？娘亲要走，我也走。娘亲带上我呀，别把我一个人丢给爹爹。为什么要带上你？我们不是一起来的吗？你跟你爹爹不是玩得很开心吗？你们自己玩好了，干什么要拦着我和娘亲？我们现在要回去了。你要走，可以把孩子留下。凭什么？你要让本王在这说吗？好，那本王就告诉你凭什么，就凭他是。闭嘴！北北听懂了他们话里的意思，乌黑的眼底闪烁着寒意。baby， 说什么？难怪娘亲要一直留在翼王府，没有带我搬出去。你是不是拿我威胁娘亲了？战北韩略显惊讶，没想到北北如此聪明，只听半句就猜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战北韩凑到北北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本王知道你很聪明，不妨告诉你，你娘亲是为了保护你，才不得不留在本王身边的。本王如果想让她吃苦头，她没有任何反抗之力。所以你最好对本王态度好一点。”我娘亲很厉害，她不会受你威胁的。是吗？那我们来打个赌吧，本王给你机会，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试试看你娘亲会不会带你搬出翼王府，甚至离开京城。只要你能让她答应，就算本王输，如何？你输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看在你是本王儿子的份上，你想要什么好处，尽管提，本王都能满足你。萧令月从情绪中缓和过来，惊讶地看到父子俩交头接耳，似乎说着什么。北北，你在干什么？不准过来，本王有话要跟他说。有什么话你冲我来。北北不懂事，你别欺负他。娘亲，没关系的，我不怕他。我跟你打这个赌，如果你输了，从今往后不许你再纠缠我娘亲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你打算付出什么代价？你想要什么？本王还没见过你的真容。北北愣了下，他不是知道我的身份了吗？真容就和韩寒长得一样，这条件倒是挺简单的。北北脑子里飞快地想着，还没做出决定，战北韩忽然话锋一转：如果你输了，以后就得跟韩寒一样，叫本王爹爹。我不要，如果我改口叫你，娘亲会伤心的。我不做会让娘亲难受的事。萧令月站在原地，心里有一种不妙的预感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还没说完吗？本王跟你说的是，你可以慢慢考虑，想好了再来找本王。好。战北韩瞬间心情大好，眸底隐约还有笑意。一家四口的互动震惊了一旁的孟晚晴。翼王哥哥，人家很想见你。滚！玩了一天，母子三人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北北想吃什么？想喝鱼片粥，要娘亲亲手熬的。娘亲还会熬粥，那我也要。萧令月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，一切准备好已经是2个小时后了。母子三人围着小圆桌坐下，刚准备开动，战北韩突然走了进来，离了个大谱。这个女人竟偷偷往粥里放了一袋盐，这是要咸死谁？在用膳，吃的什么？战北韩无比自然地坐下，看了眼桌上的菜式，鱼片粥看起来还不错。本王的碗筷呢？母子三人不约而同地看着他，脸上都是一副你来干什么的表情。战北韩抬头一看，剑眉不悦地看了一下。怎么？本王不能来？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？像见了鬼一样。爹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来干什么？你说本王来做什么？你又来蹭吃蹭喝，这是娘亲特意给我们熬的粥，没你的份。看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，明天开始点心减半。你胡说，我才不胖。翼王府现在都这么穷了吗？堂堂王爷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，还要跑到客院抢小孩子的饭吃。要么闭嘴好好吃饭，要么都别吃了。翼王府不宽裕，能省就省点。母子三人当场震惊了，好一个不要脸的王爷，瞎话都说得理直气壮。爹爹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好不要脸啊！娘亲，你听到了吧？翼王府现在都这么穷了，连我和韩寒的口粮都要省，很显然是养不起我们了。要不我们把韩寒带上，一起搬出去吧，娘亲一定能养得起我们。好啊好啊，我同意。什么时候搬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今晚就搬走吧，行李什么的都不要了，反正娘亲可以给我们买新的，就当送给翼王府好了。好啊好啊。萧令月一时无语，这父子三人凑在一起，既像3个冤家，又像3个幼稚鬼。好了，都别闹，现在是晚膳时间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本王的碗筷呢？事先不知道你要来，没准备你的碗筷，你先坐吧，我去厨房给你拿。战北韩有些微讶的诧异，没想到今天的待遇这么好，他都学会伺候人了，奇迹啊！萧令月拿着新碗筷回来了，盛了一碗鱼片粥，放在男人面前，笑着问2个孩子：这粥味道怎么样？味道特别好，又鲜又好喝，娘亲手艺一级棒。娘亲做的跟以前一样，味道很好。战北韩心中一动，有些好奇这粥的味道。刚吃进嘴里，
神情忽然僵住。这是什么见了鬼的味道？他到底加了多少盐？咸死人了！这含着粥吐也不是，吞也不是。翼王殿下，这粥味道不错吧？是不是很合殿下你的口味？萧令月似笑非笑的看着他。战北寒忽然想明白了，难怪他要亲自去厨房拿碗筷，只怕拿碗筷是假，去厨房拿盐巴才是真的。一开始就没有赶我走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。这女人不但记仇，她还有仇必报。战北寒硬生生把粥咽了下去，嗓子都显哑了。还不错。不知道内情的韩寒闻言露出不满。什么叫还不错？娘亲的手艺明明一级棒，爹爹你懂不懂欣赏啊？不爱吃就别吃，又没人求你。既然还不错，殿下要不要继续吃？碗里还有呢。还不错，哼，有本事继续吃啊，酷不死你！战北寒看着碗里剩下的粥，这女人是把厨房里的盐巴全加进去了吗？不然怎么会这么咸？现在舌头都是麻的，咸的嘴里全是苦味。翼王殿下怎么不吃？不是说味道还不错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难道殿下觉得我的手艺不对您的胃口？那就没办法了。殿下要是不喜欢，回您自己的院子去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这个女人简直就是阴阳大师，噎死人不偿命。本王何时说过不喜欢了？喜欢你就多吃点，锅里还有呢。锅里还有4个字，吓得战北寒把一碗粥全咽下去了。2个孩子吃饱喝足就回房休息了，战北寒却坐在那里迟迟不肯走。你还坐在这干嘛？盐巴没吃够。你果然是故意的。那不然呢？翼王殿下不请自来，赶又赶不走，我可不得想点法子好好招待你。战北寒却出乎意料的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很好笑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能记仇？反正事情我已经做了，盐巴的滋味不好受吧？殿下要是不乐意，就少来我面前晃。本王就要在你面前晃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对他的警戒心越来越低，竟被一碗粥哭得如此狼狈。刚才可把本王折腾惨了。不想被折腾，你可以不来，又没人逼你。后院里不是还有个侧妃等着你吗？你去他那边，他保管给你伺候的妥妥帖帖，处处合你心意。本王怎么觉得这话听起来带酸味呢？这是吃醋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没事的话，你可以走了。可是刚才那碗粥真的很咸。你想怎么样？不能只本王一人受罪，你也得一起尝尝。战北寒猛地将他拽进怀里，低头吻下，一瞬间，萧令月尝到一嘴的咸苦味，舌头开始隐隐泛麻。记仇的事就算了，不许再生气，否则本王还亲你。乖一点，说同意。你这是来求和的吗？常听人说夫妻之间床头打架什么什么，本王还没试过，你想尝尝？萧令月顿时僵住，脸颊飞起晕红，转念一想，又觉得这个男人不对劲。何姐，做什么美梦呢？殿下该回哪去吧。天哪，王爷这是被赶出来了。一群丫鬟们赶紧低下头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战北寒冷笑一声，转身拂袖而去。谁也没想到，他竟然偷偷来到窗户前，想破窗而入。这个王爷竟学起了爬窗户。萧令月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，还爬自家窗户？你的意思是本王今晚就不能留在这里办了你？你闲着没事干了吗？书房的公文都处理完了，要不是有事找我，你会吃完饭还不走？战北寒差点气到吐血。瞧瞧他说的什么话，本王找他就是为了蹭饭，吃完了没事就该滚蛋。两人大眼瞪小眼，气氛要多古怪有多古怪。这时门外不合时宜的响起敲门声。王爷，您是在跟沈姑娘吵架吗？两人的交谈被打断，本想今晚办了他，周伯来的太不是时候了。战北寒的脸色瞬间变得阴冷。进来。周伯走进屋子，只觉得空气都冷飕飕的。找本王有什么事？是关于昨天宫里派人给侧妃娘娘送东西的事，老奴还没来得及跟王爷汇报。萧令月见状就往门外走去。关于侧妃的事情，他是一点都不想参与。昨天来府里的是金华宫的宫人，给侧妃娘娘送来一份请帖。那个舒贵妃又想搞什么名堂？王爷您忘了，再过3天就是舒贵妃娘娘的寿辰了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金华宫举办寿宴，各府的王妃、夫人们都会参加的。那又如何？咱们王府没有正妃，往年遇到宫宴之类的场合，都是侧妃娘娘出面。那就放她出来吧。王爷，您确定吗？有什么不确定的？您要是现在把侧妃放出来，沈姑娘岂不是要误会了？她要误会就误会，本王倒要看看她能有什么样的反应。周伯欲言又止，实在不理解王爷是怎么想的，但王爷的命令还得照办，于是就派人去了静心堂，把谢玉蕊放了出来。没过多久，消息就传到了萧令月耳朵里。第二天，不速之客就找上了门，点名要见他。宫里来的人点名说要见我。是的，现在已经在前厅等着了，县主可要见一见。哪个宫里的？金华宫，就是淑贵妃娘娘的寝宫，想必是贵妃娘娘有什么吩咐，县主最好还是见一见。不见就说我没空，淑贵妃若是有什么指示，你代为转达就好。没过多久，丫鬟又匆匆折回来。县主，奴婢按您说的话回了，但是金华宫的嬷嬷非要见你，还说您如果再推辞，
便是不给金华宫面子，他就要回宫如实禀告给淑贵妃娘娘了。萧令月眼眸一眯，心里确定了一件事。这话明显是暗藏威胁，县主爵位再高，也绝对压不过宫里的贵妃，何况还是膝下有成年皇子的贵妃，明晃晃的来者不善。翼王呢？他不是跟金华宫向来不和，金华宫的人找上门，他没说什么。王爷今天一大早便去军营了，现在不在府中。周管家今天上午也出门办事去了，现在府里只有侧妃娘娘和二管家在，都在前厅待客呢。萧令月脑海中思绪飞转，站起身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去看看吧。萧令月刚要出门，不远处的韩寒和北北正好回来了，手里各抓着一束花。娘亲要去哪？你们不是去花园散步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我们已经走够了。娘亲这是要去哪？宫里的嬷嬷在前厅等着，我去见一见。宫里来的嬷嬷，哪个宫里的？我陪娘亲一起去。我也要去。刚走到前厅门口，萧令月就看到谢玉蕊和一个中年嬷嬷谈笑风生，身边站着翼王府的二管家。淑贵妃娘娘真是太客气了，有什么好东西就想着我，待我下次进宫请来，一定要好好谢谢娘娘。娘娘在宫中闲来无事，侧妃若是有空常去见娘娘，娘娘一定很高兴。嬷嬷这就说笑了，贵妃娘娘手里可是长着半个后宫，哪还有空时常接见我啊？侧妃娘娘真是太会说笑了，以您在翼王府的地位，我们娘娘哪敢嫌您，只盼着侧妃多多进宫说话才好呢。谢玉蕊不但没有引荐的意思，反而拉着金华宫的嬷嬷不停说笑，这位嬷嬷也很明显的配合着她。萧令月嘲弄的弯起唇角，沈婉，你笑什么？到了前厅，当着宫里嬷嬷的面，还不给我过来行礼？我要给谁行礼？当然是给我。还有竹青嬷嬷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是谁？竹青嬷嬷可是淑贵妃娘娘的奶嬷嬷，更是金华宫中的教养嬷嬷，地位高着呢。看到她就如同看到了淑贵妃，你还不给我过来行礼问候？一个宫廷嬷嬷，就算当上了一宫管事，也不过是奴才而已。你说见她如见淑贵妃，意思是这位竹青嬷嬷地位和淑贵妃是一样的。我没这么说。安平县主，话可不要乱说。原来嬷嬷还知道我是谁，我还以为嬷嬷从金华宫里出来的，眼睛是长在头顶的，看不见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呢。谢玉蕊脸色气到发青。沈婉，你闭嘴！刚从软禁里放出来，还想再进去一次？谢玉蕊2次被禁足，都和他脱不了干系，想起来就恨得咬牙切齿。你嚣张什么？不过是仗着王爷被你哄骗，我才上了你的当。今天王爷可不在府里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叫人杀了你？你可真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既然没什么正事找我，我就不打扰两位谈笑风生了。韩寒，北北，我们回去吧。站住！你竟然敢走！这时，韩寒抬头眯着眼看着嬷嬷，你叫竹青，金华宫的嬷嬷是吗？本世子记住你了。嬷嬷瞬间脸色大变，急忙解释：小世子，奴婢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管你是什么意思，敢跑到我家来，对着我娘亲大喊大叫，以为我爹爹不在家，你们就可以欺负我娘亲了吗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一个奴才也敢让我娘亲给你行礼？世子，你被沈婉这个贱人迷了心窍了，什么娘亲不娘亲的，她这种贱人哪里配得上做你娘亲？你不许这么叫她。韩寒，何必理会这些人？我们回去了。不能让他们走，快拦住他们！万一小世子进宫告状怎么办？战北韩不在府中，连周伯都出去办事了，整个王府他最大。谢玉蕊眼底闪过一丝冷笑：来人，给本侧妃拦住他们，谁都不许走！给本侧妃拦住他们，谁都不许走！萧令月和2个孩子被值守在院子里的侍卫拦住去路。你们要拦我？韩寒见状十分恼怒：你们居然听那个坏女人的命令，挡我娘亲的路，还敢拦我？世子，侧妃娘娘的命令，属下不得不听。那我的话，你就可以不听了吗？王爷以前下过命令，若是世子与侧妃发生冲突，要以侧妃娘娘的命令为主，不能让世子胡闹。侍卫神情为难，尴尬的拱手示意。所以，请世子回听吧。翼王还下过这种命令，韩寒作为王府继承人，权限还不如谢玉蕊一个侧妃。如果谢玉蕊不怀好心呢？战北韩这么做，岂不是等于把韩寒交到一个心怀恶意的女人手中吗？这一刻，他心里的震惊和怒火，各种情绪难以言喻，脸色变得十分难看，连侍卫都被吓了一跳。这确实是王爷下的令，属下不敢说谎。我知道你不敢，就算爹爹不在，我也会保护娘亲，谁都不能欺负你，娘亲不要怕。萧令月眼眶一酸，急忙偏过头，将眼泪藏了起来。外头都是死人吗？还不把这个贱人给我带进来！韩寒气得像只炸了毛的小狮子。这个坏女人，她还没完没了了。她以为爹爹不在家，翼王府就是她说了算吗？她凭什么骂娘亲？她才是小可爱，可惜没人爱。看到韩寒替她抱不平的样子，萧令月又气又好笑。你们可不许跟他学，不能把这种不上台面的字眼挂在嘴上，多难听啊！我可没说，是他先骂娘亲的。狗咬你一口，你一脚踹开他就行了，难不成还要学狗一样咬回去？这不是脏了自己的嘴吗？娘亲说的好有道理啊，
所以啊，遇到疯狗，大棒子打回去就行了，犯不着自降身价跟他对着叫，浪费精力还得不偿失。两个小家伙连连点头，一旁的侍卫嘴角微微抽搐。安平县主说的疯狗，该不会就是现在在前厅里气得跳脚嚷大叫的侧妃娘娘吧？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像。娘亲，我有个问题，如果疯狗叫个不停，要怎么打回去才能让他闭嘴呢？这还不简单，待会你们别说话，看娘亲怎么做的就行。韩寒和北北对视一眼，露出了看好戏的笑容。娘亲，我们快进去吧，我想看。萧令月带着孩子们走进前厅，谢玉蕊还没意识到危险，伸手指着萧令月骂了起来。你最好拎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别以为花言巧语哄住了小世子，你就真的能进义王府的大门了。我才是王爷独宠多年的侧妃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？你是不是觉得战北韩不在府里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？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哪怕杀了我也没人能阻止你。是又怎么样？沈婉，你没想到有朝一日会落到我手上吧？分明是个乡下来的破鞋寡妇，竟然也有胆子敢奢望王爷。萧令月不想与他争辩，谢玉蕊自己也知道鸠占鹊巢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所以满脑子都想着上位。谢玉蕊，你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吗？什么？像一只看门狗，辛辛苦苦守在门口，啃着别人不要的骨头，还以为门里藏着宝藏，所以看到谁都汪汪叫，像疯狗一样追着别人咬，打都打不走。这比喻实在是太羞辱人了，明明不带脏字，却把人贬低到了骨子里。沈婉，你竟然把我比作狗！你看你现在不就叫得挺欢的吗？谢玉蕊气得浑身直打哆嗦。这时候，竹青嬷嬷用力咳嗽2声。侧妃娘娘，您的身份比安平县主高，他对您如此不尊重，您不该施以惩戒，让他知道规矩吗？来人，跟我拿下这个贱人，狠狠掌他的嘴！侍卫长抬头看了一眼萧令月，心里一惊。周管家可是再三严令过，要把安平县主当贵客看，千万不能疏忽怠慢了，否则有我们好果子吃。现在侧妃竟然要掌安平县主的嘴，谁敢啊？我看你们谁敢！你这个坏女人，还敢命令我爹爹的侍卫，没这个权利。世子，我是王爷的侧妃，更是你的庶母，说我没有这个权利。呵呵，小世子，你搞清楚一点，我比你有权利，这个可是王爷亲口说的。今天我就要教训沈婉，小世子你也拦不住。一口气说完，谢玉蕊只觉得扬眉吐气。给我拿下沈婉，他不是喜欢说吗？他不是牙尖嘴利吗？今天我非得打烂他这张嘴，让他知道义王府的规矩不可。虽然知道娘亲能应付，但韩寒还是很生气，又觉得不放心。叶七，你快出来！一道黑影闪现，叶七单膝跪下。世子，谁敢对我娘亲动手，统统废了扔出去！属下遵命。谢玉蕊恨得咬牙切齿，如果不是叶七，韩寒怎能活到今天？处处给他添堵。叶七，你不过是王爷安排保护世子的暗卫，除了世子的人身安全之外，你没资格插手王府内部的事，还不给我退下！属下是世子身边的暗卫，除王爷之外，只听世子一人之令，侧妃无权指挥。侧妃娘娘，世子年纪小，您何必跟他计较？还是先办正事要紧。谢玉蕊这才反应过来，现在的重要任务是教训沈婉。世子，我今天是非要教训沈婉，你若执要拦着，连王爷给你的暗卫都叫出来了，待会伤了碰了，你可不要怪我。你要是能伤到叶七，算你有本事。叶七，爹爹不在，你要帮我保护娘亲，谁都不许伤害她。叶七心里哭笑不得，您家娘亲还用得着属下保护吗？真要动起手来，属下都不一定打得过她，更别提是府里的普通侍卫了。只要世子有令，属下一定办到。韩寒拍了拍叶七的肩膀，一副好兄弟的样子。好样的，我相信你，只要你帮我保护好娘亲，我就不计较上次你听爹爹的话，不听我话的事情了。多谢世子宽宏大量。不客气。叶七抽出腰间短刀，冷眼扫过所有侍卫。谁要先来？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动手！侧妃娘娘恕罪，有叶七统领在，属下等不敢动手。你说什么？区区一个暗卫，你们有这么多人，竟然还不敢动手？你们都是废物吗？侧妃娘娘，这不能怪他们。叶七统领是王爷的直属暗卫之一，在军中是有军衔的。我们王府所有侍卫都出自军中，按照军中规矩，他们是不能也不敢对叶七统领出手的，否则论军法处置起来，他们承担不起啊。而且王爷手下的直属暗卫都是从小接受训练的精锐，就算真动起手来，也不是叶七统领的对手。侍卫长低着头，心里暗想：这种后院里的事情，谁出头谁倒霉。王爷又不在，我可不能被侧妃当枪使了。反正有小世子和叶七统领挡在前面，不动手，顶多被侧妃骂几声废物；单动了手，说不定就是出头的船子先烂了。属下无能，不敢与叶七统领争锋，有违侧妃娘娘命令，属下愿意领罚，请侧妃娘娘降罪。谢玉蕊傻眼了，她万万没想到还有这种情况。你们这些没用的废物，连本侧妃的命令都敢不听了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信不信我让王爷砍了你们的狗头？属下无能，愿意领罚。
看着跪了一地的侍卫，韩寒高兴的哈哈大笑。你们好样的，不愧是我爹爹手下的兵，说得好，就不该听这个坏女人的命令。你们放心，她要是敢对你们怎么样，我一定会护着你们的，绝对不会让你们有事。侍卫长心里狠狠松了口气。多谢世子。你们居然敢在我面前串通一气，我要嘎了你们！我绝对要告诉王爷，把你们统统嘎了。你去啊，尽管去。你看我爹爹会不会听你两句挑拨是非，就要杀了手下的人？你要是不去，你就是小狗。谢玉蕊听后怒火直冲头顶，看到这种场景，竹青嬷嬷脸色一沉，开始怀疑谢玉蕊在翼王府的地位。传言她是翼王独宠多年的女人，舒贵妃一心想让亲儿子襄王做太子，她在谢玉蕊身上看到了利用价值，于是屈尊降贵拉拢谢玉蕊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上这颗棋子。竹青嬷嬷是后宫的老员工，在这个女人身上，她却没有看到半点实际权利，甚至不如眼前这个寡妇神婉。嬷嬷，舒贵妃派你出宫，特意来翼王府找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我没时间浪费在这里，你要是再不说，就别怪我不给金华宫留面子了。竹青嬷嬷心中很是恼火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去死吧！只见谢玉蕊捏着簪子朝萧令月刺去。侧妃娘娘！谢玉蕊痛得惨叫，两个小家伙被叶七护在身后，探出小脑袋，同时露出了惊叹的表情。这是何苦呢？明明就不是沈姑娘的对手，还一次次自取其辱，吃了几次苦头还不够吗？非要给自己找点麻烦，可能是我不懂女人的心思吧。这时，周伯刚办完事走进前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侧妃娘娘，您怎么了？周管家，是沈婉。沈婉她想杀了我，你要给我主持公道，给我报仇。侧妃娘娘，您没事吧？快去请大夫。谢玉蕊疼到极限，还没开始告状就晕死过去。周伯大惊失色，快来几个人，把侧妃送回琉璃阁，让大夫好好照看着。几个丫鬟赶紧走过来，七手八脚的抬起谢玉蕊，将人送回琉璃阁。侍卫长悄悄走到周伯身边，快速的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侧妃娘娘可真是，昨天刚被放出来，今天就闹出了这种事，她怎么就不能多安分几天呢？谁说不是呢？造孽呀！你下去吧。周伯看得出来，谢玉蕊几次三番挑衅找麻烦，沈姑娘已经够容忍她，于是朝萧令月走去。安平县主，让你受惊了。受惊倒谈不上，就是挺烦的。周伯不禁苦笑，谢玉蕊毕竟是王爷要放出来的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周伯看向一旁的竹青嬷嬷，这位是？我是金华宫舒贵妃娘娘身边的嬷嬷竹青，是奉贵妃娘娘之命来王府给安平县主送一样东西的，不知是何物。2日后便是舒贵妃娘娘的寿宴，娘娘特意在金华宫中设宴，宴请京中各位王妃、夫人、贵女等参加，这便是寿宴的请帖。这就是你今天非要见我的理由？贵妃娘娘吩咐了，一定要奴婢亲手将请帖交到县主手上，若是有冒犯之处，还请安平县主见谅。多谢舒贵妃好意，可惜不太凑巧，过2日我有些事情要办，恐怕无暇进宫赴宴，但寿礼还是会奉上的。舒贵妃大人有大量，想必不会跟我一个小小的县主计较，对吗？萧令月一番话说得客气周全，语气虽然冷淡，却挑不出错。竹青嬷嬷脸色略显僵硬，县主恐怕不知道，娘娘这次寿宴，陛下也会亲自到场。又听闻县主在相国寺中有救驾之功，娘娘心里感激，早早便和陛下说了，想亲自见一见县主，当面对县主表示感谢。所以送什么贺礼倒不重要，县主还是亲自赴宴，才不辜负娘娘的一番心意。萧令月玩味的一笑，心意只怕是不怀好意的心意吧？居然连昭明帝都搬出来了，明里暗里的施压，看样子是要我非去不可。竹青嬷嬷并没有给他考虑的时间，紧接着说道：奴婢只是奉贵妃娘娘的口意前来，现在请帖已经送到了，奴婢言尽于此，剩下的县主可以自行考量。舒贵妃娘娘还在宫中等着奴婢回去复命，便不耽误县主时间了，奴婢告退。说完便扬长而去。萧令月站在原地也不说话。沈姑娘，你怎么也没拦着他？这份请帖，怕是来者不善。拦住了也没用，他连陛下都搬出来了，明摆着就是不给我拒绝的机会，我阻不阻拦都一样。那沈姑娘要去吗？娘亲，我看这个嬷嬷的态度很不客气，好像逼着娘亲去参加一样，她肯定没安什么好心，娘亲还是不要去比较好。是啊，娘亲，舒贵妃也不是什么好人，皇伯府以前还跟我说过，要我离金华宫远一点，这次参加寿宴肯定没什么好事，娘亲一定不要去，找个理由拒绝就行了。萧令月看着两个孩子担心的样子，不禁一笑，哪有这么简单？舒贵妃请帖都送来了，我要是不去，后面还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。舒贵妃也不是善罢甘休的脾气，既然非要我去，那就去好了，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那我陪娘亲一起去。你们两个乖乖留在王府，不许到处乱跑。沈姑娘如果打算去参加寿宴，需要老奴帮忙准备一份贺礼吗？那就麻烦周伯了。那老奴就按照惯例先准备着，要参加宫宴的话，
衣服首饰肯定得用心的，哪怕不出挑，也要保持居中水平。娘亲，周爷爷说的有道理，那我们现在就出门去给娘亲选衣服吧。周爷爷跟我们一起去。都听小狮子的。看着两个小家伙期待的眼神，还有周伯一脸笑眯眯的样子，萧令月也不好意思拒绝。半个时辰后，马车停在京城最豪华的绣衣房门口，奢华不差钱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真是好大一座销金窟啊！娘亲，销金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大把大把砸钱的地方，连空气都很贵。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侍女匆匆走出来，看到周伯后立刻堆起满脸笑容。贵客驾临，小的有失远迎了。您就是义王府的周管家吧？你就是绣衣房的谢东简。在下便是，您几位里边请。谢东家亲自带路，将一行人迎上了3楼。偌大的绣衣房，除了伺候的丫鬟、绣娘之外，却不见其他客人。娘亲，不是说绣衣房生意很好吗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得知有义王府的贵客驾临，小的哪还敢招待其他客人，自然是早早清场准备了。今天的绣衣房不接待其他客人，几位可以慢慢挑，慢慢选，有任何要求都可以提出来，小的一定尽全力满足。谢东简，这位是安平县主，旁边的是小狮子，另一位是沈家小少爷，今日前来是特地为县主挑选几身现成的新衣服。有的，现在正是月初，新出的12套成衣刚刚制好不久，还没来得及对外展示呢。不知道县主喜欢什么款式的衣裳，小的给您推荐一下。都拿上来吧，让沈姑娘过目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不多时，几名丫鬟将琳琅满目的衣服舒展开，方便萧令月挑选。最后在2个儿子的配合下，12套裙子里订了11套。与此同时，楼下传来一阵喧哗的争执声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不接待客人？我人都到店门口了，你跟我说这个？这位夫人，实在很抱歉。我不要你们道歉，给我让开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东阳伯夫人。萧令月听着楼下的争吵声，好奇地往下一看，只见一名贵妇带着一群人堵在店门口，不停地嚷嚷。我今天是好不容易抽了空，带着2个女儿出来买衣服，给淑贵妃娘娘的寿辰做准备的。你们要是再继续拦着，耽误了我的大事，信不信我东阳伯府一句话下来，就能让你们绣衣房在京城混不下去？到时候你们东家跪着上门求本夫人都没用，还不给我滚开！夫人，真的很抱歉，不是我们不让您进去，而是今天的绣衣房有贵客包场，东家特意吩咐了不接待其他人，请您见谅。你说是王妃还是哪位世家夫人？要是身份还不如我，别怪本夫人跟你们不客气。女人显然是生气到极点，她堂堂东阳伯夫人，竟被一家小小的绣衣房拒之门外，还不得被其他夫人们嘲笑死。就在这时，萧领月挑完衣裳，带着孩子从楼上走了下来。从哪冒出来的丑八怪，居然敢包绣衣房的场，害得本夫人白跑一趟，穿得这么落魄，莫不是来招摇撞骗的吧？谢东家只是个商人，得罪不起这样有权势的贵族，只能再三赔礼道歉。这位夫人，在下是绣衣房的东家，比心些，小店招待不周，还请夫人莫要动怒。随后又狠狠训斥旁边的守店侍女：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看见夫人来了都不知道行礼伺候着，居然还敢把夫人得罪了，一个个都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统统给我罚俸半年！侍女们心里委屈，低头不敢争辩。我说东家，你们店里的人确实该好好教一教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今天得罪我就算了，改明儿若是得罪了什么侯夫人、王妃之类的，你们绣衣房还想不想在京城里混下去了？母亲消消气，他们不过是些下人，您何必跟他们置气呢？小心气坏了身子。我看东家的态度还是不错的，母亲要气也该气包场的人，跟这些下人有什么好计较的呢？这话无疑提醒了东阳伯夫人，瞬间将矛头对准了萧令月。这是哪来的乡巴佬？穿的也太破烂了吧，一股子穷酸气！你买得起绣衣房的衣服吗？这位夫人，麻烦你注意一下自己的仪态，说话不要张那么大的嘴，口水都快喷到我脸上了。萧令月忽然靠近东阳伯夫人耳边，悄悄说了一句话。只见东阳伯夫人听后浑身发抖，瞳孔里差点吓出了眼泪。母亲，您没事吧？他对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母亲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这可不是母亲平时的性格啊！两个女儿惊愕地看着她，一脸不敢置信。东阳伯夫人却无法解释。刚刚那一瞬间，她第一次体会到濒死的恐怖感。那个女人居然想杀了她！你们都别说了，快跟我走！东阳伯夫人不顾两个女儿的反抗，硬拉着他们往外走，仿佛落荒而逃。谁让这个东阳伯夫人不长眼，偏要挑在这个时候冒出来，被杀气吓到了也是活该。娘亲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喜欢这么捉弄人。就在这时，店门口走来一对男女，萧令月诧异地挑了挑眉，露出笑容。好巧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。沈姑娘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也是来买衣服的吗？中年女子目光落到萧令月身上，又看到她身边的两个孩子，还有站在一旁的周伯，心里猜到了对方的身份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县主，真是幸会。
镇北侯夫人有诰命在身，又是楚元启的母亲，萧令月很有礼貌地主动走上前。侯夫人有礼。县主不用这么客气，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可没少听说过县主的事迹，早就不陌生了。既然这样，夫人直接叫我沈婉就好，我跟小侯爷也算是熟人了，在夫人面前是晚辈，不用叫县主这么客气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今天本也是闲来无事，才让元启陪我出门逛逛，正好路过绣衣房，便进来看看。沈姑娘已经买完，准备回去了吗？买是买完了，但他们两个还想去街上逛逛，我们正准备去。我看小世子似乎还挺期待的，就不耽误你们了。沈姑娘自便就行，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聊。好的，多谢夫人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一旁的楚元启始终没插上话，神情有些怅然若失。元启，回神了，人家都走远了，别看了。您说什么呢？我不是在看沈姑娘，我只是……娘可没说你看的是谁，你这算不算不打自招呢？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楚夫人含笑看着他，眼神柔和又包容。你的终身大事，爹娘并不干涉。你要是心里真想着沈婉，那就大胆的去追吧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瞻前顾后，无论成与不成，总要做了才不会后悔，明白吗？楚元启看着母亲温和鼓励的眼神，心里忽然有一种感动和热意。谢谢娘，那我去了。娘逛完了早点回府，注意安全。夫人，您怎么还真让少爷去了？为什么不让呢？虽然不清楚安平县主会怎么做，但我了解自己的儿子，赌不如输，随他去吧。沈婉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找了你好久。萧令月闻言转过身，不禁愣了一下。小侯爷找我有事。这个小侯爷刚刚不是已经走过去了吗？怎么又绕回来了？难道还真是冲着沈姑娘来的？小侯爷是有什么急事吗？老奴冒犯，今天沈姑娘难得带小世子和小公子出门散心，若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老奴也不希望有人打扰。周伯话说的客气委婉，但楚元启却一下子抓到了重点。散心？你在义王府住的不开心吗？有人为难你了，怎么还要专程出来散心？没有，一直闷在府里有些无聊，趁着今天天气好，带两个孩子出来逛逛。小侯爷你呢？怎么没陪着楚夫人，单独出来了？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。是什么事？在这里恐怕不方便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韩寒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上前打断了他的话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上次拦着娘亲说要退婚的那个人。你才想起来嘛？我娘亲不是已经和你退婚了吗？你怎么又找上门了？你找我娘亲到底有什么事？在这里不能说吗？楚元启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一旁的周伯只觉得小世子干得好。小侯爷，沈姑娘现在住在义王府，若不是什么要紧事，可以下次登门拜访。我确实是有事情想跟你说，是关于舒贵妃寿宴的事，你也收到请帖了吧？萧令月沉默片刻，楚元启好像是知道了什么事，想私下告诉他，于是吩咐周伯先照看两个孩子，他跟楚元启单独说说话。韩寒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，竖着小耳朵，满脸警惕。你能不能好好走路，别张望了？难道北北你不好奇吗？他明明都和娘亲退婚了，还来找娘亲，到底有什么要紧事？还神神秘秘的不告诉我们。估计也不是重要事，就算有娘亲也能应付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不喜欢那个小侯爷，不喜欢他和娘亲走在一起。你是怕他抢走娘亲吧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担心这个是正常的，毕竟我娘亲又优秀又漂亮，还那么厉害，多的是有人想娶她，不止你爹爹一个。北北，你怎么能帮别人说话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你该不会以为娘亲现在住在义王府，以后就一定会嫁给你爹爹吧？难道不是吗？虽然娘亲现在住在义王府，但这只是暂时性的，娘亲不缺人追，也不是非要嫁给你爹爹不可。你最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等到娘亲有一天要离开了，你不许撒娇哭闹拦着她，听到了没有？娘亲不会离开的，我不同意。离不离开是娘亲自己的决定，你没资格干涉。你爹爹就是用卑鄙手段威胁娘亲，你也要跟他学嘛。什么手段？北北没法跟他解释，一旦要解释这个，就得先坦白自己的身世，打乱了娘亲的计划怎么办？娘亲现在还是单身，小侯爷找她，不管有什么事，你和你爹爹都管不着。哪怕娘亲以后看上别的男人，要跟他一起走，你和你爹爹也没资格阻拦，所以根本用不着担心。北北，你很想娘亲跟着别人跑掉吗？对我来说，娘亲想嫁人就嫁人，不想嫁人就不嫁人，反正娘亲不管去哪里，肯定不会丢下我。
我只要能和娘亲在一起就好了，毕竟我可是娘亲亲生的孩子。北北得意的继续往前走，韩寒站在原地红了眼圈。舒贵妃膝下的两子一女，襄王殿下和13公主都还没有婚配，所以就想着借生辰的名义，把军中各家的公子小姐们聚在一起，从中挑选儿媳妇和未来女婿。这么说，你也在舒贵妃的女婿备选人当中？能别说的这么直白吗？哦，抱歉，我下次说的委婉点。你希望我为舒贵妃挑中吗？这个问题，小侯爷不应该问你自己吗？总之，听我娘的意思，舒贵妃这次的生辰宴只怕要生事端，省晚，你能不去趟这滩浑水最好。如果非去不可，也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别被卷进什么麻烦事里了。深宫重地，不但是非多，肮脏的事情也多。萧令月明白他的意思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小侯爷提醒。你特意过来找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？不是，我其实是……楚元启鼓足勇气的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韩寒泪眼汪汪的跑过来。韩寒，怎么了？北北说娘亲以后不要我了，他还说娘亲不喜欢我爹爹，以后会跟别的男人跑掉，把我一个人丢在王府不管了。你跟北北又吵架了？娘亲怎么会丢下你呢？那娘亲以后会嫁给我爹爹吗？楚元启脸色微变，忍不住转头去看沈婉。韩寒，以后的事情是说不准的，你现在问我，我也不知道呀。为什么不知道？等你长大后就懂了，你年纪还小，不需要考虑这种问题。所以娘亲不会丢下我，那娘亲以后会嫁给别的男人，再生别的孩子吗？韩寒是很有心眼的，问的是别的男人，明摆着不包括亲爹。不会。韩寒得到想要的答案，眉开眼笑，得意的看着楚元启。你听到了吧？我娘亲说不会嫁给别的男人了。楚元启忽然明白了什么。小世子，你刚刚的问话是说给我听的？对啊，所以你不要纠缠我娘亲了，她以后肯定是要嫁给我爹爹的。就算不嫁给我爹爹，娘亲也不会嫁给别的男人，只有我和北北能叫她娘亲。小世子，你可能是误会了吧？我没有纠缠沈婉。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和我娘亲已经退婚了，现在没关系了，而且才只见过几次，根本就不熟，所以你不能直接叫我娘亲的名字，让别人听到了不好。那小世子也要注意自己的称呼，他跟你爹爹毫无关系，不过是借住在义王府里，你就一口一个娘亲的喊他，岂不是更加坏了他的名声？韩寒被他说的哑口无言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他心里一直知道，他不是娘亲亲生的孩子，北北才是。韩寒别哭，事情不是他说的这样。小侯爷，你说的太过分了，韩寒才多大，你好端端的跟他说这种话干什么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沈婉，我知道你有儿子，所以对孩子比较心软。小世子的身份摆在这里，他喊你一声娘亲，不管是胡闹还是认真的，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够了，我想做什么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，不需要别人替我做决定。沈婉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……你刚才对韩寒说的那些话，不是你应该说的。我和韩寒之间的关系，也不需要你插手。他愿意叫我一声娘亲，我很开心，也很乐意。在我眼里，他和北北的地位是一样的，我愿意宠着他们，这同样也是我的事。所以我只说这一次，以后不要再当着我的面跟韩寒说这些话。你别生气，刚刚是我说的太过分了，我以为只是实话实说，没想到小世子会哭。我也不是要替你做决定。虽然你刚刚说的话是让我有点不高兴，但是还没到生气的地步。萧令月转身想走，楚元启忽然伸手拉住他。战北韩刚从军营回来，就看到萧令月和楚元启在街上拉扯，看起来很是亲密。等等，沈婉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楚元启不自觉的手指一缩，耳根隐隐红了一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爹爹，他欺负我。他怎么欺负你了？他说我和娘亲没有关系，还说娘亲和爹爹也没关系，所以我不能叫他娘亲，会给娘亲添麻烦。你跟本王的儿子说这些干什么？小侯爷他没有欺负韩寒的意思，而且他已经道歉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一点小误会而已。韩寒和楚元启，你要护着他？我没有护着谁的意思，这只是一点口角上的纷争而已。楚元启刚才已经道过歉了，你没听见？萧令月不想跟战北韩多做争执，也不想闹出什么事给别人看热闹。楚元启，你先走吧。本王让他走了吗？萧令月没理他，安抚的朝楚元启一笑。没事，你先走吧，有什么话我们下次再说。楚元启意识到自己再待下去，只怕会更糟糕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匆匆走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本王不能来。你和楚元启刚刚在说什么？他把韩寒弄哭了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那不然我要怎么办？当街把他打一顿？原本已经走远的周伯带着北北又折了回来。周伯察觉到气氛不对，似乎猜到了什么。小世子不是想捏泥人吗？老奴在前面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泥人摊子，沈姑娘要不要带他们去看看？好啊。娘亲，怎么了？我不要泥人了，我们回家吧，有点累。韩寒说他累了。北北是想去买泥人，还是想回去？回去吧，
逛街的行程戛然而止，一行人打道回府，房间里只剩下北北一个人。娘亲，刚刚在街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韩寒为什么哭？唉。萧令月轻叹一声，将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本来也不是大事，我没想到韩寒会这么在意，他看起来很难过，我又不能把楚元齐打一顿给他出气，所以就这样了。北北，你跟韩寒同样年纪，你帮我分析一下，韩寒这是怎么了？北北眼眸闪烁了一下，小脸上露出心虚的表情。可能是因为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之前，我跟韩寒说，娘亲以后不一定会嫁给他爹爹，也不一定会留在义王府，到时候娘亲肯定会带我走。但是他就不一样了，我没有恶意的，只是跟他开个玩笑，稍微吓唬了韩寒一下。怪不得韩寒一跑过来就问我，以后会不会丢下他？北北，韩寒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就算了，可是你明明知道啊，为什么还要开这种玩笑？是韩寒先说的，他觉得娘亲以后肯定会嫁给他爹爹，所以可讨厌别的男人接近娘亲了嘛，还拉着我想办法。我不喜欢义王，不想娘亲嫁给他。韩寒什么都不知道还这么说，我有点生气，所以才吓唬他的。萧令月听明白了，这两孩子是在选爹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了。好了，娘亲知道你没有恶意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，韩寒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会希望娘亲留在义王府，并不是他站在他爹爹那边，只是希望娘亲还有北北你能留在他身边而已。我知道，这次是北北欺负人了，晚点见到韩寒，记得要主动道歉，知道吗？我会道歉的，娘亲当年要是把我和韩寒一起带走就好了。那我们母子三人只怕都要被你爹爹抓回去，一个都跑不掉。都是韩寒他爹爹的错，我讨厌他。萧令月无奈失笑。与此同时，韩寒一路飞快跑到了书桌前，小手重重拍在桌子上。爹爹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说。想说什么？说吧。你会娶娘亲吗？是谁让你这么问的？你娘亲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想问的。这种事用不着你操心，一边玩去。爹爹，你和娘亲一样偏心，北北知道的事情我都不知道，你们都瞒着我一个人都不告诉我。北北比你聪明，他就不会来问本王这种蠢问题。北北当然不会问这个，他巴不得娘亲不嫁给你。爹爹到底会不会娶娘亲？会。真的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娘亲？要娶的是本王，你这么兴奋做什么？北北今天跟我说，娘亲不缺人追，多的是有人想娶她。而爹爹你除了长得帅一点，是个王爷之外，脾气又差，性格又坏，还经常跟娘亲吵架，一点都不温柔体贴。单景睿，你是想挨揍了吗？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动不动就威胁人，凶巴巴的，一看就不讨娘亲喜欢。所以，爹爹你要是再不努力，抓紧机会把娘亲娶回家，娘亲就要跟着外面的坏男人跑了，不嫁给你了。娘亲要是跑了，我就跟他还有北北一起走，留下爹爹你一个人孤零零住在王府，夜晚连个暖被窝的人都没有，特别惨。暖被窝这种词，谁告诉你的？娘亲告诉我的。北北之前身体不适，晚上睡觉冷冰冰的，我怕他冻着，每天抱着他睡。娘亲就笑我是给北北暖被窝的。战北寒伸手扶额，缓缓吸了口气，意识到跟一个小孩子聊天，他确实不该想太多。你的意思是，本王把你娘亲娶回家，就有人暖被窝了？行，本王记住这话了，回头就告诉你娘亲。爹爹，你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？本王就是打坏主意，你能怎么样？我会找娘亲告状的。你去啊，你都说要告状了，本王若是不做点什么，好像说不过去。战北寒毫不客气地将儿子按在桌上，抬手啪啪两下抽在他的小屁股上。臭爹爹，打得好重啊！韩寒捂着屁股，一瘸一拐地往门外跑。小世子，你没事吧？屁股疼，我走不动了，快抱我去娘亲的院子。不准抱，让他自己走过去。最后，韩寒还是可怜兮兮地拖着屁股，眼泪汪汪地走回客院。娘亲，爹爹欺负我，好疼啊！韩寒，你怎么了？他打你了吗？哪里疼？爹爹好过分的，我明明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还打我。听到我说要找娘亲告状，他打得更重了，打完了还不准侍卫送我回来，非要我自己走。娘亲，屁股好疼啊！韩寒乖，不要乱动，娘亲给你上点药，很快就不疼了。萧令月很快拿来了清凉止痛的药膏，刚给小家伙上好药，房门忽然敲响了。谁？安平县主，属下奉王爷之命，给小狮子送点东西。难道战北寒良心发现，知道自己打中了，给韩寒送药来了？娘亲，我去开门。侍卫站在门口，手里捧着一个托盘。小少爷，这是给韩寒的东西。托盘上放着一本书、一沓宣纸、一方墨和一支毛笔。翼王送这些来做什么？王爷有令，小狮子从今日开始禁足，将孝经罚抄3遍。正趴在软榻上装死的韩寒立马跳了起来。什么？抄书？我不要！比起体罚，
韩寒最讨厌的反而是文法，看到书本上的字就恨不得两眼冒圈圈。爹爹都打我屁股了，还要禁我足，把我关在屋子里抄书，他真的好过分。王爷还说了，小世子如果不肯乖乖抄写，就让属下送您回自己的院子，什么时候抄完了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自从萧令月和北北搬进客院后，韩寒就再也没回自己的院子住过。翼王为什么突然要韩寒抄孝经？王爷说，世子对他大不敬，以子犯父，视为不孝，所以让世子将孝经罚抄3遍，好好学医学孝道规矩。我不抄，爹爹大混蛋，他就会欺负人。韩寒，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对你爹爹做了什么？娘亲不怪你。娘亲，北北，你们相信我，我只是去跟爹爹说了说话，没打他也没气他，是他先动手抄我的，明明就是他欺负我，你们怎么都怀疑我？小世子，您是要想留在这里抄书，还是想回自己的院子禁足顺便抄书？王爷说了，您可以随便选。我不抄，我哪个都不选。娘亲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萧令月十分无奈，战北寒要管教亲儿子，以他现在的身份，完全没有立场阻拦，而且只是抄书而已，又不是什么苛刻的惩罚。韩寒，孝经不厚，3遍很快就抄完了，不要跟你爹爹硬碰硬，乖一点好吗？东西留在这，你回去复命吧，我会看着韩寒让他抄完的。那就有劳沈姑娘了，属下告退。北北有空的时候也会练字，你们2个一起写，好不好？看在你让你爹爹吃瘪的份上，我可以陪你一起抄。那好吧。接下来的2天时间，2个小家伙都没有再出门，老老实实的待在屋子里抄书。转眼间，舒贵妃的生辰宴到了，萧令月一大早就被周勃派人唤醒。这次的生辰宴虽然是在甘泉宫举办，但到底离后宫不远。为了方便男宾进出，原本的晚宴便改成了午宴，下午则是游园会、和诗歌舞之类的活动，大概在天黑宫门下药之前结束。你估算一下宴会结束的时间，派马车过来就行，我会提前出来的。好的，侧妃娘娘那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老奴安排了2辆马车，待会一起出发。我知道了。娘亲，真的不能带我一起去吗？我也想去。你爹爹可是下了令，没抄完之前你都要禁足，院子外面还有侍卫守着呢。娘亲可以带我飞出去。不行哦，我怕飞到一半被你爹爹用弓箭射下来，2个人一起完蛋。别撒娇了，娘亲说不行就不行，老老实实抄你的书去。萧令月没时间多做停留，跟着周勃往外走去。另一侧的游廊里，2道身影并肩走了过来，正好与萧令月、周勃2人迎面碰上。救命！谢玉蕊将身子紧挨着战北寒，脸上露出假惺惺的笑容。吆喝，这不是安平县主吗？真巧呢，你也在这个时候出门，是挺巧的。萧令月戴了面纱遮住了脸，明明是个丑八怪，偏偏却长了一双惊艳漂亮的眼睛。我差点忘了，县主也受到了贵妃娘娘的请帖，要进宫赴宴来着。不过县主打扮成这样，未必有些喧宾夺主吧？喧宾夺主？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王爷，您看他，我不过是好意提醒了一句，县主对我好像还有敌意呢。战北寒心不在焉，目光从始至终落在萧令月身上。你打扮成这样去宫里赴宴，这有何不妥？去换掉，脸也洗了。原因呢？要什么原因？换掉，穿你平时的衣服就行，用不着打扮。翼王殿下，你知道梳妆打扮要浪费多少时间吗？我都已经准备出门了，你再说这话，待会宴会迟到了算谁的？迟到就迟到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周勃，你带他去。我穿什么衣服，做什么打扮，似乎和翼王殿下无关。你如果实在想管，多管管你身边的侧妃吧，身体都贴到一块去了，还好意思来管我穿什么？萧令月看到谢玉蕊依偎在战北寒身边，莫名燃起一股无名火，转身往院门口走去。王爷，您看看他，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闭嘴！你身上抹了什么东西？臭死了！离本王远点！战北寒捏着鼻子往后退了一步，谢玉蕊僵在原地，委屈的2眼含泪。王爷，我身上是熏香的味道，不臭的。王爷以前不是最喜欢这种熏香吗？我特意让人调制的。战北寒没有再理他，大步流星的朝门外走去。门口停着2辆一模一样的马车，车夫站在一旁等候多时。见过王爷。萧令月听到动静，双手牢牢抓住马车门。战北寒因为萧令月难得孩子气的举动，倒没有强闯的意思，耐着脾气屈指敲了敲车门。把门打开，是本王。萧令月不想让他进车厢，手里拽得更紧了。沈婉，把门打开，不想让本王把车门拆了，就快点开门。突然砰的一声，紧闭的车门被硬生生拽开，萧令月的身体不受控制往前扑倒，直接撞进了男人怀里。让你开门不开，现在倒等不及投怀送抱了。一把匕首从他身上掉了下来，正好落在他脚边，寒光刺眼。还带着匕首，这是准备扑出来暗算本王了？萧令月通红着眼眶，鼻尖也红红的，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。战北寒伸手擦拭他的眼尾。你哭什么？本王又没怪你。谁哭了？我这是被你撞的。撞到鼻子了？别动我！战北寒看着他可怜又倒霉的样子，蓦地笑出了声。
活该，让你开门不开，现在吃到苦头了吧？疼吗？疼不疼？你自己感受下不就知道了。猝不及防间，萧凌月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撞在他鼻尖上。战北寒捂着鼻子，眼眸里不受控制的沁出生理眼泪。感觉怎么样？疼吗？可惜了，我要是再狠心一点，一拳头把你鼻子砸扁了，翼王殿下大概就没空嘲笑人了。你怎么这么能记仇？明明是你自己撞出来的。你要是不拽车门，我会撞出来吗？你要是肯开车门，本王用得着拽吗？这是周伯给我安排的马车，我不想开门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旁边不是还有一辆吗？你就非要上我这辆是不是？这是翼王府的马车，本王想上哪辆上哪辆。谢玉蕊看到两人靠得这么近，眼里的嫉妒怨恨几乎能溢出来。这个贱人，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又开始勾引王爷了。大庭广众下就敢投怀送抱，真是个不要脸的贱人。王爷，这辆马车让给你了，你跟他坐，我去坐另一辆。沈婉，你给本王站住！萧令月停都没停，走得更快了，活像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，避之唯恐不及。王爷，您看安平县主都已经上车了，我们也别耽误，快些上车吧。两辆马车一前一后的行驶起来，往皇宫方向驶去。王爷，今天是淑贵妃的生辰，听说有很多男宾女眷都到了，是个大场面。我从收到请帖便开始做准备了，想着一定要精心打扮，不能落了王爷和翼王府的颜面。男宾？后宫里的宴会怎么会有男宾？王爷您不知道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想干什么？听说贵妃娘娘是有意在宴会上替襄王和13公主挑选良人，京城里排得上号的公子千金都受邀了，到时候宴会上一定很热闹。王爷若是有空的话，不如跟我一起去给娘娘贺寿吧，娘娘一定很高兴。让本王去贺寿？他也配？你哪怕去露个面也好，贵妃娘娘毕竟是……闭嘴，滚开点！你自己身上什么味道闻不出来吗？想虚刺本王？王爷，再说一句，就给本王滚下去！马车里终于安静下来，战北寒手指烦躁地敲打着膝头。好好的生辰宴变成了另类的相亲宴，偏偏萧令月那份请帖还是他要来给他的。今天的宫门口格外热闹，一辆辆马车鳞次栉比，整整齐齐地排在宫门前，连值守的侍卫都比平时多了1倍。所有入宫赴宴的各家贵妇、千金和公子们都由宫女太监接引入宫。那不是翼王府的马车吗？听说那位侧妃也受邀来了。哈哈，她哪次不参加啊？明明就是个侧妃，上不得台面的妾室，倒是天天摆着王妃娘娘的款儿，跟我们这些正室夫人平起平坐，真是恶心。谁说不是呢？听说淑贵妃娘娘倒是挺喜欢她的，经常召她入宫说话，给她好大的脸呢。那哪是给她脸啊，分明是给翼王殿下脸面。这女人呐，嫁对人才是最重要的，妻贫富贵，谁还管她以前是什么出身呢？瞧瞧人家，可不就是滚在那泥堆里的麻雀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吗？谢玉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几个，记得他们以前没少在背后嘲笑过他。宴会正式开场，萧令月安静地坐在席位上，突然身旁的宫女将一碗甜汤全洒在他衣服上，很快就湿透了。县主恕罪，县主恕罪，奴婢不是有心的。宫女吓得红了眼眶。这时候，一个掌事宫女匆匆走过来。安平县主，实在抱歉，是奴婢没有管理好手下的人，让您受惊了。没关系，只是我这衣服怕是不能穿了。县主不介意的话，奴婢可以给您找一身干净衣服先替换着，等衣裳洗好了，您再换回来。县主觉得如何？行吧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多谢县主体谅，请您跟奴婢来。萧令月跟在掌事宫女身后，往甘泉宫深处的偏殿走去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越走越偏。萧令月不禁有些好奇，待会到了偏殿，会有什么精彩戏码等着他？县主，您要的衣裳放在这了，需要奴婢伺候您更衣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来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掌事宫女带着人退下后，门外传来哐当的铁链声，房门和窗户被人从外面锁死了，整个偏殿成了一座密室牢笼。这倒是有意思了，本来以为会在衣服上做手脚，没想到是这座偏殿有问题，想困住我吗？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萧令月换下身上的衣服，一小包白色的东西掉落下来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些粉红色的粉末，散发着刺鼻的古怪香气。又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就在这时，殿外传来一阵窸窣声，萧令月身形翻跃而起，悄无声息地落到屋顶上。只见3个宫女扶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少女，鬼鬼祟祟地往这边走来。与此同时，一个仆人打扮的男子正躲在灌木丛里探头探脑。突然听到风声不对，男子本能地扭头一看，你是什么人？躲在这里想干什么？深宫内院里，长久没有住人的偏远宫殿，突然冒出一个蒙着面纱的女人。男子吓得脸色发白。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是人还是鬼？回答我的话。女侠饶命！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你是谁？我就是个无名小卒。能凭空出现在皇宫里的无名小卒，那你可真有本事，是长了翅膀还是会穿墙遁地？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把你第3条腿剁下来。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就把你第3条腿剁下来。
第三条腿是什么？萧令月看向他小腹下3寸，男人顿时感觉裤兜一凉。我说我叫胡宏志，我是胡家的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胡宏志，胡宏伟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大房堂哥。胡宏伟是胡家大房的子嗣，舒贵妃的亲侄儿。既然你是胡家的人，进宫不去给舒贵妃祝寿，鬼鬼祟祟躲在这里干什么？是有人让我躲在这儿的，说能让我娶个好媳妇。这跟你娶媳妇有什么关系？我在京城里名声不太好，出身好的姑娘都看不上我，有人就让我今天躲在这儿，等收到信号了就进屋子里，说有个好姑娘会在屋子里等我，只要我跟她那个生米做成熟饭，她就必须嫁给我了。你说的这个好姑娘是指谁？为了保住第3条腿，胡宏志破罐子破摔地说了出来：“是八公主。”胡宏志的目标竟然不是他，而是八公主。萧令月显得十分震惊：“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又是谁给你安排的八公主？你们的具体计划是什么？”计划我已经说了，那个人就是安排我进宫，让我躲在这里，等收到信号了就进屋去，完事了就行。别的事情我也不清楚。我要是告诉你那个人是谁，你能把匕首放下吗？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谁跟你好好说？看到旁边的枯井了吗？宰了你，尸体往井里一扔，你猜有没有人知道是我干的？我说是安平县主，他跟八公主有仇，让我去毁了八公主的名节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找就找他去，我只是个被利用的可怜人啊。萧令月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，生生气笑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指使我的人就是安平县主。为什么会选中八公主？她身为皇家公主，若是在舒贵妃的寿宴上闹出了丑事，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到时候一层层查下去，你们也讨不到好。萧令月忽然明白，被困天殿，身上又藏有不明药粉，2项证据确凿的铁证，再配合胡宏志的指认，这顶黑锅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人利用哄骗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中八公主。撒谎！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的4肢全废了。你想试试下半辈子在地上爬的滋味吗？有人给我送了封信，约我去茶楼见面，我去了之后也没见到人，那个人一直躲在屏风后面，我只知道是个女人。他还给我看了一副安平县主的画像，让我记住那张脸，方便到时候指认那个女人身上有金华宫的腰牌，是贵妃娘娘派来的人。我不敢不听。只是一个腰牌而已，你怎么确定是舒贵妃派来的人？万一是有人利用了腰牌，想嫁祸金华宫呢？那个腰牌我见过，是贵妃娘娘贴身的人才有的，外人不可能拿到，所以一定是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撒谎。这时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胡宏志眼睛一亮，张口就想喊救命。萧令月一刀抵住他的喉咙：“待会我让你说话再说话，要是敢发出任何动静，我立刻打了你。”胡宏志吓得身体哆嗦了一下，急忙点点头。萧令月仔细一看，被2个宫女架着的少女果然是八公主，样子明显不对劲，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中了药，显然毫无意识。胡公子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回应他，别让他发现异常。胡公子，你在这里吧，快点出来。胡宏志不敢违抗萧令月，生怕他一刀子直接捅进来，艰难地挪动身体，从灌木丛里露出了头。胡公子，原来你在这里。你别过了，就站在那。胡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半人高的灌木丛完美地掩藏了萧令月的身形，宫女也没发现异常。胡公子，人已经送到屋子里了，您不要耽误时间，快点进去吧。我知道，你走吧。宫女还想说什么，胡宏志已经不耐烦了。让你走就走，本公子办个事，你还要在旁边盯着不成？快滚！宫女没再说话，转身回去复命。胡宏志松了口气，急忙转头想说话。萧令月拿出手帕堵住他的嘴，安静。直到几个宫女的脚步声消失不见，周围变得一片安静后，他才松了口气。这时候，身边忽然咚的一声闷响，只见胡宏志2眼紧闭，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，死了。萧令月伸手试了试鼻息，还没断气，再一摸脖颈动脉，心跳的速度变得缓慢，仿佛陷入了深度昏迷中。奇怪，我明明没打晕他，怎么突然就？难道是这手帕？之前在宴会上，那位夫人非要敬我酒，我趁机将一整杯酒全倒在了手心的帕子上。那杯酒里面有致人昏迷的药物，难怪这么放心，把我关在一间空屋子里，原来是做了2手准备。萧令月将八公主藏进花园的假山里，又拿起她的白玉簪，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，迎面便有一队禁军走过来。什么人鬼鬼祟祟？萧令月也没掩饰，快步走出来。安平县主，你认识我？回县主，下官是赵义副统领手下的百夫长，之前有幸在相国寺见过县主。赵义副统领的手下肯定是昭明帝这边的人，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可以信任的人。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萧令月拿出那根玉簪子递给他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转告文妃娘娘，麻烦你指派一个信得过的人，将这根簪子送到文秀宫，交到文妃娘娘手里，就说我在甘泉宫后门等她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一定要交给文妃娘娘，她看到自然会明白。
文妃的反应速度比萧令月想象的要快，还不到半个时辰，一名宫女低着头来到后门附近，左右张望一下。萧令月看到宫女身上的腰牌，这才走了出来。在这边，请问是安平县主吗？奴婢是奉文妃娘娘的命令前来，敢问安平县主，八公主殿下的玉簪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文妃娘娘没来吗？娘娘已经到前门去给贵妃娘娘祝寿了。萧令月压低声音，快速的把八公主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宫女听完后又惊又怒。公主现在在哪？我把她藏在偏殿的花园假山里，暂时还算安全。八公主的情况不太好，你最好想个办法，把她接到文秀宫，不要惊动了其他人。有了文秀宫的人接手，萧令月把八公主这个烫手山芋送了出去，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。接下来就该好好查查幕后布这个局的人是谁。文妃妹妹今天怎么这么有空，特意过来给本宫贺寿？本宫之前收到你送来的贺礼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贵妃生辰这么大的喜事，自然要亲自过来一趟，只是来的有些晚了，还请姐姐不要见怪。文妃看到襄王、成王等人都在，几位前来贺寿的公主们也在，却唯独不见自己的女儿。这时13公主忽然走到文妃面前，左右张望。文母妃，八姐姐去哪了？您有看到她吗？怎么突然问起你八姐姐了？看到您才突然想起来的，好奇怪啊！刚刚明明在宴会上看到她了，还想跟八姐姐说话来着，结果她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文母妃到了她都没出来，去哪了呢？13公主向来与八公主不和，心心念念想抢她的未婚夫，现在突然问起，文妃只怕是来者不善。大姐姐一向孝顺守礼，又已经来了宴会上，没道理看到自己母妃来了还不出来见礼的。或许只是店里太闷，她出去透透气了。你要是想见你八姐姐，派人去周围找找就是。文妃也才刚到，你问她有什么用？母妃，我这就派人去附近找。不用找了，贸然开口，还请贵妃与文妃娘娘恕罪。这不是安平县主吗？一段时间不见，县主可好？有劳文妃娘娘记挂，一切都好。文妃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，提着的心骤然落下，如释重负。刚刚安平县主说不用了，你知道小八去哪了吗？文妃娘娘不用担心，方才我出去透气，正好遇到了八公主，与她聊了几句。沈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该在这里吗？这个女人不是喝了那杯酒吗？怎么还能好端端的站在这里？刚才多喝了2杯酒，在店里闷得慌，我便出去走了走，回来正好听到13公主要寻八公主，这才开口说了。不知道13公主急着找人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说你刚刚遇到八公主了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我都亲眼见到八公主了，13公主未免说得太笃定了吧？萧令月一句句接得很快，13公主被他的语气带偏，说话越发不经头脑。安平县主在本宫面前与公主争执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是安平冒犯了。别以为你封了县主，又有一王护着你，你就……话还没说完，殿外传来的宫女的尖叫声：“快来人啊，有刺客！”禁军拖着衣衫不整的男子走进来，未婚千金们急忙捂住眼睛。这就是你们抓到的刺客，简直荒唐！贵妃明鉴。卑职等人听到尖叫声赶到时，便看到此人赤身躺在甘泉宫的花园里，惊吓到了路过的宫女，被卑职等人拿下后，才给他穿了裤子。这个人衣衫不整的出现在皇宫里，还惊扰了贵妃娘娘的生辰宴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不过看他的样子，也不像是来行刺的吧？你们已经审问过了吗？他是什么人？来做什么的？回娘娘，此人名叫胡弘志，胡家四房的儿子。胡弘志抬头看到舒贵妃，哭得眼泪鼻涕一直流。真的是你？姑母救命啊！他们要打死我，姑母救救我！萧令月在一旁幸灾乐祸，也不知道哪位做的好事，真是大快人心。而舒贵妃气得脸色都狰狞了。胡弘志，你给本宫解释一下，你这副样子出现在宫里是想干什么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好在甘泉宫不属于后宫范围，否则一顶会乱后宫的罪名扣下来，他就是有10个脑袋都不够砍，连胡家都会被他连累。姑母，你救救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是有人想害我啊，不是我自己弄成这样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表哥，你快说啊！有母妃在这里，你要是真被人害成这样，你只管说出来，母妃一定会给你做主的。13，事情还没弄明白，你别乱说话。我说的是事实，表哥平时胆子小，他怎么敢做这种事？一定是有人陷害他的，是这样吗？满殿所有人的目光都望过来，胡弘志似乎鼓足了勇气。对，确实是有人约我去的。是谁约的你？约你做什么？难道是想跟你私会？不少夫人小姐们眼睛都亮了，有种看八卦的兴奋。公主未免也太着急了。胡公子还什么都没说，你都快替他把话说完了。反正跟表哥私会的又不是我，早点问清楚了，也省得大家误会。13公主低头瞪了一眼胡弘志，语带威胁：表哥，你要实在不说实话，就真要被当成刺客拖下去了，到时候没人给你求情，你可不要后悔。我说，是八公主约我去花园的。什么？竟然是八姐姐？
确实是八公主约我去的花园，说有事想跟我单独说。没想到到了花园，我刚见到她没多久就被人打晕了，再醒过来就被当成刺客抓到这里来了，我好冤枉啊！众人听得都傻眼了，一时反应不过来。13公主故意添油加醋，八姐姐竟然约你在花园私会，还是在母妃生辰宴这种场合，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这孤男寡女花园私会也太不合规矩了。八姐姐平时看着那么端庄，没想到私底下竟然背着少卿哥哥跟你有染。13公主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这种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，还是不要跟着附和的好，童言无忌也要有个分寸。文武妃怎么知道这是无稽之谈？这种人信口胡说的话，公主也能当真吗？未免太可笑了。公主总不能因为他是你表哥，就什么话都信吧？刚刚是他亲口说八姐姐约他私会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听见了吧？在场的人谁也不敢接话。八公主是文妃娘娘唯一的女，一旦毁了名声，文家上下都要受影响。本宫问你，你说是八公主约你去的花园，有证据吗？胡弘志下意识看向13公主。现在是本宫在问胡弘志，13公主就不用帮着回答了吧？舒贵妃眼看事情牵扯到文妃母女头上，与自己无关，也乐得看戏。13，你别乱插嘴，让她自己说。襄王干脆走上前，将13公主拉到一边。这种事情，你一个姑娘家跟着掺和什么？闭嘴，别乱说话。没了13公主的提点，胡弘志心里慌得不行，连编谎都不知道怎么编，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。这种心虚和懦弱，所有人都看出来了。胡弘志，你可知道污蔑公主、玷污皇家声誉是什么罪名？姑母，没用的废物，你别叫我姑母。姐姐，娘家的小辈不争气，是该好好教教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连个话都不会说，犯了这么大的错，还敢在宫里胡言乱语，信口污蔑。看在她是姐姐娘家侄儿的份上，这件事本宫就暂时不插手了，还望姐姐给本宫一个合理的解释才好。什么合理的解释？表哥不是说了吗？是八姐姐约他去花园的，他只是被人打晕害成这样，不是应该去问八姐姐吗？文妃并未搭理13公主，眼神却冷淡不善地看着舒贵妃。母妃，您怎么不说话？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萧令月心里无语极了，这世界竟有如此愚蠢之人，连情况都看不明白，就没完没了地往别人头上泼脏水。旁边一位夫人看不下去了，我见过八公主，她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八公主早就订婚了，未婚夫又是文家大公子，身份、品貌、才学哪一样不比胡弘志强？难道图他丑，图他懦弱无能，图他一无是处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傻子都干不出这种事，何况是皇家公主，再怎么屈尊降贵，也不可能把自己跌到淤泥里。13公主彻底傻眼了，她万万没想到八公主成了受害者。胡弘志行为失仪，冒犯诸位女眷，触犯宫规，罪不可恕。现在就给本宫立刻拖下去，重打50大板。姑母，我冤枉啊！不是我没有想这样的，是有人想害我。慢着，姐姐好像忘了，她还有一项罪名没记上，污蔑公主，有辱皇家声誉，这样的罪行，区区50大板，怕是太轻了吧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既然她喜欢空口造谣，污蔑别人，依本宫看，她这张嘴留着也没用了，不如把舌头拔了吧。文妃说的轻描淡写，然而众人心里直发凉。果然能在后宫里混出头的女人，没有一个是好惹的。萧令月对文妃又多了几分好感。文妃，你这是要置本宫侄儿于死地吗？怎么会呢？不过是拔掉一根舌头而已。胡弘志祸乱宫闱，做出那等伤风败俗的事情，更是惊动了宫中禁军，闹出了刺客这么大的事。这要是换做别人，早就被拖出去杖毙了。姐姐倒是心疼自家侄儿，区区50大板，就想把所有罪名全都接过了吗？徇私这种罪名，对于舒贵妃来说最是致命。她掌管着一半的后宫大权，而昭明帝最厌恶公私不分。倘若此事传到陛下耳中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说的有理，是本宫心慈手软了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把胡弘志拖下去行刑，杖打50，拔了舌头送回胡家。若再有下次，本宫拿他爹娘一起问罪，怎么教的儿子？是。直到被禁军压着往外拖，胡弘志才猛然反应过来，哭嚎着挣扎求饶。姑母，不要拔我舌头，我承认是我污蔑了八公主，她没有约我私会，是有人要我毁了八公主的名节，所以我才偷偷溜出去的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。等等，先放开他，让他把话说清楚。本宫的耐心不多，机会也只有这一次，说吧。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13公主脸色大变，本能的往人群里缩了缩。我没看清楚那个人的脸，只知道是个女人，她身上带着金华宫的腰牌，说会给八公主下药，再把她送过去。我只要在约定好的地方等就行了。文妃和众人一惊，下意识看向了舒贵妃。胡弘志，你敢胡说八道！我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给我看了他的腰牌，确实是姑母您宫里的，否则我哪敢相信他啊？是他主动找上门，让我算计八公主，我以为是姑母您安排的，所以我才听他的话。宫里人人都知道，舒贵妃和文妃的关系一向不和，表面上没有撕破脸，但实际关系早已经势同水火。
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污蔑本宫？本宫身边伺候的没有100也有80，个个都有腰牌，你连那个人的脸都没看清，就敢拿腰牌来说事，信不信本宫撕了你这张嘴？表哥，你可别糊涂了，母妃可是你的亲姑母，又是宫中贵妃，区一个腰牌算什么证据？你难道要为了自己脱罪，把污水泼到母妃头上吗？此事既然牵扯到本宫的女儿，本宫就一定要查个清楚。倒是13公主，你一个还未出阁的姑娘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掺和进这种事，未免太出格了吧？本宫和你母妃都在这，你2个皇兄都没说话，你倒是抢着要出头了。在文妃眼里，13公主不过是个心智不全的毛孩子，懒得跟她计较，也从来不放在眼里。这时，13公主看到人群里的萧令月，忽然心生一计。母妃，有金华宫腰牌的不一定是宫女，可能是某些与母妃结了怨，又有机会进宫的人。表哥说有人会给八姐姐下药，说明这个人很可能就在酒宴上，不如先查查在场的夫人小姐当中有没有人身上藏了不该有的东西，说不定那个人就是幕后主使。所有人都被13公主这一番长篇大论给镇住了。萧令月闪过一丝冷笑，原来那个藏在衣服里的小药包是用在这里的呀，幸亏早就物归原主了。今日受邀的夫人们也不是无名之辈，很多还都是长辈，要像犯人一样被搜身检查，所有人都愤愤不满。既然公主也说了，在场所有人都有嫌疑，那公主自己呢，是否也要接受搜身，证明一下清白？朕北侯夫人说的有理，难道13公主只想搜我们的身，自己却置身事外吗？哈，搜就搜，反正本公主不心虚。连13公主自己都愿意搜身了，他们再不同意也说不过去了。那现在要怎么搜？从谁开始？13公主好似早有准备，伸手一指，就从她开始吧。为什么是从我开始？我做了什么惹人怀疑的事吗？萧令月从始至终没说过话，13公主却能越过人群，准确指到她头上，这要不是故意的，谁信？沈婉，你跟我装什么傻？本公主都亲眼看见了，你之前悄悄离开了这里，过了很久才回来。今天是母妃的生辰，八姐姐和表哥轮番出事，你又行踪不明，难道不值得怀疑吗？原来13公主这么关注我，不过说我行踪不明，就有点污蔑人了。我离开是因为有宫女弄脏了我的衣服，负责宴会的掌事宫女便带我去偏殿更衣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位宫女是淑贵妃娘娘身边的人吧？可以代为作证。你说这么多，是不是想故意拖延时间？搜身的主意是13公主出的，倒不如请公主做第一个，给我们做示范。申婉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和公主这么说话？给本宫跪下！萧令月眼底闪过冷光，站着并没动。安平县主什么都没做，连话都没有多说一句，却被他指名道姓的要求第一个搜身。本宫认为是13公主跟安平县主有私怨，故意借着今天的事挟私报复呢。13公主还想再辩驳，却被淑贵妃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这时昭明帝脸色冷沉地走进来，身后跟着一群人，不只是太子和战北韩，还有受害人八公主与未婚夫文少卿。文少卿手牵着八公主，而八公主眼圈发红，眉眼带着冷意。朕在外面就听到13的声音，你们母女俩在吵什么？13说了些不懂事的话，臣妾正在教她呢。父皇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为八姐姐讨个公道，我也是一片好意啊。让她说，朕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淑贵妃瞪了13公主一眼，让她小心说话。可13公主哪顾得上这个，立刻添油加醋地将事情说了一遍。父皇，您说说看，我做这些事情还不是为了八姐姐吗？她都被人下药算计了，差点就……如果今天不把人抓出来，下一次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八公主听出了她话里的潜台词，怒极反笑。原来13妹妹这么关心我，我还得感谢你了。说起来，八姐姐这么长时间不见人，是去哪里了？文少卿握着八公主的手，面无表情。八公主一直和我在一起，13公主问这个做什么？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少卿哥哥本来没进宫？我早就在宫中，只是13公主不知道而已。13公主眼看言语挑拨不成，转头又对昭明帝撒娇。父皇，您觉得我要求搜身过分吗？毫无证据便要求京中命妇搜身，确实不合规矩。可我都说了，我是为了八姐姐啊。若真是为了我，怎么不好好审审你这位表哥，反倒把矛头对准了不相干的人？13妹妹这种关心，我也是看不明白了。胡弘志是作为刺客被擒，还没有审问过吗？还没有用过刑。那就先拖下去，上一遍刑再说吧。如果他能撑过来，依然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，这话才有几分可信。太子是要屈打成招吗？他还有脸叫屈？胡弘志触犯宫规，被当成刺客活捉，不管是主谋还是帮凶，他都谈不上冤屈。来人，拖下去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让他开口，不说就杀了，留着干什么？淑贵妃和13公主不敢有异议，眼睁睁看着胡弘志被捂着嘴拖了下去。你这也太粗暴了！本来就是件小事，后宫没人管吗？还要惊动父皇跑一趟，浪费时间。几人原本在御书房议事，禁军禀报淑贵妃的生辰宴混进了刺客，同时八公主和文少卿也过来告状。昭明帝怒不可遏，这才放下朝事一起过来。陛下，是臣妾疏忽，管理后宫不当，还请陛下降罪。
父皇，母妃管理六宫一向辛苦，难得今天过生辰，本想热闹高兴一下，没想到却遇到了这种事，母妃已经很难过了，难道父皇还要怪罪她吗？这时，战北韩伸手指向13公主腰间的荷包，你荷包里是什么东西？我这个荷包怎么了吗？里面就放着几颗香丸而已。13公主将荷包取下来递给战北韩。三皇兄是什么意思？我的荷包里能有什么？莫名其妙的。战北韩将荷包往手心一倒，几颗褐色的香丸伴着一个白色小纸包倒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在我的荷包里？苏公公打开纸包，露出里面一小包红色的粉末，一阵异样的香气瞬间扩散。13公主脸色一变，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一步。苏公公一时没防备，下意识深吸了一口，很快脸就涨得通红，呼吸急促，额头汗水都冒出来。苏公公，苏公公一个机灵回过神，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。奴才一时不慎，请陛下恕罪。这是何物？回陛下，这应该是宫中禁用的药粉，药性相当厉害。文妃从震惊中回过神，要不是八公主运气好，现在会是什么情形？谁也不敢想。13公主，你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从你的荷包里搜出来的东西，你敢说不是你的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里用这种下三滥的东西谋害你八皇姐！文妃，现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你不要武断的下定论。物证俱在，贵妃娘娘说这是武断。本宫相信13，他一向是个孝顺之礼的好孩子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事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13公主看得又气又怒，忽然盯住了萧令月，伸手一指：神瓦，是不是你？公主在说什么？你少给我装傻！是不是你把东西藏到我荷包里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陷害本公主！我不知道公主何出此言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今天的酒宴上，我从未靠近过13公主，更没有机会陷害，在场各位都可以作证。本宫也想问问13公主，你连安平县主怎么下手的都不知道，又是凭什么一口咬定是他想害你？你有证据吗？反正我就是知道是他陷害我的。父皇、母妃，你们快把这个贱人抓起来，等我出口气。13，父皇面前，你不要胡搅蛮缠乱拖人下水。这个药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里弄来的？我都说了，这不是我的，是神婉放进来陷害我的。父皇，明摆着的事情没什么好问的，何况这是皇家私事，您要怎么处置都随意，没必要闹得全朝堂都知道吧。让其他人都散了吧。是，陛下。萧令月跟在人群里退出了酒宴，镇北侯夫人带着楚元启出来。沈婉，宫里不太平，早些出宫去，免得惹上是非。夫人也是。楚元启担心地看了他一眼，便跟着镇北侯夫人走了。很快，战北韩就出来了。萧令月并没有多问，跟着上了马车。13荷包里的东西是你放的？对。你哪来的呀？自己配的？我没事配这种东西干什么？是别人送我的，我只是物归原主而已。从头说一遍。萧令月将今晚发生的所有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。我猜这是13公主自己布的局，连淑贵妃都被蒙在鼓里，最后弄成这样，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那胡宏志被扒了衣服，当成刺客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我干的，我只是把他弄晕了，丢在偏殿里。估计是文秀宫的人去接八公主的时候看到他了，出于报复就把他丢在外面。你们这些女人吃个酒宴都能闹出这么多事，就不能安分点吗？这话你应该跟你皇妹去说，又不是我主动找事的，她都算计到我头上了，还不准我反击的吗？所以你就把药塞到她荷包里，还故意露出一点，就为了以牙还牙，人赃并获。我只是没塞好而已，谁知道会被你发现。这么说，本王还成了你的帮凶了？是啊，现在想拆穿都来不及了。本王算是明白了，你这个女人恨不得长了1000个心眼，整个后宫都没人算得过你。你父皇会怎么处置13公主？反正不会要她的命。文妃娘娘呢？她看起来很疼八公主，就算没有真凭实据说今天的事情是13公主设计的，但计划一旦成功，她就是最大的受益者。文妃肯定看得出来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宫里很快有好戏看了。有好戏你也看不上？为什么？本王今天进宫是为了商议铁矿的事，过2日便出发，顺便把你也带上。我不去，这是你们北秦的朝事吧？怎么都轮不到我来管？你那么多下属，随便带几个不就够了？我在京城等着就是。马车很快到了义王府，两人刚下车站稳，周勃就迎了出来。王爷、沈姑娘，你们回来了。侧妃娘娘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哎呀，我就说好像忘了什么。她可不是我的侧妃，我管不着，你自己把人忘在宫里了，自己想办法吧。我先回院子了，没事别来找我。萧令月悠闲自若地往府里走去，战北寒冷着脸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周勃也不敢问，刚进府还没来得及坐下喝口茶，门口的侍卫匆匆赶来。王爷，文府2少爷携管事求见。文府是文阁老府上吗？可有说是什么事？属下听管事的说，是专程来求见安平县主的，还带了不少东西。文家的消息倒是灵通，他刚出宫，谢礼就上门了，让他进来吧。你去请沈婉过来一趟。王爷，
文阁老府上与我们王府一向来往不亲密，这不年不节的突然带礼上门，还点名要找沈姑娘，是出了什么事呢？与此同时，侍卫领着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个面相忠厚的中年男人。翩翩少年做客翼王府，年纪虽小却貌如潘安。萧令月看得口水直流，战北寒却吃醋了。看够了没有？要不要本王帮你把眼睛挖出来，粘到他脸上去？您就是安平县主吧？我是文家的二公子文绍明，听闻县主在宫中救了我表姐，所以特奉家父之命来向安平县主致谢。文少卿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大哥。文妃是文阁老的嫡女，论身份也是文少卿、文绍明两兄弟的姑女。我只是刚好碰上了，顺手帮忙而已，担不起二少爷亲自上门致谢。县主太客气了，家父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一定要我亲自跑一趟。而且表姐以后是我嫂子，县主等于救了我大哥，做弟弟的上门道声谢也是应该的。文绍明双手交叠，郑重地朝萧令月鞠躬道谢。多谢县主在宫中的援手，文家上下铭记于心，日后若有用得上文家之处，一定鼎力相助。二公子客气了，举手之劳，不必行这么大的礼。家父家母特意准备了一些谢礼，希望县主能收下。文府管家恭敬地呈上一份礼单折子，萧令月这才明白门口堆着的那一箱箱东西是什么。二公子已经亲自道过谢了，文家的诚意我也明白，谢礼就不用了吧。您先看一眼礼单吧，这都是我母亲精心命人准备的，她说县主一定用得上。萧令月打开礼单一看，好家伙，全是名贵中药材和各种稀有的玉器和皮料。文家倒是有心了，这单子上的东西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，可不是说凑齐就能凑齐的，何况是这么短的时间内。不过是些家用药材，不值什么。我母亲说县主可能用得上，所以便一起备上了，区薄劣，希望县主不要嫌弃。这里太重了，既然都专程送来了，收下就是。你不是挺喜欢吗？那我就收下了，多谢文家盛情。文绍明又说了几句客套话，便礼貌地提出告辞。文家的礼数可真不错。你哼什么？我说的有错？你倒是挺喜欢文家人的。确实挺喜欢的，就一些不值钱的东西，就把你给收买了。你说不值钱？开什么玩笑？文家能送的，翼王府又不是没有，用得着你这样眼巴巴看着？我没有眼巴巴看着，你为什么发脾气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文家跟翼王府立场不同，一个主文，一个主武，是不宜来往过密，免得遭人忌讳。但是你说可以收，我以为不要紧，我才应下了。你要实在不高兴，我让人把文家的谢礼退回去总行了吧？本王发现你是个女人，还真是会得了便宜又卖乖，嘴上倒是会说，脑子不知道怎么长的。本王跟你生气都觉得白费功夫。那你就不能不生气吗？不能，你给我过来。战北寒一路拉着萧令月来到王府库房，数不尽的好东西堆满整排木架。哇塞！你前面是怎么说的？文家送来的东西外面买不到，翼王府要多少有多少，想要随便拿。本王亏待你儿子了吗？要你眼巴巴的盯着别人送的东西？文家只是送礼表达谢意，顺便跟我交个好而已，没有得罪你吧？你跟文家斗什么气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斗气了？文家以前得罪过你？没有。文绍明跟你有仇？没有。那是礼单里有什么东西触你眉头了？没有。那你在生气什么？战北寒本来还没这么气，被他连续问了这几句，只感觉胸口一股闷气横冲直撞。萧令月，你是真不懂，还是跟本王装傻？我装什么了？文绍明那张脸好看吗？让你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前脚才跟楚元起藕断丝连，进个宫都不忘粘在一起，后脚又被文绍明迷了眼睛，当着本王的面，你倒是够肆无忌惮的。我就看了2眼。怎么，你还觉得没看够？每次我和楚元起说话，你都要来找麻烦，难道是看到我跟别的男人说话，你极度吃醋了？是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有什么区别？本王不知道你说的嫉妒是什么意思，但你好像没弄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你见过哪家王妃整天在外面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？我和你只是和离的关系，早就不是翼王妃了，你用不着拿王妃的要求来拘束我。你就这么想要和离？翼王妃的身份对你是洪水猛兽吗？倒不是洪水猛兽，我只是不想白白背了这个身份，还要被你当眼中钉一样看着。而且你不是也想把谢玉蕊扶正吗？觉得我占着位置，那我让位好了，两全其美。不是本王约束你，是你根本不想要这样的约束，你当本王看不出来吗？战北寒看得很清楚，后院关不住他，也困不住他，只有一样东西他放不下。本王还是那句话，你想走随时可以，2个孩子必须留下，你没资格带走他们。你已经有韩寒了，为什么不能把北北留给我？他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你不能让我一个孩子都没有吧？维持原样不好吗？你偷藏了本王的小儿子这么多年，本王都没跟你算账，现在你还有脸跟本王说，就当一切没发生过。只要你能回到5年前，把肚子里的2个孩子打掉，本王就当一切没发生。萧令月嘴唇紧紧抿在一起，怎么都不肯服软的样子，犟得让人恼火。他想要带着北北一起离开，而战北寒想要的是把他和孩子都留下，无论什么手段。既然你极力跟本王撇清关系，那就别怪本王用对外人的手段对付你，你自找的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把北北和韩寒都留给你，自己走吗？
你不是一直想这么做吗？我没有，我要是舍得丢下他们，我就不会留在翼王府。你以为我很想留在这，整天被你的侧妃当贼一样防着，动不动还要被你嘲讽吗？可能是真的很委屈。萧令月咬紧嘴唇，泪水打湿了眼眶。2个孩子需要一个身份清白的生母，本王也不想自己的亲生骨肉被人非议出身。那谢玉蕊呢？一个王府里总不能有2个王妃吧？你很在意侧妃的事情？我不该在意吗？全京城都知道翼王府真正的女人是谢玉蕊，我就算恢复身份，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的空架子，对2个孩子毫无帮助，反而会招来谢玉蕊的敌视，甚至连累韩寒和北北。本王从来就没把谢玉蕊当回事，不过是顶着侧妃的名头，负责照顾韩寒的高级下人罢了。战北寒没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大步上前抱起萧令月。你干什么？送你回去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就这样送我回去？外面不是还有人吗？被人看到了像什么样子？老实点，摔下去别怪本王。库房外面不远处，一整排侍卫面着墙低着头，仿佛在面壁思过一样，站在角落里不吭声。萧令月一张脸通红到烧起来，一路沉浸在尴尬和羞恼中。刚回屋不久，2个小家伙一路小跑到了房门口。娘亲，你回来了吗？我进来了哦。眼看虚掩的房门就要被推开，萧令月将被子用力一拉，盖住战北寒。别动，你敢出来我跟你没完。2个小家伙一进门就看到被子乱糟糟的，像是刚有人睡过。娘亲，你在休息吗？是啊，我听到下人说娘亲从宫里回来了。今天的宴会怎么样？娘亲玩得开心吗？很开心啊，你们先去那边桌子上坐，我收拾好马上过来。娘亲慢慢收拾，不着急。战北寒黑着脸钻出被窝，身上还盖着被子，却老实的没有发出声音。委屈你一下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本王有这么见不得人吗？你就当帮我忙了。北北要是发现你在我床上，肯定很难哄。我答应跟你去皇陵行不行？战北寒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。就这样？你要怎么样？快点说，我没时间跟你耽误，会被北北看出来的。2人几句对话的功夫，北北就已经感觉到不对了。娘亲，你还没收拾好吗？今天怎么这么慢？亲本王一下，本王就不拆穿你。你不是刚亲过吗？不一样，之前都是本王主动，你也该主动表示一下了吧？快点，不然他们要发现了。娘亲，你还没好吗？要不要我们帮忙啊？不用，你们坐着就行，我马上就好。萧令月瞪了战北寒一眼，俯身朝他唇上亲了一下，再若无其事地转身朝2个孩子走去。再过几天，我要和翼王出去办点事，可能要花些时间，你们2个留在王府，要乖乖的，不许闹事。娘亲要去哪？不能带我们去吗？不行，是有公事。翼王自己去不行吗？为什么要娘亲一起？娘亲已经答应了，不能出尔反尔。娘亲会提前找人照顾你，留在王府也不用担心，可以随时跟娘亲保持联系。将2个孩子送回隔壁院落，没想到回到屋内后，战北寒赖在床上并未离开，陪本王睡一会儿。讨厌了啦！萧令月整个人被拢在被窝里，2个人相拥而眠，这一觉睡得又香又沉。次日清晨，萧令月换上干净的衣裳来到院子里，对着天空吹了一声口哨，一只信鸽从天而降，给你主人送过去。不要拦我的信鸽，我会自己跟战北寒说。负责暗中警戒的2名暗卫面面相觑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拦吗？按规矩，非王府的信鸽无论来去，一律都要拦截，上告王爷处理。可是安平县主都这么说了，咱们要是把信鸽提前拦下来，县主不会生气吧？要不咱们偷偷拦下来，等报过王爷后再放飞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。那谁去拦呢？我去向王爷汇报，信鸽就交给你了。他放了只信鸽出去，写了什么？属下不知，但信鸽已经被秘密拦下。属下在信鸽腿上找到了这个。暗卫将手里的蜡丸呈给战北寒，蜡丸是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密封手段，可以用来传递消息。一旦捏碎取出里面的东西，就无法复原。这是送往哪里的？县主没说，属下也不知。不过县主在放飞信鸽后，特意说了一句不必拦截，他会自己跟王爷解释。既然这样，照他说的去做，让信鸽原路飞回，派个人跟过去看看。若是飞出京城，就不必再跟，回来报给本王。转眼过去3天，战北寒没问信鸽的事，萧令月也没提，留在王府专心陪2个孩子。孟文浩和青罗一起从隔壁县主府过来。沈姑娘，隔壁的县主府是你的，不是我的吧？我怎么感觉你这个主人比我这个拿工钱办事的还不上心呢？我这段时间也忙着，实在没空。现在的进度怎么样？修到哪一步了？还修呢，连地皮都快扒干净了。怎么回事？孟文浩左右看了看，发现翼王府的下人都不在，还不是翼王府那位姓周的管家。沈姑娘，你之前是把县主府修缮的事情交给他了吧？你知道他是怎么给你修府宅的吗？周伯，他办事一向稳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是稳妥，就是太稳妥了。他把县主府里的地皮都铲掉了，正一筐筐的抬土进去重新铺地呢。周管家这是想方设法让娘亲颁布成家，只能继续住翼王府。
周爷爷也是好心，娘亲的县主府，他肯定是想好好修一修。修什么屋子？需要把地皮都给铲了。皇宫修缮都不用这样，他是打算建一座白玉宫给娘亲吗？娘亲，你喜欢白玉宫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建，要修就修成最好的。你别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萧令月哭笑不得，反正花的是翼王府的银子，他又不亏，看他能修到猴年马月。没关系，让周伯尽管折腾吧，什么时候弄好了再说。你现在有地方住吗？有的，我住的地方，周管家特意没叫人拆，已经收拾打理好了，住的还行。正说话间，战北寒急匆匆走了进来。宫里出事了，县主，那我先告退了。孟文浩不想惹麻烦，北秦宫里的事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不是他一个东岐人能听的。你先回去吧，有事跟周伯商量。知道了。青罗，你带韩寒、北北去花园里转转，晒晒太阳。是，小姐。两个小家伙乖巧地跟着青罗走了。你刚从宫里回来吗？出什么事了？萧令月看了看战北寒的脸色，并不凝重，心里便猜到了7、8分。父皇褫夺了13的公主封号，将她送往相国寺清修，非死不得回京。什么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萧令月不敢置信，被褫夺封号是很严酷的惩罚，只有被封了爵位的皇女才有资格被称一句公主殿下。13公主干了什么？怎么会惹得陛下发这么大火？你不知道？你不会以为这是跟我有关吧？我连宫里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，这几天我也没出门，哪里又招你怀疑了？你别一惊一乍的，本王没这个意思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生辰宴后，父皇让13罚跪奉先殿思过，昨夜突然走水，宫人救火时撞破了13与一名太监的私情，2个人衣衫不整的滚在殿里，差点被火烧死。被宫人救出来时，全皇宫的人都看见了。奉先殿是供奉皇家先祖的地方，在这里做一些肮脏事情，一旦被发现，那就是有辱先祖。昭明帝就是再好的脾气也忍不了，更何况13公主堂堂一个皇女，怎么可能看上一个太监？太监都不算是男人，这不是明摆着的羞辱人吗？肯定是被人算计了吧？据宫人供述，是13被罚之后心有不甘，偷偷命人把酒带进了奉先殿，结果喝醉了，拉着殿里侍奉灯油的太监欲行不轨，太监挣扎时打翻了灯油，这才走了水。父皇查出来也是这样。这么说，还都是13公主自己闯下的祸，跟那个太监无关。我可不信世上有这样巧合的事。那个太监呢？派人审问过吗？那个太监死了，父皇赶到之前被舒贵妃下令杖毙了。干得漂亮！舒贵妃是想帮13公主掩盖丑事吧？结果反倒把唯一的人证给杀了，这下可好，彻底死无对证了。父皇生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真是有其女必有其母，做女儿的闯了祸，做母亲的第一反应先杀人灭口，还以为能把丑事掩盖下去，结果反倒帮了幕后黑手一个大忙，连灭口的功夫都省了。太监一死，奉先殿里再无任何知情人，也没有任何人为杀手的痕迹。13还在宫里大吵大闹，没有半点悔过之心。父皇一怒之下便夺了封号，将他遣送相国寺清修。若无意外，他下半辈子都得在寺庙里过了。他这也算咎由自取了，之前还想着算计8公主呢，现在身败名裂的反而是他自己。舒贵妃没求情吗？舒贵妃在父皇寝殿前拖3带醉哭了一夜，父皇没见她。还有一件事，文家老夫人突然病重，为了冲喜，文家递了折子，请求让文少卿和8皇妹的婚期提前到下月初。陛下答应了。父皇把折子压下了，你觉得这件事是谁干的？陛下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否则为什么要压文家请婚的折子？此时金华宫中，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本宫只要你妹妹平安无事，你就说你能不能做到。儿子做不到。废物！13落的这个下场，本就是他咎由自取。父皇主意一定，不会再改。母妃和9弟与其苦苦求情，触怒父皇，倒不如现在好好准备，至少可以让13去了相国寺之后少吃点苦头。舒贵妃怒目圆睁，这一巴掌打得襄王嘴角沁出了血丝。战天林，要是真的对你妹妹见死不救，以后就别叫我母妃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母妃好好休息，儿臣告退。你要去哪？如母妃所愿，去向父皇求情。舒贵妃这是气糊涂了吗？竟敢往你脸上招呼，打人不打脸，何况是皇子的脸？襄王是正统皇室血脉，舒贵妃虽是生母，也没资格管教。你要见证所为何事？儿臣是为了13妹妹的事来的，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儿臣想求父皇一个恩典。13从小在宫里长大，锦衣玉食惯了，突然间被送到相国寺，身边无人帮衬，只怕会十分艰难。儿臣自知13犯了大错，不求父皇宽恕，只求您开恩，允许他带上1、2个下人，让他在相国寺清修时能稍微好过些。你先起来，说说你母妃为何要打你？母妃忧心13的处境，强烈要求儿臣来求情。儿臣多说了2句，请父皇不要责备他，都是儿臣的错。你倒是偏帮着你母妃。
儿臣知错。昭明帝心里没有多少不悦，襄王重情，偏帮生母都是人之常情。舒贵妃权欲心重，襄王却不喜权势，因此母子俩的关系十分紧张。昭明帝不需要一个野心大、与后宫妃子统一战线的庶出皇子，因此十分满意襄王。襄王，你上一次办差是多久之前了？儿臣没记错的话，似乎是去年的事了。这么久不办差，平时也没见你上朝，你这一年都在忙些什么？四处荷花酒吗？怪不得你母妃要打你。照朕看，你确实该打。哪个成年皇子像你这样，整天无所事事？儿臣知错。朕每次骂你，你都是认错的比谁都快，偏偏屡教不改，读了那么多年书都不知道用到哪去了。儿臣知错。父皇，您息怒。父皇息怒，二弟平时是浮躁了些，性子还没定下，但也没做错什么，父皇就别同他一般生气了。看来是时候选个王妃来管着你了。别呀，父皇，儿臣是真的不想成婚，您就别给儿臣指什么婚了。儿臣现在这样不也挺好？好什么好？王府里没一个人帮衬着，孤零零的像什么话？儿臣府里光下人就有100多号，他们不也是人吗？也能帮衬的。不想娶妻可以。这份差事若是办不好，朕指了谁，你今年就把谁娶回王府。再敢胡闹，朕拿你不客气。儿臣一定把差事办好。二弟，你先看看折子再说，别信口开河。视察皇陵修建，今年皇陵的修建进度不太理想，不知是什么原因耽误了。父皇便想派个人亲自过去看看，也好了解一下皇陵修建的具体情况。视察由你负责，义王和安平县主也会一起去，你替他们掩护下身份。三弟和安平县主也是去视察皇陵的。视察皇陵竟出动2位亲王和1位县主，襄王也不傻，一下子嗅出了危险的气息。这趟差事，臣弟跟着去，不会没命吧？真是越发出息了，朕让你去办个差，你还敢挑3拣4了。父皇息怒，我的意思是，三弟办的差事就没有不危险的。我这点3脚猫功夫，如果跟着一起去，没准就要横着回来了。朝堂上众所周知，义王从来不上朝，因为他处理的事情10之8九都是不能见光，而且非常危险。这个问题，二弟你不用太担心，本宫相信三弟一定能把你平安带回来的。就这么定了，拿着你的折子滚出去，朕看到你就烦。父皇何必吓唬二弟，派他去监察皇陵，只是为了让他避开舒贵妃，免得被拖累吧。襄王聪明，藏锋不露，最擅长审时度势，对你也一向恭敬，朕对他并无不满。但舒贵妃和九弟就未必了，少让他们母子接触，襄王可用。儿臣明白。与此同时，义王府来了一个陌生客人，拿出一张玉牌交给侍卫，说要见安平县主。娘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玉牌是药王谷的东西。药王谷的弟子身上都会带着一块玉牌，相当于身份标识。对呀，把人请到正厅，我马上过去。是娘亲请来的客人吗？对呀，是一位药王谷出身的名医，身份没问题，我请他来帮忙照顾北北一段时间。是北北的身体出问题了吗？不是的，再过2天，我跟你爹爹不是要出京一趟吗？现在已经月初了，北北每月发病的时间快到了，我不一定赶得上，所以得找人帮忙。娘亲马上要走了嘛，不能再晚几天嘛。北北不用怕，娘亲会安排人照顾你，你要听大夫的话，过几天娘亲就回来了。本王跟你一起去前厅。你上次放出去的信鸽，就是为了找人照看儿子？对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你是不是又在心里揣测我了？你飞哥传信给谁了？一个朋友，请他帮忙的。你在天一阁还有朋友？你怎么知道我的信鸽飞去天一阁了？安薇跟着信鸽找到一家客栈，门口的灯笼画着天一阁的标志花纹。以前合作的时候偶然结识的，传过几次书信而已。只是这样而已吗？他为什么要帮你？不然呢？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根本没见过，只是合作的时候传过几次书信而已。别忘了，天一阁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万事都可交易，人情也一样。战北韩骨子里就对这些江湖势力没有好感，萧令月从小养在深闺，竟然和这2个势力都有牵扯，战北韩再次对他产生怀疑。2位便是一王殿下与安平县主吧？在下要锦州。听闻药王谷中大多是孤儿出身，唯有拜师谷主一脉，才会跟随师傅改新药。阁下既然也是药信，不知与药无尘有什么关系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别说话。一王殿下，您为何突然问起这个？本王不久前和药无尘交过手，他带人闯入天牢，毒杀守卫数百人，又重创了本王手下的龙灵卫，之后便逃之夭夭，不知去向。本王听说药无尘也是药王谷的子弟，与你同出一门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是兄弟？他不是我师弟，药王谷已经把他逐出门了，师傅也被他害死了，我没有这样的师弟。药王谷的弟子大多都是傻白甜，萧令月不忍心看战北韩欺负老实人。差不多行了，想知道什么？晚点我会告诉你，别问了。一王殿下，实不相瞒，
我就是听说了药无尘在北秦京城现身的消息，为了找他才赶来的。你找药无尘做什么？报启禀王爷，襄王殿下说有事求见王爷，周管家在门口迎接。让襄王直接过来。是，王爷。药大夫，你来翼王府之前，天一阁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他们只跟我说翼王府中有人需要大夫，我正好在京城附近，便过来问问。我从药王谷出来有大半年了，身上的银子也花完了，一路上多亏天一阁提供消息，我才能一边行医赚钱，一边继续赶路。药大夫的人是我儿子，今年5岁，他自幼身体不好，体内还有胎毒，平时都是我照料的。但不巧，我最近有事要离开京城一趟，不放心他，所以才想寻一位医术精湛的大夫，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帮我照顾北北。母体孕育期间中的毒，经过胎儿吸收后，毒性往往会被削弱。只要查清楚母体当年中的是什么毒，再对症下药，拔除胎毒并不难。你会拔胎毒？能让我先见一下贵公子？只是口头描述，我可能无法准确的判断病情。当然可以，我带药大夫去见北北，你就别去了，先处理你自己的事吧。药大夫，我们走吧，我带你去见我儿子。襄王走进正厅，一眼就看到战北寒冷着脸。刚刚出去那个男人是谁啊？本王瞧着沈婉待他挺和善的。你特意来王府，就是为了说废话？有什么事快说。父皇让我去视察皇陵，说是与三弟你还有沈婉同路，让我来找你商议一下。这种苦差你也愿意做？父皇说不做就要给我指婚了，这不是被逼上梁山，没得选吗？你和沈婉一起去，还有别的重要任务吧？到时候我给你们打掩护，你总不能丢下我不管吧？别说的这么恶心。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能保住小命，全虚全伪的回京就行。不管你们要干什么，我保证打好掩护，不拖后腿。这次去皇陵，明面上做主的只有你，我和沈婉乔装易容，你弄2个干净点的身份，护卫下人都可，待在身边就是。去视察皇陵的队伍里都是男人，丫鬟不方便带上。沈婉的身份要怎么安排？让她当个随行女眷。谁的女眷？当然是我啊！你不是说明面上由我做主吗？反正我在京城的名声大家都知道，出去办个差，顺便带个红颜知己什么的，也不会引人怀疑。不用。为什么不用？这个身份比较好安排，又能跟我形影不离，万一途中遇到什么危险，沈婉还能保护我。本王说了不用，你让谁跟你形影不离？那个三弟你别多想，本王没别的意思，给他安排一个普通下人的身份即可。行吧，你觉得没问题就行。父皇把视察皇陵的差事交给了襄王，由他负责。后天一起出发去皇陵，为了路上方便，你做男装，换张脸。那你呢？需要我帮忙易容吗？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？怎么会？我一定好好给你易容换装，保证你父皇都认不出你。2天后，马车一路出京，到了京郊一座普通民居前。先去换衣服。战北寒将手里的包袱扔了过去，里面是一套藏青色的侍卫服和腰刀。女人换上侍卫服，乔装易容，又将男人伪装得像极了乡下的杀猪佬。就连跟随多年的心腹都没看出来，2匹马调转方向，朝来时的官道上奔驰而去。为了尽量低调，此次出行队伍走的是水路。私船不比官船安全，万一途中有变故怎么办？本王身边不能没人保护，留2个人在这，其他人下去吧。还是殿下思虑周全，你们2个就留在屋子里伺候，好好保护殿下，万不可有任何闪失。属下听令。你怎么不回话？襄王坐在椅子上，憋着笑看着，眼里满是看好戏。大人请见谅，这位是我的远房表哥。他这几日嗓子受伤了，不便开口说话。既然都伤了，留下伺候怕不合适。殿下，您要不要换个人？这侍卫看着闷葫芦一样，怕是您见了也不高兴，影响心情。不用了，闷点好，本王喜欢安静点的。官员行礼退下后，襄王忍不住笑得趴在了桌子上。三弟也有被人说闷葫芦的一天，哈哈哈，真是笑死本王了，这趟没白来。笑够了吗？我可是憋了好久了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在马车上看到你易容成这副样子，差点一口茶喷出来，可真有你的啊！这个样子就算走到父皇面前，他都认不出来吧？安平县主也是，本王都不敢认了。还有半个时辰才起航，我先去船上的厨房看看，沏壶茶过来。去吧。萧令月从厨房提了食盒，正准备回去，忽然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注视感。只见对面商船甲板上站着一个中年男子，目光紧紧盯着他这边。中年男子没想到他会突然看过来，立刻掩饰性的低下头，转身离开。襄王殿下，你知道旁边那艘商船是做什么的吗？这个倒不清楚，怎么了？也许是我多疑了。刚刚我去厨房拿东西，看到对面船上有个陌生男人，一直盯着我看，好像是在观察什么。我一看见他就躲了。什么样的男人？40岁左右的中年人，穿着粗布短打，戴着草帽，脸比较黑，长相很普通，但身材健壮，看起来应该是经常干体力活的那种。这种打扮应该只是渡口码头上干活的劳力，到处都有，没什么要紧的。那他观察我干什么？或许是你穿的侍卫服不常见，觉得好奇才多看了几眼。半个时辰后，
大船缓缓离开渡口，萧凌月看着窗外翻滚的江水，忽然皱了皱眉。船上的侍卫有多少会水的？什么会水？在出京之前，翼王不是提前告诉你会走水路吗？你挑随行侍卫的时候，有没有问过他们会不会水？本王只问了他们武艺如何，会不会水也不重要吧？可是我们现在在船上，船要走2天，万一这2天里出点什么事，亦或者遇到敌袭，你和翼王都不会水，侍卫也不会水，这岂不是全军覆没？不会这么倒霉吧？本王告诉你会走水路，让你去选人，你是闭着眼睛挑的？你也没提醒我啊！本王第一次乘船出行，哪能考虑到这些？而且京中的侍卫大多都是本地人，没几个会水的，哪怕是3弟你，不也不会水吗？北秦环境干燥，会水的人本就不多，就算强行挑几个出来，只怕水性也很一般。在苍兰江这种复杂的野外水域，根本没用。事已至此，只能算了。好在船上的水手数量不少，而且基本都是老手，他们是靠船讨生活的，水性一般不错，而且行船经验丰富，就算出点什么意外，也应付得过来。可惜好的不灵，坏的灵。天色刚暗下来，船体猛地剧烈震动了一下，三人匆匆来到甲板上。萧凌月敏锐地发现船行的速度变慢了。很快，船老大带着2名水手，提着一个黑色东西走过来。让各位大人受惊呢。小的刚刚问过，说是装上了几个水钩子。水钩子是什么东西？水钩子就是一个黑色的3角铁钩，下方连着一根粗粗的铁链，是用来拦船的东西，阴森玩意儿。这种藏在水里的铁钩是专门用来对付船的，人眼很难看到。一旦有船只撞上铁钩，钩子就会深深卡进船底，让船只无法顺利前进。若是强行开船，铁钩极有可能划破船底板，导致大船漏水，甚至沉船。一个钩子就能沉船？一只水钩子当然不够，但这玩意儿往往是成片出现的，发现一只就得赶紧停船，检查船底和附近的水域，不然谁知道水里藏了多少个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继续停在这里也不是个事。为了稳妥起见，最好派人下水摸一摸附近水域的情况，如果还有其他钩子藏在水里，也好打捞上来，免得划伤了船底。襄王看了一眼船外，天色暗下来之后，江上开始起风了，水波滔滔荡漾，再加上光线不好，整片水面看起来暗沉沉的，仿佛藏着无数的危险。那就让你们的人赶紧下去打捞。打捞不成问题，只是半路下水，按照船上的规矩，是需要给兄弟们一些人头费的。毕竟大人您也看到了，江上风浪大，下水打捞也是有危险的。襄王一行人坐的是私船，也就是花钱包下来的，现在需要有人冒险下水，船老大就过来谈价格了。如果让你们的人下水打捞，是什么价格？按人头算，1人5两银子。我给你10倍的银子，你去挑几个好手，先下水看看情况。在50两一个人的重赏下，船老大精心挑选了5个水性最好的水手。很快，1炷香时间过去了，几名水手慢慢浮出水面。还有一个人没上来，老五人呢？这都快1炷香了，他怎么还没上来？水下太浑了，我没看到老五在哪里。这时，有个水手忽然往下一沉，整个人瞬间淹进水里不见了。船上的襄王等人看到这一幕，也被吓了一跳。怎么回事？说话的人呢？少爷，您刚刚看到了吗？人突然不见了。不是突然不见，是沉进水里了。船老大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冲到甲板栏杆前大吼：“快上船！水里不对劲，快！” 3名水手脸色大变，飞快的划水往船边游过来。水下有人。在哪？不见了。刚刚有道人影从水下窜过去，眨眼又不见了。你确定是人影？不确定，我只看到了一道模糊的影子，一下就划过去了，像是人。啊，有东西在招我，有鬼，水下有鬼在拉我，救救我，救命啊！看着水里挣扎的最后1名水手，船老大都急得团团转。战北寒脸色难看，忽然抓紧了栏杆。萧凌月按住他的手，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又不会水，下去找死吗？情况不太对劲，你留在襄王身边，我下去。”不行，谁也不知道水下是什么情况，藏了多少人，一个人下去跟找死没什么区别。你去也没用，来不及了。船上的侍卫不识水性，船员水手又不会武功，下去就是死，必须有人下去看看情况，只能我去。放心，我有自保之力。多久？我会闭气，2炷香时间足够了。好，2炷香，你不上来，我就下去找你。免了，我可不想回头在江里捞你。话刚说完，萧凌月毫不犹豫地扑向江面。这是一张铁丝织成的渔网，普通匕首绝对割不断。女人被罩在里面，足够让她在水里缺氧致死。眼前唯一的出口是往下，水下战斗凶险而无声，水面上却毫无波澜。老四，快上来！你没事吧？水里是怎么回事？有东西在拉我，一直抓我的脚，力气很大，我差点就被拖下去了。难道是水鬼？
不是水鬼，这是人手抓出来的印子。江上有血，所有人急忙冲到栏杆前，只见船体一侧的江面红了一片。怎么这么多血？不会是死人了吧？贼里好像是刚刚那个思维跳下去的位置，来到死。你们快看，水面上飘着什么？好像是个人。襄王抓着栏杆，神情不安的张望。他不会有事吧？战北韩抓起2个木箱扔下江面，施展轻功一跃而起，利用木箱朝不远处的人影飞去。襄王想制止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个侍卫轻功真不错啊，竟然能借助木箱子飞渡江面，真是厉害。这就是一高人胆大吧？幸好三弟没有冲昏头脑，跳江之前还知道扔2个木箱子借力，他不会以为沈婉出事了吧？湿漉漉的尸体被扔在甲板上。这是你们的人吗？不是，难道是躲在水底偷袭的人？侍卫快步上前，将尸体翻过来。少爷，此人是被利器割开手腕，有一刀贯穿后心所杀，浑身的血液已经流尽了，胸口还有余温，估计当死不久。是他杀的？8成是。检查一下他身上有没有身份标识之类的。此时已经入冬，夜里的江水温度很低，人在水里泡根本受不了。战北韩转头看向江面，他下去多久了？马上就快2炷香了。还不上来？他在磨蹭什么？应该不是他想磨蹭，水里恐怕真的有鬼。船上会水的不会武功，会武功的不会水。萧令月独自一人在水里，等于是孤立无援。襄王生怕他一冲动就跳下去找他。你可别犯傻跟着下去，沈婉会水，尚且还有自保之力，你要是跟着下去，说不定还会拖累他。这还用你说？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只是心里的焦躁却犹如火燎般，怎么都压不下去。与此同时，极度的缺氧让萧令月意识逐渐变得模糊。大哥，就是这里，水上飘着一个死人。透过模糊的视线，萧令月看到几个陌生人影，举着火把匆匆走过来。这些人是谁？我现在在哪？战北韩呢？船呢？萧令月脸上的易容被冲掉，露着美丽的真容。岸上的男人们看得咽了咽口水。很快，他被这些人带到小树林外的篝火旁，几辆堆满货物的板车停靠在一起，火堆旁聚集了男男女女，看起来像是寻常的商队。赵老板，你们怎么去了这么久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虚惊一场。这位姑娘是乔姐姐，这是我和大哥在水里捡到的，她好像不小心落水了。落水了，先过来烤烤火，暖和一下再说话。萧令月坐在火堆旁，感觉快要冻僵的身体渐渐暖和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怎么会落水的？我和夫君乘船出游，没想到昨天半夜船上遭了水匪，我在惊慌中不小心失足落水，不知怎么的就飘到了这里，多谢你们相救之恩。什么？你遇到了水匪？那你和你夫君的运气真是不好。我们是第一次乘船，没想到会遇到这种事，也不知道夫君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不用太担心了，苍兰江上的水匪都是有人管的，只劫财不伤人，想必你夫君他们不会有事的。水匪还有人管吗？是呀，不信你问乔姐姐。这附近一带的水域都是曹帮的人管着，遇到私船确实会拦路打劫，但那些人还算讲规矩，一般不会伤人。可是我和夫君的船昨夜撞上了水沟子。夫人，你和夫君不是普通人家吧？这话从何说起？我们这些经常走水路的商人都知道，那些水匪都是看碟下菜的。一般的小商队和私人船只，他们可不会专门设水沟子拦截，除非是遇到肥羊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渡江口的码头上有水匪的人替他们打探消息，如果遇到富商之类的船队，就会提前埋钩子打劫。每一个码头上都有这种望风的人，除非放弃水路，否则是避不开的。你们只怕在码头上不小心露了财，才被水匪盯上了。萧令月猛然想起那个行为诡异的中年男子，但又觉得哪里不对。你们说的曹帮又是什么？难道是官府的人？不然水匪为何受他们管制？曹帮不是官府的人，是专门负责船运流通的民间组织而已，还没来得及请问夫人的名字。我夫君姓萧。萧夫人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家，你夫君是做什么的？也是商户吗？女人眼神狐疑地看着萧令月，有钱夫人不可能穿着男士的侍卫服。我夫君确实是京城商户，我身上的衣服也是夫君怕有贼人不怀好意，特意让我换上的，让各位见笑了。篝火旁一群人恍然大悟，气氛轻松了很多。你们也是商队吗？我叫乔青，是赵老板手底下的人，以前也经常跑水路。你们刚刚说水匪只劫财不伤人，是真的吗？他们打劫这么多船只，从来没有伤过人吗？是真的，反正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伤人，就算是商队遇上了，也就是破财消灾而已，你不要太担心。如果乔青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些潜伏在水里招招狠辣致命的黑衣人又是谁？是水匪，还是打着水匪名义的另一批人？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，沈婉还没上来，恐怕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三弟，你站在这里等也没用，先跟我回船舱吧。二哥，你先回去吧。你不走，我哪敢回去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沈婉聪明，水性又好，知道怎么保全自己。前提是水里没有埋伏，
他在下水之前应该做足准备了，而且从黑衣人尸体的伤口来看，吃亏的显然不是他。战北韩薄唇抿紧，易容也遮不住的五官凛冽如剑。本王就不该让他下去。真没想到3弟你也会后悔啊！江上涨潮，风浪又大，甲板上的火根本点不起来，没有火光指引，万一沈婉失去方向，被水流冲到其他地方，天亮后就难找了。如果天亮后还找不到他人，直接去原木镇，他一定会来。想去皇陵，就必须经过原木镇，只要沈婉没有死在江里，他一定会在那里等他。与此同时，萧令月所在的商队也出发了，两边不约而同地朝原木镇而去。到了城门口，守门的衙役例行检查。萧令月无意中看到城门右下角的墙角上有几道貌似划痕一样的印记，那是龙灵卫的联络暗号，曾经见到过。看来战北韩他们已经顺利赶到原木镇了，可我脸上的易容没了，身边也没有工具，怎么去找战北韩他们？富家公子逛街不买东西，只盯着眼前的女人。没想到这狭小的原木镇里，竟然也出美人儿，这身材，这气质，我过去瞧瞧。主子，我们早点回去吧，街上不安全。我就是去看一眼，这姑娘的身形挺眼熟的，说不定是认识的人。您认识的姑娘都在京城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这儿？您就别找借口搭讪姑娘了，赶紧跟属下回去吧。双方还在拉扯时，乔青从客栈走了出来。掌柜的说，他们家没有姓萧的商队入住，我们再去隔壁几家问问吧。其实不用那么麻烦。咦，那边有个公子哥样的男人，他怎么一直盯着你看？萧令月不用回头也知道，乔青说的公子哥就是襄王。萧夫人，你怎么不回头看看？他不会就是你夫君吧？萧令月一脸黑线，否认也不是，不否认也不是。他看到我了，朝我们过来了。人家姑娘都看到我了，不过询问后一句也太失礼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几个侍卫也不好强硬阻拦，只能哭丧着一张脸跟在他身后。两位姑娘有礼的。公子有礼。襄王一双桃花眼含情带笑，乔青非但没有被惊艳，反而觉得眼前的男子风流成性，到处勾搭女人。这位公子，你一直盯着我朋友干什么？你认识他吗？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你这位朋友的身形看着有些眼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能否请他？你这个理由也太老套了吧？老套嘛。冒昧的问一句，公子贵姓？我姓胡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战是北秦的国姓，非皇室不能用，民间也没有同姓，一说出来就等于是自曝身份。乔青一听他姓胡不姓萧，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他果然不是萧夫人的夫君，明明不是人家夫君，还盯着人家姑娘的身子看，不要脸！胡公子要是没别的事，我们就先走了，告辞。你等等。襄王下意识拉住了萧令月，萧令月被乔青和襄王同时拉着，像极了夹心饼干。你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大男人对姑娘家拉拉扯扯的，给我放开！你再这样，我就叫流氓了。你说我是流氓？当朝襄王殿下被一个民间糙丫头指着鼻子骂流氓，萧令月差点笑出声，身后的侍卫憋得脸都扭曲了。别以为长了一张像模像样的脸，就能在大街上乱勾搭姑娘了。我最讨厌你这种没品的花花公子。我说姑娘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只是觉得你朋友面熟，所以才想问问。你对着我朋友的背影说面熟，你当我是啥子？她不是全天下长得好看的姑娘，在你看来都认识吧？真是一针见血，一句话都说出了王爷的精髓。我警告你，我朋友早就成婚了，他夫君又高又帅又多金，他们感情非常好。你少来搭讪他，少来大街上祸害良家妇女，再拦着我们不让走，信不信我让衙役把你抓起来？双方的争执引来了一些路人围观。这时，乔青看到巡逻的衙役正往这边走来。差役大人，这边有流氓，有不要脸的光天化日调戏姑娘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调戏人家姑娘？我没有。他有，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他们可以作证。这一刻，襄王算是体会到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们刚刚也看到了，快帮我解释一下。主子，您让我们怎么解释？您确实拉了人家姑娘。那我也不是要调戏她，我是真的觉得她眼熟，不是想搭讪她。不信你们让她出来，只要是我见过的美人，我肯定忘不了。话音刚落，围观群众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了。竟敢在原木镇大街上调戏姑娘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来人呐，给我把人拿下！各位，这是个误会，是不是误会？到了衙门再说。襄王心知这是没法善了了，若是双方打起来，只怕坏了三弟的计划。臭丫头，你给我记着，你别有朝一日落到我手里。谁怕谁啊？你放马过来呀！乔青根本不怕他，不过他也不是不讲理的人。差役大哥，他们不是一伙的，除了这个混蛋，其他人没有调戏我朋友，他们还想劝他来着，应该是好人。既然他们没犯事，就不用抓了，把主犯带回去就行。主子，回去找人。战北韩是隐藏身份不能暴露，但随行队伍中还有3名户部官员，大不了回头让人把他捞出来。萧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乔姑娘。马上就要天黑了，我们还没找到你夫君呢。没关系，明天再来找也一样。你不是说天黑就要宵禁了吗？
我们赶紧出城吧。好。经过这件事，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。转眼到了深夜，萧令月3两下便越过了城墙。现在这张脸不方便让襄王看见，他要趁着襄王蹲大牢的时间去找战北韩见一面，顺着白天留下的线索找到小巷子里隐蔽的民居。侍卫们在大通铺上睡得正香，3名户部官员则分开睡在床和地上，唯独不见战北韩。忽然3个人影从小巷中路过，身上披着又厚又大的斗篷。这是些什么人？大半夜鬼鬼祟祟、神神秘秘的，原木镇里还有这种人潜伏？和在苍兰江里遇到的那些黑衣刺客有没有关系？既然遇到了，跟上去看看。跟着3个人穿过几条小巷，周围的环境越来越荒凉。刹那间，一道凌厉的寒光抵住了喉咙。你是什么人？听到这声音，萧令月不知该哭还是该笑。别动手，是我。沈婉，认不出来了吗？你脸上的易容呢？在江里泡了一夜，早被冲没了。把剑放下，人家好怕怕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遇到了几个行踪鬼祟的人，想跟上去看看，半路上就发现你了。你是看到我从小院里出来才跟上来的。你追的是什么人？3个练家子，身上披着斗篷，大半夜鬼鬼祟祟的从巷子里经过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萧令月简单的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了战北韩。你是怀疑这3个黑衣人和你在水下遇到的黑衣人有关？对了，你今晚去做什么了？探监。是襄王吗？你没把他捞出来？你又知道？襄王被关进去，还跟我有点关系。你就是他在大街上调戏的那个姑娘？不是调戏，襄王今天在街上看到我了，但他没认出我来，大概是以前萧令月身份的时候在京城见过面，感觉有些眼熟，我又不方便和他相认，总之他就被当成地痞流氓抓起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有人。只见3个黑衣人钻出芦苇丛，朝着他们的方向过来，快速消失在夜色中。就是他们，追不追？追。3个黑衣人走进一座大宅子，两人不敢贸然接近，也怕打草惊蛇。这就是他们的落脚点。这么大一座宅院，看来人数还不少，要跟进去看看吗？你知道这是谁的宅子吗？我刚到原木镇，没打听过。你知道？这是原木镇县城李碧怀的私宅。乔青之前跟我说，从南燕来的商队，据说是县城的远房亲戚，年年都借住在县城家里。难道这3个黑衣人跟南燕的商队有关？乔青是谁？之前救下我的商队里的姑娘，就是他一手把襄王送进大牢的。他怎么知道南燕商队的事？都是来往经商的，同行之间总会有消息流通，但是真是假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据乔青所说，这支南燕商队主要做的木石生意，年年都会到访原木镇。现在原木镇里鱼龙混杂，势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，再加上这里紧挨着皇陵，有渡口，又有人暗中走私铁矿，孰真孰假现在还不好分辨。从京郊虎狼山偷挖出的铁矿石被偷偷转入了工部营造司，炼成粗铁，然后粗铁被藏进了木石原料中，由军队护送抵达皇陵。正好这时候，原木镇上就来了专做木石生意的南燕商队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2个人悄无声息地翻过院墙，一眼就看到了正亮着灯的主屋。今年的货怎么样？成色都验过了吗？已经验过了，成色一如往年。而且听交货的那些人说，今年收成不错，比去年还多了3成。才3成而已。北秦朝廷查得严，他们也不敢太放肆，万一被人发现了。行了行了，每年都是这些话，我都听腻了。3成就3成吧，什么时候能交货？交货的日期已经定下了，就在10天后。老地方，10天？我听说北秦朝廷又要派人来视察皇陵了，主子交代过，最好不要跟朝廷的人打照面，必须赶在钦差抵达之前把货运走。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，毕竟他们把货运出来，也得有个合适的由头。屋内主仆的交流，对重要信息只字不提，全程都在打哑谜。这2个人都太谨慎了，从头到尾都没说出货是什么，也没说交货的具体地点，只有一个10天后的时间。无妨，他们不说，总还有人知道。你是说县城李碧怀？也对，如果商队真有鬼，李碧怀不可能不知道。那他人在哪？我们直接去找他。就在这座宅子里。偌大一座宅院，李碧怀身为县城，不住主院，竟住在偏院。2人伪装成刺客，将匕首抵在李碧怀的喉咙间。别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夜闯本官家宅！李碧怀，你自幼丧父，是你母亲靠着做针线把你养大，送你读书，熬得眼睛都瞎了。你夫人不嫌弃你家世贫弱，给你生了1儿1女，小女儿年仅7岁。你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？我妻儿老小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若是敢碰他们，我势必跟你们鱼死网破。不想让你家里人死，就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，否则明天一早你就能看到你女儿的脑袋挂在县城府大门上。我说，别伤害我女儿。南燕商队的货是什么？你最好说实话。是从皇陵里偷运出来的木石料，商队那些人个个要钱不要命，他们威胁我，要是敢不干就拉着我一起死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商队的人是怎么交货的？在渡口的大船上，
只要顺利交完货，他们就乘船南下，当天就离开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李碧怀猛地抬起头，脸上浮现一抹杀意。忽然间，密密麻麻的毒针朝萧令月正面袭来。小心！战北寒。萧令月被战北寒护在身下，没有被毒针射中。他顾不上检查战北寒的情况，从地上一跃起身，甩手将匕首甩了出去。正要越窗而逃的李碧怀突然浑身一僵，痛苦的倒在地上。战北寒，你怎么样？伤到哪里了？几十根毒针全刺在他手臂和肩膀上，他想拔出毒针，手指却有点控制不住的发颤，发丝间隐隐冒出冷汗。战北寒伸手点了肩头的穴位，防止毒素往心口蔓延。你再继续抖，本王都要毒发了。又不是我想抖的，你能不说话吗？中毒的是本王，你慌什么？不过是寻常毒针而已，本王又不是没受过，找到解药就行了。要是没有解药呢？那不是还有你吗？这时，并未死透的李碧怀忽然阴冷的笑起来。寻常毒针，真是没想到，堂堂一王也会易容美中，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竟然没认出来。本王也没想到，这小小的原木阵竟然藏着你这等人物。这种藏在护腕中的毒针，是南燕死士方会配备的东西。你是南燕埋藏在北秦的钉子？一王殿下不愧是北秦的看门狗，这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操心这么多。丧家之犬死到临头，叫得还挺起劲。你替南燕办事效力，想过你年迈的母亲和你媳妇孩子吗？李家九族都要谢谢你祖宗，上辈子缺德造孽，才生了你这种祸害。骂他做什么？别脏了嘴。一王，你也就能猖狂到今天，我李碧怀区小人物，有你一起陪葬，也算不亏了。陪葬？你也配？配不配，还轮不到你说了算。南燕宫廷的秘毒滋味到底如何？一王殿下且等着看吧，我会在黄泉路上等着你。死士的手段，快去看下他的后衣领。萧令月上前掀开衣领看了一眼，脸色一沉。怎么了？与相国寺那些刺客的图案一样，你当时告诉我这是慕容叶手下死士营的烙印，难道李碧怀他不是北秦人？本王在出京之前，曾经在吏部看过原木镇所属官员的存档。李碧怀，先帝29年生，身高5尺，骨骼清瘦，不通武艺，你不觉得身形有些不对吗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李碧怀可能是假的？还记得你用来欺骗本王、隐藏北北身份的东西吗？人皮面具。很久之前，李碧怀就已经被杀。南燕的死士戴着人皮面具，伪装成他留在原木镇，目的就是为了给商队打掩护。明天李碧怀的死讯一传开，打草惊蛇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们要尽快找到解药，否则南燕商队受惊跑了，你的手臂就废了。本王要是中毒死了，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想让你死，就像你在虎狼山拼命救我，不想让我死一样。你为什么不想让本王死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追问这种问题？我都说了，你是为什么，我就是为什么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本王不想让你死，是因为本王心悦你。男人想保护女人，夫君想保护妻子。听到战北寒说出心悦2个字，萧令月心跳加速，一瞬间就像是被天降大奖砸中，但又感觉有点不真实。时间不早了，你身上还带着伤，先离开这里吧。趁着天色还没亮，萧令月很快离开了私宅，返回商队。他要赶紧找出南燕商队的真正首领，从对方手里拿到毒针的解药。一大早，赵老板带着乔青和萧令月，提着准备好的礼物往县城衙门走去。襄王已经被钦差大人捞出来，除了身上臭了点，人看着倒是挺精神的。这位胡公子身份不凡，他可是宫中贵妃娘娘的亲侄儿，连本官见了都得行礼问安。胡公子受委屈了，下官一定狠狠教训那些不长眼的衙役，给胡公子赔罪。衙役只是正常办差，教训他们做什么？要怪就怪那个胡说八道的丫头，等我找到她，一定不放过她。这么说，胡公子果然是被人冤枉栽赃的，下官一定找到他，替胡公子出口恶气。乔青低着头，努力往后缩，试图用赵老板富态的体型把自己藏起来。襄王的眼睛尖得很，一下子就盯到他。就是你，给我站出来！乔青还没来得及躲，就被襄王抓着手臂拖了出来。这不是巧了吗？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胡公子，你想怎么报复都可以。你污蔑胡公子入狱，肯定是存心陷害。来人呐，快拿下他！衙役立刻朝乔青冲过去，赵老板不知所措，也不敢阻拦。慢着，这件事跟我也有关系，不必这么急着抓人定罪吧。襄王愕然地看着他的脸，脸上的表情霎时间精彩无比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觉得他的身影眼熟。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胡公子，许久不见了。你是谁？竟敢在衙门阻碍公务？胡公子知道我是谁，这件事就是误会。他说的没错，确实是误会。我与胡公子许久未见，昨天在大街上，胡公子应该是看到我了，觉得眼熟便上前搭讪，但是却被与我同行的乔姑娘当成是地痞流氓，这才闹到了巡逻衙役面前。原来你们真的认识，可是你不是说你和你夫君因为水匪失散了，所以才来原木镇找你夫君的吗？这位胡公子跟你又是什么关系？什么？
夫君，你又嫁人了？什么叫她又嫁人了？她不是有夫君吗？这位姑娘是？她应该算是我弟妹吧？弟妹。沈侍郎差点要跳起来，赵老板已经完全傻眼了，乔青也震惊的不行。弟妹，这是真的吗？你夫君不是京城的商户吗？怎么会跟宫里的贵妃有关系？萧夫人，你不是？您到底是什么人？萧令月头疼的不行，之前胡扯的有多随意，现在解释就有多头疼。萧夫人，呸，弟妹，你不是真的改嫁了吧？胡公子，麻烦你先闭嘴，抱歉，隐瞒了你一些事情，晚点有空我再跟你解释。乔青一直把他当朋友，他不想有所欺瞒，但又不能让他知道太多，否则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胡公子，能介意不说话吗？可以，我也有话要跟你说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满脸惶恐、形容狼狈的衙役连滚带爬地冲进了衙门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县城遇害，衙役立刻带队封锁李宅，将所有人暂时监管起来。事发突然，赵老板和乔青也被牵连，正厅里只剩下萧令月和襄王2个人。这么多年，三弟都快把北秦翻过来了，也没找到你，结果你居然躲在原木镇。我没有躲，我就是沈婉。你是沈婉，这么久了你一直待在京城，结果所有人都没认出来。对了，三弟他知道吗？战北寒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没揭穿。我们昨晚见过面了，他去牢里找你之后，我们一起去了趟李宅。那北北也是三弟的骨肉吧？他和韩寒差不多年纪，难道是同时出生的？你当年怀的居然是双胎？襄王殿下，看在韩寒叫你一声黄伯父的份上，这件事还请保密。为什么？战北寒知道北北的身世，这是我和他共同决定的。襄王性格看似轻浮，实则自有分寸，绝不会插手战北寒和太子有关的事情。你和三弟昨夜去李宅了，李碧怀真死了吗？怎么死的？萧令月简单的把昨晚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这么说，现在死的这个李碧怀是假的，实际上是南燕的死士。你和三弟怀疑住在李宅的南燕商队有问题，所以三弟就借着我被抓进牢里这件事，让沈侍郎作为钦差出面，顺势接管县城府。原木镇靠山临江，在铁矿的走私路线上是很重要的位置，所以南燕才会在原木镇的县衙上动手脚。三弟现在还不见人影，户部其他2人也不见了，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我待会就走。乔青和赵老板那边，你帮我说一声，他们是真正的局外人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可别去做什么危险的事，否则三弟回来还不知道怎么找我算账。因为襄王的关系，萧令月顺利离开了县衙，来到原木镇上最大的一间药铺，在云子的驱使下，借用制药房炼制了少许解药。南燕的秘毒果然不是那么好解的，这些药丸只能稍微压制毒素，现在只能将就着用了。李宅已经被彻底封锁，10几名衙役举着火把，沿着围墙守了一圈。安平县主，一王让属下在此处等候。若是县主没来，明天一早便去县衙与襄王殿下会合。若是县主来了，王爷命属下转告给县主一句话。什么话？王爷说，今夜李宅恐有异动，让县主小心行事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知道了。这附近还有其他侍卫吗？没有了，其他人手都被王爷调去了县衙，保护襄王殿下。这里有我盯着，你直接去县衙跟襄王会合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李碧怀突然被杀，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，到底是谁干的？如今李宅被封锁，我们这些人一个都出不去。李碧怀住的屋子离我们都不远，半夜被杀，你们3人竟然没有听到动静，废物！吵起来，快吵起来啊！多吵一会，透露的情报就越多，人家爱听。大人请息怒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责备他们也是无用，还是先想想如今该怎么做吧。严老有什么想法？李碧怀潜伏在原木镇这么多年，一直相安无事，偏偏昨日被杀。北秦的钦差又突然提前赶到，虽说表面上是为了救一个贵族子弟前来，但未免也太巧了。这些人居然已经知道了沈侍郎找的借口，他们不是被封锁在李宅吗？怎么得知的外面消息？我和严老的想法一样，确实太巧了。为安全起见，老夫觉得应该放弃交易，尽快离开原木镇，等风头过去之后再想办法也不迟。我理解严老的想法，但是大人却不同意。你看看，这是大人下午刚刚送来的消息。大人说，北秦朝廷已经发现了虎狼山的秘密，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交易，无论如何都不容有失。这次的交货量比往年更多3成，足以满足殿下的需求。更改交货地点与时间，在北秦钦差反应过来之前把货运走。一切以大人的命令为主，趁着今晚看守不严，你们2个带着这封信亲自送给交货人，不允许有任何闪失。2名黑衣人走到一处偏僻的院墙角落，其中1人留在原地望风，另1人飞过院墙前去探路。忽然，一只手猛然捂住正在望风的黑衣人，短短几秒钟，黑衣人无力地倒向地面。萧令月动作迅速地扒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，完全看不出斗篷里换了个人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么久不过来？方才有动静，多看了几眼。大约走了半个时辰，
黑衣人在一棵槐树前停下脚步。交货人什么时候到？寅时3刻。大人交给你的那封信还在你身上吧？当然。我们护腕里的毒针，你知道解药在哪吗？黑衣人闻言猛然抬头，关于解药的问题，不是他们这些死士该问的。一瞬间，周身杀气迸发，忽然间，一捧白色药粉洒向黑衣人，还没来得及惨叫，便倒地昏死过去。打开信封一看，竟然一个字都没有。我费了这么大功夫，就拿到一张白纸，有没有搞错？坏了，交货人只怕就要到了。树林深处，两个男人的身影快速走过来。东西带来了吗？带了。其中一人伸手在怀里摸索，拿出了一张信封。萧令月刚想伸手去接，对方却缩回手。怎么了？大人，我们听说镇上的县城被杀了，钦差又提前赶到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次的交易是不是？大人说了，交易照旧，只是时间和地点要变一变。拿着银子，只要交易顺利，我们拿到了货，该给你的银子1分都不会少。那就好。双方交换了信封，男人明显放了心了许多。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就这么定了，还请阁下转告大人，务必准时准点，晚了可就不好了。这是自然，希望你们交货的时候最好准时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就不耽误了，告辞。对方离开后，萧令月站在原地一头雾水，没有任何口头交流。对方却说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定了。打开信封一看，上面写着2行字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有话就不能写明白了？这故弄玄虚的9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处理好死士的尸体，萧令月匆匆回到李宅。他要抢在南岩商队发现不对之前，弄清楚2封信里隐藏的信息，找到真正的交易时间和地点。卷3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？贾4呢？谁让你直接闯进来的？贾4回不来了，属下有重要的事情要禀告大人。什么事？男人盯着他兜帽下露出的一点下巴，突然意识到不对。男人被塞进被子里，强行截断了惨叫声，鲜血滴答滴答往外流。说南燕密毒的解药是不是在你身上？我可以放开你，但你最好安分点，要是敢大喊大叫，我要你的命。男子毫无武力，是个普通人，差点在棉被里憋死，只能惊恐的用力点点头。解药呢？什么解药？我不知道啊。你身边跟着的南燕死士，他们护腕里装着毒针，你会不知道解药到底藏在哪里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就是个听命跑腿的小人物，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？南燕的死事不归我管。这么说，你的命也没用了。不，别杀我，我还有用的。你有什么用？大人，严老有要事求见。不能让他进来，找个合理的借口把人支走。明天天亮之前不许见商队任何人，也不能让人起疑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快点说话！告诉严老，主子有新的指令下来，我今明2天都没空见他，所有事情他自行做主，没有我的吩咐，谁都不许进来。是，属下这就去转告严老。这样行了吧？看来你是真怕死，我还以为你们这支商队里个个都是李碧怀那样的硬骨头呢。原来是你杀了李碧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你们胆子大，手都捞到北秦来了，也不怕被人剁了。毒针解药不在你身上，那在谁身上？严老吗？严老也没有那种东西，我们用不上，上头的大人也不会允许我们碰，只要我们乖乖听命办事就行。真的，我要是敢说谎，全家死无葬身之地。萧令月看得出来，中年男人为了保命，确实没说谎，而且知道的的确也不多。之前你和严老的谈话中提到交易是为了殿下，这个殿下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你管我怎么知道的？现在是我在问你，老实交代。我们接到的指令中，上面有提到殿下，久而久之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殿下才是背后真正的主子，却未曾见过此人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你现在可以放了我吧。说完了，不见得吧？那这封信指的是什么意思？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？贾3已经死了，贾4被活捉，你们商队只剩下一个会武功的死士，而且你透露了不该透露的事。就算我不杀你，你真以为你能活着离开北秦吗？别指望你们背后的大人会来救你，他们只不过把你们当枪使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跟我合作，我保你不死。1刻钟后，萧令月走出客院，命令门口的护卫：大人有令，这2天谁也不许进去打扰，饭菜送到门口，他自会去。那严老呢？包括严老，如果有疑问，让他站在门口询问，大人会回答的。是。萧令月没有多做停留，很快来到县衙。襄王看到他突然出现，吓了一跳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是魏没发现你吗？我翻窗户进来的，通传太麻烦了。原木镇的地形图，你能拿到吗？你要地形图干什么？需要验证一些东西，待会我再解释。很快，一个侍卫拿着一卷羊皮纸走进来。萧令月从怀里取出那封信纸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昨晚跟踪2名死士到了后山，双方各自交换了一个信封，纸张上有一个墨点，没有任何字迹。我当时看不懂信的内容，之后我逼问商队的头目，他说只要将信纸与原木镇的小地图重叠起来，血点的位置就是这次交货的地点。竟然这么隐秘，用白纸和墨点来传信。我昨晚拿到信的时候也头疼了很久，
最后只能回到李宅抓人逼问，否则想破头也想不出来。经过反复推测，终于找到这次交易的具体地点。地点知道了，那交货的时间呢？你自己看吧，我都看不懂这几个字是什么鬼意思。我还以为又是什么密信，没想到还挺直白的。哪里直白了？这还不直白，日期和具体时间都明写着。这9个字的意思不就是今晚丑时正刻到寅时3刻，就是交易的时间吗？萧令月终于明白为什么会看不懂这封信，因为计算时间的方式不同。还有一件事，商队头目愿意跟官府合作，里应外合。如果商队有异动，他会给衙役传递消息。商队里有一个叫严老的账房先生，需要格外注意。他身边还有一名南燕死士，要小心别让人跑了。本王知道了，会如实转告给沈侍郎的。交易的时间就在今晚，估计还有一场硬仗。襄王殿下，你就负责坐镇县衙，守好后方，等着我和义王回来就行。那本王可就等着看了。距离交易的丑时正刻还有1个多时辰，悬崖附近的树林里，萧令月看到一个人工开凿的山洞，里面堆满了各种运输工具，准备的够充分的。这些工具稍微组装一下，就能轻松把成百上千斤的铁矿掉到悬崖底下。难道悬崖下有人接收？可是他们又是怎么运走的？唯一的办法就只有……萧令月心中有了猜测，但事实与否还需前往验证一下。萧令月顺着悬崖往下爬，眼前出现一个简陋的小型码头。果然，用吊篮放下来的铁矿，最后是用船只运走的。距离交货还有点时间，我是守在悬崖底下，等接货的船只赶到，还是重新爬上去，等着皇陵的人把铁矿送来。与此同时，一支队伍抵达悬崖周围的树林，一名男子手脚戴着镣铐，神情惶恐不安，瑟瑟发抖。这就是交货的悬崖？是，王爷，就是前面了。奴才不敢撒谎。王爷，崖壁一丛隐蔽的岩石后，发现了一根来历不明的麻绳，垂落悬崖下，看着像是有人借用绳索提前下了悬崖。守卫军每次剿匪都会在腰间系上一根麻绳，因为100米悬崖下是水流湍急的苍兰江，这样他们可以顺着悬崖飞快往下滑行。萧令月藏在一处岩壁角落，一眼就看到其中一人正是战北寒。战北寒，你带了人来？皇陵那边的守卫军200人，大头都在崖上，你们先去排查附近情况，有事来报。是。你把守卫军都调来了？皇陵那边已经解决了，抓了多少人？全部，1个不少。丑时一到，漆黑的江面上，一艘商船顺流而下，正朝着他们的方向驶来。这大半夜的，正经的商船绝对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，应该就是他们了。先看看，还不到动手的时候。商船停下后，一个个黑衣蒙面人顺着绳梯爬下来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的崖壁上，一个巨大的吊篮用麻绳绑着，里面装满了大块的粗铁，正从悬崖上方掉下来。货下来了，动作快点，大人还在船上等着。黑衣人们推着小车，像蚂蚁搬家一样往码头船上运去。你留在这里，我跟你一起去。现在船上大多数人都在忙着搬运铁矿，船上守卫松懈，正是潜入的好机会。我不会拖你后腿。2位是何方神圣？有什么话好商量？你就是南燕商队的真正主人，死尸毒真的解药在你身上。北监朝廷的走狗，你嘴巴再不干净，小心我的葵花点穴手。认识吗？不认识，难道是慕容烨手下的新人？你怎么知道是慕容烨？据商队头目交代，走私铁矿是为了南燕的某位殿下，让他在朝中有自保之力，所以我推测这个殿下8成就是慕容烨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去找找有没有解药。萧令月翻箱倒柜，终于在书架夹层里找到2只小药瓶和一块令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死尸毒针的解药，你赶紧吃1颗，先把体内的毒解了。你在书架夹层里还发现了什么？就2个药瓶和一块令牌，另外1个瓶子里是迷魂散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兵不血刃是个好办法。准备好了吗？早点完事，我还想早些日子回京呢。药粉倒进火盆里，顿时冒出滚滚白烟，在屋子里四处弥漫开来。走。与此同时，一只早已经准备好的信号弹冲。怎么回事？这是哪来的信号弹？谁放的？霎时间，冲天的喊杀声响起，训练有素的守卫军手起刀落，一个都不要放过，拦住他们，别让人跑了。这些埋伏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个个都如此凶悍厉害？难不成是北秦的精锐军？大人现在在哪？那些死士呢？怎么一个都没出来帮忙？白茫茫的烟气笼罩了整间屋子，几乎都有些看不清。怎么回事？哪来这么大的烟雾？地上有死人，这些都是大人身边的守卫高手，怎么会这样？所有人就像喝醉酒一样，扑通砸在地上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些白烟难道是……商船艰难地离开了岸边，一小半在最后关头逃上了船，只剩下几个倒霉蛋，跑不掉又反抗不了，绝望地瘫软在码头上。不许动，都蹲下！别杀我，我投降。船开走了，咱们也追不上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慌什么？王爷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用不着我们瞎操心。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
接下来就等着看其他兄弟们的本事了。下面有人吗？情况怎么样？是崖上的兄弟们下来接应了。商船顺流而下，黑衣人们暗自庆幸逃过一劫，却不知大难还在后头。不好了，船底撞上了水沟子，被划开了好大一个裂口，堵不住了，船底要漏水了。船上的人听着，立刻束手就擒，否则杀无赦。前方不知何时出现了3艘大船，将他们的船团团包围，密密麻麻都是北秦士兵，弓箭手都拉马弓弦，只等着号令一响，万箭齐发。这可真是大场面啊！没想到战北韩竟然能把计划做得这么绝。你还坐在那干什么？还不下来？好大胆子！谁让你这么扑过来的？万一掉进江里……事情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船上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，立刻束手就擒，否则杀无赦。我数到3。那不是叶一吗？难怪这一路上都没看到他的影子，原来你把他安排去指挥作战了。有什么好看的？想被当成靶子吗？等等，别放箭，我们投降，千万别放箭，算他们识相。大局初定，战北韩和萧令月才从船舱里走出来。好久不见了，叶一。李氏，我是沈婉，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沈婉。王爷知道吗？他跟我一起行动的，你说他知不知道？那就好。偷卖与偷买铁矿的两方人都被一网打尽，3艘船载满了士兵和俘虏，沿着苍兰江顺流而下。现在我们要去哪儿？穿过山脉后，有一处地势平坦，船停之后会有人接应，下船后直接前往皇陵。不带上襄王吗？他还眼巴巴的在县衙里等着呢。本王会派人去通知他的，让他自己过来。沈婉的身份瞒不下去了，在正式回京之前，我们得提前商量好，对好口供，等回京陛下问起，我才能解释。想让我帮忙可以，你必须回答本王4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第一，你实话告诉本王，你到底是谁？第二，你为什么会成为萧令月？第三，你从何了解的本王？第四，你藏着的秘密是什么？一连4个问题，犹如4道惊雷炸响在耳边，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真正的萧家大小姐，从未习武，不识字，一生不曾离开过北秦，甚至不知道有南燕这个国家。所以你能跟本王解释一下，你的武功，你的识文认字，你对南燕朝堂的了若指掌，到底是从哪来的吗？萧令月心里知道，他和真正的萧令月存在着极大的差异，终有一天战北韩会起疑心，幸好他早就想好对应的办法。我本身就是武将家族出身，从小耳濡目染，会武功不稀奇吧？再说，谁告诉你我不识字？堂堂大将军府的嫡女怎会不识字？你的意思是本王查错了？你查到的那些只是表面情报。萧成刚不管事，萧夫人又刻薄，对我这个妓女一向苛待到极点，所以只能藏拙求自保。本王就当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那你对南燕的了解又是从哪来的？我当初离开京城后，一路颠沛去了南燕，对南燕的局势谈不上了解。我所知道的事情，一部分是道听途说，另一部分则来自天一阁。萧令月觉得自己的解释毫无破绽，却不知这是战北韩故意设下的圈套。如果有人在本王面前质问本王是不是战北韩，你觉得本王是会认真解释，证明自己的身份，还是叫那个人滚？双方不知争论了多久，萧令月再也编不出合理的解释，心里生出一种厌倦感。我不想再解释了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本王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给了你那么多次机会坦白，你一次都不要，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本王的耐心。我没有。战北韩没有理会他苍白的否认，压抑住怒气将他抱起。你要干什么？带我去哪？他已经错过6年，不愿再三隐忍着不爱他。不知熬了多久，萧令月渐渐失去意识，眼角残留着浅浅的泪痕，床边扔了一地狼藉的衣服。王爷，船马上就要靠岸了，您和沈姑娘准备一下，马车备好便可以下船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战景睿，你出息了，谁给你的胆子藏在行李箱里？你不知道会窒息而亡吗？疼，北北，轻点，疼死你算了。北北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想陪你去养病吗？周爷爷又不让我去，我只好自己想办法了。你们赶紧给义王府传个信过去，就说韩寒在这里，让周管家不要担心。属下这就传信回去。今天天色已晚，等明天王府的人到了，再送小世子回去。我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们就不能带我一起去吗？王爷有令，您不能去。先给王府传信吧，我晚上劝劝韩寒，他若是不肯回去，你们就传信给我娘亲，他肯定有办法。这小兔崽子，怎么了？是韩寒和北北出什么问题了吗？看看你儿子做的好事。这个韩寒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为了跟北北一起去别院，什么方法都用上了。本王传信回京，让韩寒跟北北一起去别院，免得他闹个没完。等从南燕回来，本王会让谢玉蕊搬出王府，去别院住。她不是你宠了几年的女人吗？你怎么舍得让她搬到别院去？除了你，本王还宠过谁？也就你敢在本王面前放肆。这渭水城还和当年一样，丝毫未变，不过可比从前繁华热闹多了。你以前来过这儿？
来过1、2次，但是不熟。仲老板应该挺熟的，来过很多次了吧？确实还算熟悉。两位若是想去哪里逛逛，也可以问我。逛就不必了，我们千里迢迢跑到这儿，可不是来闲逛玩耍的。仲老板应该知道。是，我知道，我一定尽力。拿我的解药呢？1颗保3天，3天之后我会再给你。没有解药，你浑身皮肉就会一寸一寸腐烂，五脏六腑一点一点化成血水，这样的折磨，我想你也不会愿意体会的。是，我一定尽心尽力，绝不敢耍花样。事情完成之后，我会把真正的解药给你，同时北秦朝廷也会赦免你的罪。你在南燕待不下去，至少还能在北秦当一个无罪的平民，妻儿家小也不会受你连累。我一定尽力，希望两位大人也说话算话。那是自然。仲荣贵，也就是那支南燕商队的老板，他们利用仲荣贵的商队，以运送货物的名义从水路进入南燕。仲荣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背叛主子！我看你九族的脑袋都不想要了。我自己都快没命了，谁还管旁亲的九族啊？赵永昌，边境渭水城城主，爱民如子，勤政清廉，在南燕算是难得的好官，没想到竟是走私铁矿的接头人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渭水城是南燕和北秦交际之地，是最适合的中转地点。你们是北秦人？只要你告诉我，从渭水城中转运送出去的铁矿，最后都被送到了何处？你们最上头的主子是谁？我可以放你一马。想让我赵某人当叛徒？做梦！既然他如此嘴硬，一废了他10根手指头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说还是不说？手起刀落，断指之痛犹如刀绞。赵永昌嘶声惨叫，仲荣贵捂着耳朵背过身，根本不敢看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肯合作也罢，我这就派人去怀城，把你女儿和小外孙接过来，一家子齐齐整整。不要动他们。这么说，赵城主是愿意合作了？你们要我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以前是怎么做的，现在依然怎么做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什么都不用管。赵永昌不愧是做城主的人，很快就听懂了他的言外之意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根据赵永昌提供的情报，粗铁被运送到了怀城，队伍也顺着水路直达怀城。玉郎，你出来见我，你不是答应我的吗？哪来的疯子，把他赶走！你们别过来，她怀孕了。谁？人群里那个白衣女人，她守护着肚子，像是怀孕了。可是很奇怪，她明明是未出阁的打扮。谁给你的胆子在蒋府门前胡闹，还不快滚！你们别碰我，我要见玉郎，你们让玉郎出来见我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玉郎说，你们帮我通传一声好不好？这是哪来的不要脸的女子，站在大街上喊着要见男人？就是，还跑到蒋府门口来了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我是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要和玉郎说，他好些日子没来找我，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才来的。女子承受着众人异样的眼光，红着眼睛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位姑娘，这里是蒋府，没有你说的玉郎，你恐怕是找错地方了，赶紧走吧。不会的，玉郎他亲口跟我说过，他是蒋府3房的公子，他不会骗我的，我求求你了，让他出来见我。你找错地方了，蒋府没有一个叫玉郎的公子，你再赖在这不肯走，就别怪我上护卫赶你，到时候上了碰了损了名节，你可别赖上蒋家。他叫蒋玉卓，是蒋家3房的大公子，是他亲口跟我说的，绝对不会有错，他答应过要娶我进门的，我划了他的骨肉，他不能不要我们母子啊！女子尖锐绝望的哭喊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看热闹的人，明知自己受骗，还跑到蒋府门口跪地哀求，自寻死路。在南燕，女子闺中失身，轻则被送到尼姑庵落发出家，终身孤苦；重则直接被家族进猪笼，以死保全家族名誉。而她不但失身，还怀了孩子，情况只会更糟糕。看着即将被拖走送官的女子，萧令月闪过一丝怜悯。她口中的玉郎到现在都没有出来，她和孩子必死无疑。玉郎，你负了我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原谅你。寻死了？蒋府那个管家不怀好意，要把人送到官府，这样一来，还不如自己寻死更干净。什么意思啊？南燕不允许女子踏入公堂，如果是被人强行送过去，进门第一件事就要扒了裤子，当街杖打30棍，没死才能抬进去。要他当着满大街的人扒了裤子行刑，还不如现在死了舒服。各位，实在不好意思，闹了这么一出笑话。今日蒋府事忙，一律不见外客，各位请回吧。怀城蒋家是慕容业的母族，蒋贵妃离世后，整个家族陆续退出了朝堂。战北韩，快跟上！你带我来这里，是打算潜入蒋家？两人走了半个时辰，才发现遭遇了鬼打墙，完全走不出去。